你们都走开，谁都不许和姐姐抢东西，好吃的糕点都是我和姐姐的。娘亲，你这个傻子，你给我闭嘴！我不是你娘，你不许叫我娘！是谁给你的胆子让你欺负你姐姐的？她是尊贵的将军夫人，一手养大的谢无双是京城里的第一才女，儿子又有出息，京城里不知道多少人在羡慕她，但谁知道这个傻子才是她的亲女儿呢？这个傻子女儿让她在京城成为了一个笑话。谢夫人最疼爱谢无双，哪怕现在知道不是亲生的。无双啊，你别哭了啊，娘和爹都会为你做主的。娘，你也不要怪妹妹了，妹妹就算是故意把我推到粪堆上去，我也不怪她。故意？这明着为谢珍开脱，实际上又在给谢珍挖坑。一个傻子能知道故意整人吗？姐姐，谢珍可不会任由他给自己挖坑。那是粪堆吗？你刚才不是说那是姐姐你为我藏的最好吃的糕点了吗？我知道姐姐对我好，让我先吃糕点，可是我也想回报姐姐，我把好吃的都留给姐姐，为什么娘打我？谢珍说的那叫一个真诚，眼睛里蓄满了泪水，别提有多可怜了。我天哪，我真的没想到谢无双居然是这样的人啊！他欺负人家谢珍是个傻子，诓骗别人吃狗粪，还说是好吃的糕点。你这个傻子，你给我闭嘴！谢夫人也是会武功的，这一脚踹过来，正中谢珍的心窝。她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看上去就和死了一样。谢珍觉得自己要被痛得昏死过去了。突然，警报声在谢珍的脑海里不断的响起，紧接着屏幕上出现了原主的身体情况，就像是一架扫描仪把原主身体扫描了一次。速救完，出库成功。谁死了？什么傻子？他还没反应过来，就看到了眼前那一张奇丑无比的脸。好丑！小傻子居然活了，而且这将军府家的小傻子居然还敢骂凶神恶煞的鬼王好丑，这是不是真的不想活了？谢珍，本王看你是在找死。谢珍。轰然之间，谢珍的脑子直接就炸开了，无数种的画面像洪水爆发一样占据了他的脑海。穿越了？他竟然就这么穿越了？他堂堂外科手术第一刀叶针，他一天做了好几台手术，他就这么过劳猝死了。紧接着，另外一段陌生的记忆袭来。这具身体是将军府的嫡女，但是从小因为被抱错了，一直流落在外，这不久前才被找回来。再敢往本王身上扑，下一次本王杀了你。谢家想用你来搪塞本王，做梦！你这个傻子，你为什么不死啊？你竟然还有命活着，鬼王怎么不弄死你呢？谢珍若是被鬼王弄死了，鬼王还好意思求娶她吗？这门婚约，他死都不会答应。傻子，你要是不想我告诉父亲你闯祸了，也可以。谢无双眼中带着嘲讽，扫过草丛里的狗粪，他得意地指着草丛的狗粪，那里是姐姐为你藏的糕点，你吃干净了，姐姐就不告诉父亲了。你还不快去吃！狗粪！谢无双这个女人居然诓骗一个傻子吃狗粪，是可忍孰不可忍。要不是身体已经换人了，说不定真的谢珍还跑去吃狗粪了。还不快去！你不怕我告诉父亲你闯祸了？我最喜欢姐姐了，姐姐对我最好了。可是，珍珍也想回报一下姐姐呢。
既然是这么好吃的糕点，那珍珍先给姐姐吃。你们在干什么？还不给我把人拉开！谢珍，你别给我装疯卖傻的，起来给你姐姐认错道歉，否则家法伺候。一个傻子还要给正常人道歉，不然还得家法伺候。娘亲，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呢？珍珍为什么要给姐姐道歉啊？珍珍只是想把最好的东西给姐姐，珍珍做错了吗？不过娘亲说珍珍有错，那珍珍认错就是。反正娘亲说的都是对的。我说谢夫人，你们也太过分了，一个傻子知道什么？偏心眼儿也不是这么偏的呀。够了，把二小姐带下去好好休息，不许她再胡闹。让她下去休息，分明是把她关起来。她不能被关起来，否则就任人鱼肉了。他看到角落里看戏的男人，一身黑袍，一张黑色面具，那不是鬼王又是谁？南宫印其实不是叫鬼王，是七王爷。他的出身可不得了，是皇后的嫡长子，也不是生来就这么丑的，而是在7年前为了救他的母后牺牲自己，所以才因为剧毒毁容了。据说在没毁容之前，南宫印可是俊美无比的，还曾经在战场上立过功，甚至还曾经是太子的热门人选啊！谁料中毒毁容之后，性情变得暴虐嗜血，在下人要来拖走他的时候，谢珍使出了9牛2虎之力挣脱。大哥哥，姐姐说她才不要嫁给你，说我们一个丑鬼，一个傻子，天生一对。嘿，大哥哥，你说是不是？七王爷，我没有说这些话，是他在胡说，我们没有说。谢无双哆嗦着解释，脸上的狗粪都顾不得擦了。他哪里知道谢珍这傻子居然敢把他平日里骂他的话当着南宫毅的面说出来。谢珍，你给我回来！你在胡说什么？谢将军，朕在。你不必着急，本王瞧着谢小姐说的也不错，丑鬼配傻子，天生一对。本王不才，配不上谢家小姐这花容月貌。不过本王这个人就喜欢为难人，3天之后本王的花轿来抬人。王爷，将军府的花轿已经上门了，可是来的是傻子。是王爷，您英明神武，猜对了，送上花轿的不是谢无双，而是傻子谢珍。南宫夜眯起眼睛，似笑非笑。那又如何呢？啊，那又如何？和你有婚约的是谢无双，太子联合将军府把傻子塞过来，这不是在挑战您的底线吗？太子这么做，不就是仗着宫里的宠爱吗？王爷，您既然早就已经猜到了这一切，为什么不阻止呢？娶谢无双回来就是为了报复，塞给他一个傻子算怎么一回事儿？本王为什么要阻止？就看他们狗咬狗，不是也挺好玩的啊？狗咬狗？你不觉得傻子谢珍也很好玩吗？谢珍很有趣。清风惊呆了，这一个傻子哪里好玩啊？傻子，你倒是提醒本王了。走了，该去拜堂了。清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王爷这是被气疯了吗？太子和将军如此欺负人，他居然真的要心甘情愿的娶一个傻子？南宫夜慢悠悠地往大厅的方向走去，他现在就去会会这个傻子。这个傻子给他的惊喜倒是比谢无双更多，比起谢无双嫁进来让他的好弟弟不痛快，他现在倒是更觉得这傻子更好玩。毕竟此傻非彼傻，谢珍装傻让他做刀，他南宫印这把刀虽然快，却不是那么好用的。巍峨壮丽的王府门口就只停放着一顶花轿，花轿里的谢珍被五花大绑，气得要抓狂了。他那天被打晕，一觉醒来就到了花轿里了。
谢无双、南宫敏，我和你们没完！等着，我谢真会报复回来的。紧接着，花轿的帘子被掀了起来，清风抱着剑立在花轿外。他看了一眼谢真，那妆容画的谢真丑得和鬼一样，清风差点呕吐出来。大哥哥呢？戴面具的大哥哥呢？姐姐说嫁给大哥哥，天天有糖吃，我要找大哥哥吃糖的。清风觉得很辣眼睛，但还是很尽职尽责的把谢真身上的绳索给劈开了。滚出来！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大哥哥，糖糖呢？我要吃糖糖。想吃糖？过来，这就是给你准备的糖。不是喜欢吃糖吗？怎么不吃啊？谢真一个机灵，他在试探他，他怀疑他在装傻。吃糖，我要吃糖糖。南宫印站着不动，唇边的笑意加深，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谢真咬破了他的手指，就是好硬啊，咬不动。完蛋了，这小傻子居然用咬的！傻子，你是不是对吃糖有什么误解？谢真心脏砰砰直跳，装得一脸无辜。下一瞬，南宫印抬起手，刚要做什么，哎，王爷，万万不可！谢家今天才把王妃送过来，要是王妃有什么，谢家指不定会拿这事儿闹到宫里去。不过一个傻子而已，你以为本王连一个傻子都想杀？王爷说的对，不过一个傻子不能脏了王爷的手。把这个傻子给本王丢到荒院去。清风让人把他送到了荒院。下人一走，谢真就捶胸顿足的。他看向破败的庭院，以及那窗户上厚厚的蜘蛛网，他好想哭呀。幸好他机灵，已经把王府到这里的路线记得七七八八了。与其留在王府忍受鬼王的折磨，36计走为上策。走之前，他还得去王府里偷点金银财宝出去，否则他身无分文走出去，那不是更惨？谢真揣着一些珠宝，站在一处冷泉前。他傻了，他太高估自己的记忆力了。王府太大了，他为了顺点东西走，结果居然就迷路了。老天保佑，千万不要让人发现我！谢真捂住自己的小心脏，汗水直流。他正准备退出小院，外面突然一阵骚动。王爷病发了，快去冷泉给王爷准备东西。啥？冷泉？他脑子顿时一片空白。完了，南宫印马上就要来这里了。下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马上就要推开小院子的门。他现在是铁定不能出去的。谢真环视了一周，这个小院除了这冒着寒气的冷泉，再无任何的遮蔽之处。咕嘟，在下人进来的时候，跳下了烟雾缭绕的冷泉。与此同时，似乎有什么不对劲。他僵硬地睁开眼睛，一看，他顿时五雷轰顶。水底下还有个人。等到那些下人都走出去了，谁？水底下的男人也倏然起身。嘘，你不许出声，否则我们两个都别想活。被捂住嘴巴的男人挑挑眉，别想活。谢真见他没说话了，他放心地松开了手，这会儿才顾得上看他一眼。只一眼，谢真也就被惊艳住了。他的五官宛如精雕细琢的羊脂玉，是那么的精致俊美。谢真不是花痴的人，但美好的东西谁不喜欢呢？看了也心情好呀。可现在不是欣赏美男的时候，这男人绝对是个危险人。他潜入南宫印的地盘，南宫印的人居然没有发现有刺客来，这就证明这个人身手非凡。完了，他撞破了秘密，不会被杀人灭口吧？嘿，我说哥们儿，胆子够大的呀！这冷泉可是鬼王的地盘，你居然敢在这里泡温泉？看在你长得这么好看的份上，我们刚才一起逃难了。我好心劝你一句，还是快跑吧！哎，否则鬼王那个变态来了，你就跑不掉了。我先走一步，再见。才走一步，他的领子就被那个男人扯住。好汉饶命，我什么都不知道。你想走？男人的气息有些不稳，脸色比刚才更加的苍白。
大哥，你想干什么？我保证，我什么都没看到，我就没见过你。谁问我也这么说。这傻子还挺上道的，我凭什么相信你？他压低声音，故意和他玩起了心计。这傻子没见过他的真容，以为他是刺客。有趣，他就套他来这里做什么？他不是装傻吗？谢珍心里怕得要命。苍天哪，有没有麻药枪什么的？他还不想这么死了呀。他就这么一想，突然脑子里就响起叮的一声，麻药枪出库成功。下一秒，谢珍就感觉到自己的手里多了一个冷冰冰的东西。他也顾不得这东西来的蹊跷了，心中狂喜。大哥，我真的什么都没看到，我就是来偷点珠宝跑路的。这个女人居然想跑，是谁给她的胆子？他拿出了毕生最快的速度，把麻药枪扎入了男人的手臂里。你找死！你找死！谢珍瞬间就呼吸困难。1、2、3，走！就在南宫要掐死他的时候，陡然他的手臂就失去了力气。你想干什么？我能干什么？我都说了，你用不着杀人灭口。你不肯放过我，我能有什么办法？你放心，这药不会对你的身体有什么伤害，只是让你没力气而已。拜拜喽，我先走一步。若不是他今晚体内的火蛊发作，他需要用全部的内力去压制，他会被这个女人摆一道。因为中了麻药的关系，压制火蛊的内力在不停地翻涌。他体内的内力爆发出来，还没走远的谢珍被溅了一身的水。这水怎么这么烫？下一瞬，他的身体都被一股巨大的吸力吸过去。这个男人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像是一头失去理智的怪兽，那么的可怕。谢珍又想找麻药枪，但怪异的事情出现了，麻药枪没有出现，反而一大批的药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岸边。为什么他的脑子里会自动出现救治这个男人的一些伤药？他可不想救他呀，救了他害了自己，他才不想找死。猛然之间，他的脑袋是炸裂一般的剧痛，像是要裂开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恰逢此时，男人却因为力竭而倒在冷泉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了？他是医生没错，但也不能救危害自己性命的敌人啊。可脑子里的破东西居然还强行的要求他救人，不救，等着头痛，直到谢珍妥协，脑袋的疼痛才消失。刚才脑子里的芯片已经扫描过这个男人的身体了，他的外伤虽然严重，但没有生命危险，反而是他胸腔里的那个东西对他来说才是致命的。这里又没有 B 超机，他看不到他里面的情况，只能用岸边出现的药先给他治疗。他先给他注射了抗生素，再专心的给他处理了胸口的外伤。真是奇怪，他身上的外伤看样子应该是有人处理过的，为什么情况没有好转，反而还愈发严重？难道是古代人的医术不行吗？谢珍也想不了那么多，他现在可是要逃命的。他担心一会儿南宫印就要过来，动作麻利地给他包扎好了伤口，再把这里不该出现的现代医药毁尸灭迹。他打算悄悄遁走。突然，他的裙摆被什么东西给拽住。我都救了你了，你还想怎么样？松手！撕拉，力气太大，他把自己的裙摆撕烂了，破碎的裙摆还有一块被男人紧握在手里。谢珍气得想踹他几脚，视线一扫过去，他发现男人的身边躺着一只通透碧绿的玉扳指，那色泽透亮，一看就是价值连城的东西。这是男人的？东方先生已经准备好了，王爷呢？还没找到王爷吗？南宫夜，快去请东方先生到这里来，王爷在冷泉。这一句话谢珍并没有听到，现在耽搁了这么久的时间，他今晚想要跑出去估计是不行了，他还是留在王府里再寻好的时机。王爷昨晚可是有什么奇遇啊？奇遇？说的是那个敢用药弄晕他的女人，谢珍那个胆大包天的女人。东方镜，你有什么想说的？我能有什么想说的？这蛊虫存在你身体里这么多年，
他的毒性一日比一日强，到最后不管你受什么伤，都会导致你的伤口溃烂流脓，愈合的过程十分的缓慢。换句话说，旁人只需要几天就可以好的伤，他会比旁人多花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这满身的伤都是因此而留下的。你胸口的这道剑伤是心伤，是什么人物医术如此精湛，竟然能让你的伤口愈合的这么快？本王也想知道那是什么人物。哎，不对呀，你不知道是谁救的你吗？哎，这可是在你的王府，你昨晚去了什么地方，你不知道吗？聒噪，滚！王爷，你好狠的心呐！需要我处理伤口的时候，便是尊我为东方先生，如今你叫我滚！南宫翊回过神，冷冰冰地盯着他。好，我不说了。宫里让你带着傻子王妃进宫去，若是让太医给你把脉看伤，你打算……老规矩。南宫翊抛下这3个字，掌心运起内力，顿时间他周身的气流激荡，周围都掀起了风。再一看，他胸口好不容易被谢珍处理好的伤口就崩裂开，甚至比之前更严重。有人不希望他好起来，那他就装作一直没有好起来好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谢珍被下人捣鼓了一番，塞到马车里。大哥哥，这是我的，我娘说过，抢别人东西是不对的。是他的？哼，这女人睁着眼睛说瞎话。这是你的？大哥哥，这是我爹留给我的东西，你不要和我抢，我爹爹会难过的。你爹？是我爹爹。千万别怀疑啊，把东西还给我呀！南宫翊的嘴角又是一抽，他似是把玩够了玉扳指，随手丢给谢珍。大哥哥，你最好了，我替爹谢谢大哥哥。他说上瘾了，他什么时候想做他爹了？王爷，皇后娘娘震怒，您还是……这人的后背是铁做的吗？怎么那么疼？大胆，竟敢冲撞王爷！够了，去交房殿。大哥哥，好疼。松手。姐姐说我们成婚了，就是夫妻了。夫妻走到哪里都是要手挽手的。开玩笑，想甩了他？他有那么蠢吗？南宫翊忍住强烈想要把这女人拍死的冲动。他是装傻装上瘾了？本王再说一次，不想死就放手。松开了你，我才是要死了嘞！谢珍，装傻很好玩吗？本王看上去很好骗。你是谁？你是谢珍吗？他一连抛出了2个问题，这让谢珍更是心惊胆战。他不仅怀疑他在装傻了，难道还怀疑他是穿越的，不是原主？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骗你的，纯粹是为了保命啊！你的胆子很大，你敢在本王面前装傻？你信不信本王让你变成真正的傻子？王爷，我虽然是装傻骗了你，但绝对不是故意的。我嫁到王府也非我所愿，如果要恨，不是也该恨把我送到王府的太子吗？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南宫翊没有理由恨他，他也是受害者呀。谁问过他是否愿意嫁给他这个身中剧毒、命不久矣的鬼王？这不是本王放过你的理由。痛！哎呀！他要是再用力一点，他的手腕就要断了。说，你是什么来历？你究竟是什么人？东方镜这样的当世神医，对他体内的蛊虫都束手无策。这个女人是什么人物？她居然可以让他的伤口快速好转，并且压制蛊虫。我是谢珍，我就是谢珍，除了谢珍，我还能是谁？死到临头还敢嘴硬？谢珍意识到了男人眼底的杀气。我也讨厌太子和谢无双，他们是我们共同的敌人。王爷与其杀了我，不如让我和王爷联手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和本王联手？你是谁？这就是你的王妃。回母后，她正是。叶儿，你好大的胆子！好大的胆子！
南宫印娶她不是被迫吗？怎么皇后还对南宫印这么凶？你可知罪？儿臣不知何错。本宫没记错的话，本宫赐婚的是谢无双，你为何娶了谢珍？谢珍痴傻错入王府，你也痴傻了，为何不禀报到宫里来？听听，这是亲娘说的话吗？谢珍现在真的十分同情南宫印了，错的是太子和谢无双为了羞辱南宫印把他塞过去，皇后为了偏袒太子还说是南宫印错了，这是什么和什么啊？你这些年愈发的胆大包天了，竟敢藐视本宫的懿旨。皇后娘娘，这实在和王爷无关，这都是臣女和妹妹的错。太子强行把人送到王府去，这瞒不过宫里人，皇后必须给太上皇一个交代。太子是做错了，可太子是他的肉，他怎么舍得惩罚太子？惩罚南宫印也是不行。那么许皇后冷冽的目光落在了谢珍的脸上。谢珍德行无状，婚礼作废，赐死。赐死一个谢珍，平息了太上皇的怒火，这是最值得的。至于南宫印，反正他也看不上一个傻子，不是吗？所以死一个傻子，他应该也不会在意。轰隆，谢珍呆了，怎么就要赐死一个傻子？好啊，谢珍终于要死了，还是被皇后赐死。再也没有人可以和他作对了。印儿，你对本宫的决定可有异议？谢珍看着男人的身影，内心深处满是紧张和忐忑。这一刻，他居然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了南宫印的身上。这里的人都盼着他死，南宫印他要是也这么想，他就真的难逃一死了。儿臣……南宫印感受到某人热切的注视，并不看他，拉长了声音。谢珍的心也跟着提了起来。南宫印，救命啊！我想活着，我不想死，一点都不想。母后，儿臣不能答应。谢珍也是儿臣的人。众人差点惊掉了下巴，鬼王居然这么堕落了，连一个痴傻的女人都下得去手。你要违抗本宫的懿旨？不敢，只是儿臣觉得谢珍已经是本王的人了，就算是个傻子，生是本王的人，死也是本王的鬼。谢珍死死地咬着嘴唇，心颤抖不已。这男人就那么小气吗？他以为他听不出来吗？他在警告他，借许皇后的手来打压他，让他明白自己的处境和身份。而且似乎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他变成鬼，他也不会放过。有必要吗？什么深仇大恨呢？至于吗？好，既然你执意要这个傻子做你的王妃，那本宫就应允你。你们若是两情相悦，本宫也做不出棒打鸳鸯那样的事。啊，就这么放过他们了？就这么结束了？谢无双一脸的不可置信，连装哭都忘记了。谢珍这贱人，怎么能又逃过一劫了？老天爷都在帮谢珍吗？好了，事已至此，便将错就错吧。叶儿，你身体不好，还跪着做什么？快起来吧。儿臣多谢母后。听管家说你的旧疾又复发了，本宫看着你很是心疼啊。王爷好不容易入宫一次，你去把本宫让人熬好的补药端过来，给王爷补补身体。母后，那个傻子他……太子，你愈发的不成体统了。你是没听到本宫说的话吗？将错就错，而且谢珍是你皇兄的王妃，那便是你的皇嫂，不可无礼。南宫珉那张脸色冰冷的发青，他堂堂太子要叫一个傻子做皇嫂，这个丑八怪凭什么？你和谢无双的婚事本宫也允了，只给你为侧妃，如何？儿臣的……南宫珉一时间都激动的说不出话了，谢无双更是高兴的差点跳起来。好了，下去吧。
你皇兄许久未曾进宫了，本宫要和他好好说说话。南宫敏和谢无双欢天喜地的谢恩退下。谢无双经过跪在地上的谢珍身边，故意踩了一脚谢珍的裙摆。谢珍，你等着，我迟早有一天要扒了你的皮。谢珍装傻让他吃狗粪，这笔账他记着。王爷，请喝药。他没有去接这碗药。怎么不喝呀？这补药对你的身体有帮助，母后希望你身体康健。喝，既是母后费心让人熬的汤药，自是要喝的。就在南宫颖刚刚接过碗要喝的时候，叮叮叮，他脑子里又开始响起刺耳的声音，吓得他头痛欲裂的。在他痛苦的时候，脑中的芯片又出现了一些救治人用的伤药米。为什么南宫印一接过碗就有这些药准备出库？难道是这碗汤药有问题吗？皇后给南宫印喝的汤药有毒？南宫印是皇后的亲儿子，有必要给自己的儿子下毒吗？这太让人震惊了。事情紧急，既然识别到了危险，谢珍也不能袖手旁观。大哥哥，我要喝糖水，好渴好渴。谢珍说完就伸手夺走了南宫印手里的碗，他不顾众人异样的眼光，咕噜咕噜的喝了个干净。住！他开口阻拦，但是已经晚了。大哥哥，我肚子疼，我是不是吃坏肚子了？他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不敢说是皇后的汤药有问题，否则他今天是真的走不出皇宫的。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痛得他意识模糊不清，眼前南宫印的脸都变成了好几张。疼，好疼！谢珍真的没装，早知道就不喝了。他怎么那么笨？南宫印反手接住了摇摇欲坠的谢珍，他的内心同样是震惊的。这个女人不傻，是在装傻。她为什么要跑来喝汤药？她是不是知道什么？可这么隐秘的事情，连皇爷爷都不知道，她怎么能知道汤药不对？而且，她为什么明知道汤药有问题的情况下，还要来喝？为了帮我？哼，她简直是愚蠢。王妃吃傻，吃坏了肚子，唯恐在母后面前失仪，而趁现在带她回王府。许皇后心里微乱，但面容平静。好，你带王妃回去吧，一定要好好的照顾王妃，怎么也是谢家的千金。这傻子，坏了他的事。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南宫印，救命！他痛得伸手攥他的衣衫，他真的不知道会这么疼。他也不管这人是嗜血的阎罗了，一个劲儿的去往他怀里钻，双手都死死的抱住他的脖子，整个人都贴在他的身上。回到王府，他已经痛得昏迷。南宫印坐在他的身边，疑惑地望着他自他衣衫里掏出来的这些东西。这些小瓶子是装什么的？他藏这么多东西在身上，莫非是药？这个女人昨晚在冷泉医治我，到底是误打误撞，还是她真会医术？王爷，需要请东方先生来给王妃看看吗？你以为东方静很闲？管家顿时闭嘴，又道：王爷，这是老奴找来的丫鬟，让她伺候王妃娘娘吧。去给她喂粥。找大夫给谢珍看病是不需要的，这些药他都不知道喝了多少年了。这一次的药也不会让人丢掉性命的，顶多是让身体变弱。谢珍艰难地睁开眼睛，她伸手在自己的胸口摸索，什么都没有，空的，这里什么都没有。可她脑子里的芯片明明显示的是出库成功，药呢？她的药已经出库了，那去哪里了？怎么会不见的？大夫，给我请个大夫来！哎呀，王爷说了，你不……突然间，红衣震惊地瞪大眼睛。一个傻子说话能这么利索？傻子都知道喊人请大夫吗？红衣觉得自己听错了。嗨，傻子就是傻子，怎么可能呢？他懒得看谢珍，直接就走出了房间，把门砰的一声关上。
请带。走了？这个人就这么走了？一个大夫都不给他请？唉，求人不如求己，他必须要自救。他的身体已经痛成了一滩烂泥，但他还是强行集中意识。药，我要药，药快出现！你要什么？突然之间，紧闭的房门从外面被推开，来人恰好就听到了他这句话。谢真双腿无力地跌坐在椅子上，艰难地看向门口。南宫印，我的东西呢？他也不清楚那些钥匙根本就没有出库，或者被这个男人拿走了。你说什么东西？我你在找这个？谢真一看过去，顿时狂喜。是的，这就是出库的药啊！古代哪里有这玩意儿？这是你的东西？这不是废话吗？你从我身上拿走的，你说这是不是我的东西？这是药。谢真忍痛点头，他都想伸手去抢了，但他不是南宫印的对手。你很想要？给我。是你的东西，本王自然会给你。现在本王给你一个机会，本王有些疑惑要你解答。谢真难受的不想说话，挥手示意他快问。你会医术？算是。这药是从哪里来的？我自己炼制的。谢真扯谎，下一瞬，南宫印又抛出了一个更大的坑。你会医术？本王所知，你流落在江州的青山村，天生痴傻。你的医术又是和谁学的？还是你根本就不是谢真？那你是谁？他动了动染血的嘴唇，正要说话，因为身体已经支撑到了极限，双脚一软，眼前一黑，轰的一声，谢真倒在了地上。东方季，出来！王爷，你也太狠心了，竟然把人给吓晕了。把他弄到床上去。你怎么不去啊？你还想要这些药做研究吗？啊，我去。这药瓶里的东西他太感兴趣了。谢真说这是药，但怎么会有成分这么奇怪的药？谢真一个农家女，居然会有这么高超的医术。怎么样，要我给他开点药吗？这些是他的药，既然要试试他的医术，把这些药给他喝下去。看他刚才那么紧张的模样，应该是这些药可以解他体内的毒。可我们不知道怎么个服法呀。不是我们，是你不知道，这是你该考虑的事情。你有点过分了啊！东方静的脸色直接就变得难看。他一个人的事情，本王把人交给你了。话落，他转身离去。东方静捶胸顿足的，脸都皱成了一团。哎呀，这叫什么事儿啊！过分！红叶，哎呀，小傻子，你喊什么喊？喊魂儿啊！红衣一脸的不耐烦，谢真懒得和他计较，去找王爷过来，我有要事和王爷商谈。红衣这下终于确定自己没产生幻觉了，他惊愕不已。你不傻？那天他也没听错，这人根本就不是一个傻子。去请王爷，我不希望再重复。这个红衣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说是来照顾他，但一天比他这个躺在床上的人还要大爷一点，这是来做主子的。哼，王妃，您就不要为难奴婢了。奴婢只是奴婢，奴婢怎么能知道王爷在哪里呢？王妃您身份尊贵，不如您自己去找。谢真一口气没上来，他病成这个样子，还能自己去找南宫印？王妃，奴婢找不到王爷，你也就不要再折腾了。站住！哎呀，你还想干什么？红衣根本就不怕他，他的主子瑶光夫人才是最受王爷宠爱的那一个。要知道，王爷为了他们夫人的安全着想，根本就不碰他。这样的独宠，这个要死的王妃比得过吗？你都知道我不傻了，谁给你的胆子这么和我说话？我……红衣刚才还很嚣张，现在突然就结巴了。现在去请王爷，否则我不介意拉着你到王爷面前，看看他是处置你这个丫鬟，还是处置我这个活不久的短命鬼王妃。
我和王爷的婚礼是连宫里的皇后娘娘都承认的，你说我不配，你是不是在质疑皇后娘娘？瑶光夫人再如何受宠，可王妃的上头还有皇后压着。王妃，我现在就去请王爷。王爷，王妃要见你。什么事？说是为了回门的事情，王妃要回门。回门？他的事情调查的怎么样？殷一信上说，王妃在青山村时实实在在的是个傻子。真傻？是。南宫印没有说话，沉默着，周舍的气息却愈发的低压可怕。试问，一个痴傻了这么多年的人，突然不傻了，而且还会一手医术，那么这个人还是原来的那个人吗？这个谢真是何许人也？去告诉他，本王陪他一起回门，顺便本王再准备一个新礼物给他。清风都懵了，王爷不仅不怀疑，还要陪着一起回门，这王妃的要求，王爷是有求必应吗？鬼王来了！鬼王啊！哎，他们为什么叫你鬼王啊？不就是毁容了，丑了一点，怎么就是鬼王了？难道你的脸治不好吗？话一出口，他就发现自己问的是废话。要是脸治得好，那么也不必成日戴着面具。你要是不想死，你就给本王闭嘴。瞧瞧，这男人太暴虐了，他惹不起。叫什么鬼王，应该叫暴躁王。下官参见王爷。谢将军不必多礼，你是王妃的爹，自然也是本王的岳父大人。岳父？他没有感受到南宫印半点的尊敬，心底发毛的厉害。大哥哥，我要去找姐姐。姐姐上次请我吃糕点，好好吃。呵呵，姐姐。看到谢无双的身影，他故作痴傻，蹦蹦跳跳的跑过去。你疯！话还没说完，谢无双突觉得膝盖狠狠的一麻，谁也不受控制的倒了下去。姐姐，你怎么给我下跪啊？是不是太想我了？谢真装作无辜，悄悄把手里的麻药枪藏了起来。嘿嘿，姐姐，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想我了。嘿嘿，我也好想姐姐。谢无双的手指被踩得疼痛无比，一张脸阴沉又憋屈。是啊，我想妹妹。众目睽睽之下，谢无双不能骂他，只能顺着他的话说下去。姐姐，你快起来吧，我要带大哥哥去吃糕点了。谢真又去找南宫印，两人一起进入将军府的大门。你还站着干什么？快扶起来啊！好一个谢真，竟敢害他！等着。将军府大厅，南宫印坐在主位上，别人没看到，他却是看得清楚。他又拿出了那碗在冷泉的武器，就连他在那种之下都撑不了多久，更别说谢无双了。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谢真身上的谜点太多了。若是那么厉害的武器到了军营里，那么大周的军队还会怕虎狼之师的北漠铁骑吗？真真，你和我来，我有话和你说。一出了大厅，方才还勉强带着笑容的谢夫人脸色陡然就阴沉。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来人，把他给本夫人绑起来。是，周围的家丁已经包围了过来。娘，你放心，今天娘会为你讨一个公道。就算她是王妃了，我还是她娘，照样教训她。你是我捧在手掌心养大的女儿，谁都不能欺负你。这些话听得谢真不由自主的要落泪，难过，心里很难过，但他知道那不是属于他的情绪。哼，拿开你们的脏手，敢绑我，我可是七王爷的王妃，你们不要狗命啊！这下人没想到他还会反抗，被踹倒在地，抱着肚子嗷嗷直叫。谢真，刚才是这个傻子在说话，他是听错了吗？谢夫人一脸的愕然，这和才回府的那个傻子完全不同，判若两人。以前的谢真只会傻笑流口水，怎么会这么精明锐利的眼神？妹妹，你终于露出了你的真面目，你装傻数次陷害我，你是这么恨我吗？
你居然装傻陷害你姐姐，你其心可诛！谢夫人很快就回神，但是谢无双的话成功的把她带歪了。我就是装傻陷害她，你想怎么样？谢夫人，你不是那么维护她吗？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到底是怎么欺负她的。心中的怒火在一波一波的燃烧，他很想为原主报仇。谢珍，既然这娘不稀罕你，你也不要她了，好不好？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把人给我绑了！是王妃又如何？本夫人只是教训自己的女儿，本夫人这个权利还是有的。谢夫人太心疼谢无双，这个时候又相信谢珍是在装傻，她真的以为谢无双被欺负了，所以已经被气昏了头。下人又去抓谢珍，谢珍可不是以前那个傻子，她灵活地绕到谢无双的身后。谢无双痛得仰头，一张脸都狰狞。偏偏这时候腿的麻药还没过去，软绵绵的。谢珍，畜生，你给我放手，放开你姐姐！谢夫人瞬间暴怒，回应谢夫人的是啪的一声。谢珍狠狠地给了谢无双一耳光。你都说我是畜生了，我要是不做一点畜生的事，哼，岂不是对不起你的称呼？啪，又是一巴掌打在了谢无双另外一边脸上。我即将就要成为太子的人，你敢打我？哼，你倒是提醒我了，你和太子做的好事。你说我要是划花了你这张脸，太子还有没有兴趣让你做他的侧妃？谢无双害死真正的谢珍，居然可以嫁给太子做侧妃。你敢？我怎么不敢？反正我也活不过3个月，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拖着你垫背有什么不可以？谢珍，你给我住手！你要是敢毁无双的脸，我就打断你的双手！亲，这是七娘说的话吗？她就算再没脑子，也不可能现在伤害谢无双，不过是吓唬他们的。她要为谢珍报仇，第一件事情就是拉谢无双下马。哎呀，我这个人呢，最怕别人吓唬了。谢无双痛得大声尖叫：“谢珍，我杀了你！”谢夫人一张脸都憋得铁青，望着受伤的谢无双是那么的心疼。谢珍看在眼里，内心某个地方酸涩不已。她摇头，逼退不该有的情绪。身体会有这样的反应，一定是原主残留的思想。她太想拥有一个娘了，她太想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可是谢家人给她的是什么？嫌弃她，冷待她，还纵容一个养女欺负她，把她送到了七王府去。放心，我也不打算把她怎么样。我今天只是要和你们做个了断。我谢珍割发代首，和你们谢家脱离关系。从此以后，桥归桥，路归路，我们再无关系。谢夫人，我不再是你的女儿，以后见到本王妃，还请不要忘记了君臣之礼，否则本王妃是不会念旧情的。谢夫人差点被这句话呕出血来。君臣之礼，一个她素来就看不上的傻子，怎么能有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怎么可能是谢珍？怎么可能是我的女儿？但谢珍确实是他的女儿。宝月阁的动静闹得太大了，闹到了大厅里去。谢将军听说谢珍不傻了，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南宫印却挑眉，照他看，这个女人拉着他回门，不过是要狐假虎威。大小姐，老夫人请您过去一见。这下人听说了谢珍已经不傻了，而且还成了王妃。以前看不起这个傻子，现在别提有多尊敬。老夫人，要说这谢家人都不是好东西，但老夫人却是例外的。老夫人是他的亲祖母，也是这谢家唯一对他好的一个存在。王爷，我去就回。他说完就走。南宫印坐在椅子上，神色淡淡。他答应他走了吗？这个女人倒是胆子大。你去跟着王妃。哦，属下这就去。清风自然是明白他的用意，
小混蛋呐，过来！老夫人，老夫人一巴掌拍在他的手上，这一巴掌力气很大，谢珍的手都被打红了。还叫老夫人？老身就当不起你的一声祖母吗？老夫人，我已经和……那些都不作数，你去传老身的命令，让大房来梧桐院跪着。若是不跪，老身就一纸休书送他回去。老夫人，您不是开玩笑的吧？你看老身像是开玩笑吗？尽管传话去。老夫人，你该不会要为他求情吧？老身看他真的是病得不轻，被一个蠢东西玩弄在手里。蠢？谢无双是要成为太子侧妃的，老夫人这么骂人，好吗？你觉得他不是蠢东西？在老夫人眼里，谢无双一个侧妃根本就不够看的，不过是狐媚东西而已。一个侧妃不过是妾，能上台面吗？而且谢家保卫边疆这么多年，手里的谢家军早就成了文帝的眼中钉、肉中刺。这群没眼力劲儿的东西，还一个劲儿的往皇族里凑，这不是把谢家往死里整吗？娘，您竟然要为了一个谢珍让我罚跪，还要休了我！我可是谢家主母啊！你掌管谢家，你却有眼无珠，你难道不该被罚？你今天若是不给老身跪下，那你就等着接休书。谢珍，你好黑的心肠，连你娘亲的状都要告。谢夫人扭头就把怒火发泄在了看戏的谢珍身上。你是我的女儿，你心思恶毒，谋害长姐，我教训你有什么不妥？你跑来老夫人这里颠倒是非，这是谁教你的？谢夫人一口气就把大锅背在了谢珍的身上，眼神恨不得把谢珍吃了。可明明谢珍是她身上掉下去的肉，这模样像是谢珍是她的仇人。你闭嘴！果然是个没脑子的，谢家在他的手里迟早是要败的。长姐，我们谢家长房只有谢珍一位嫡女，我看你是昏头了，被人哄得团团转。娘，您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无双虽然不是我亲生，但我也宠爱了这么多年，在我心里，她就是我的亲生女儿啊！你老夫人！老夫人这么一晕，顿时梧桐院里就乱作一团。此时她脑海里的芯片已经叮叮叮的叫个不停。芯片觉察到了老夫人的病情，所以会自动出药。但是现在这里这么多人，怎么能出药呢？那不是会成为一件很诡异的事情。谢夫人一把拽住她的手臂，将她扯出了门外，扬起手就要扇她一巴掌。你还敢躲？我为什么不躲？难不成要站着让你打？你当我蠢？放手！屋子里的老夫人危在旦夕，急需她的药。她不能和谢夫人耽搁时间，这可是一条人命啊！谢夫人怎么肯放手？我还真是小看你了啊！连装傻你都会，不仅在你祖母面前编排我，还害得你祖母被气得昏厥。老夫人是因为什么昏迷？你心里不明白吗？你现在马上放开我，让我进去看看老夫人，否则老夫人有什么三长两短，后果自负。太子到！一声高呼过后，院子里的人连忙跪了下去，只有谢珍一个人杵在那里。他才来古代，还不习惯这动不动就下跪的规矩。大胆！见到太子还不下跪行礼，该当何罪？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姐姐，你真是好大的胆子啊！就算你是王妃，你是殿下的皇嫂，你怎么能蔑视太子殿下呢？皇嫂，你怎么和南宫义那个丑八怪废物一样异想天开呢？你配吗？他可是你的兄长，太子殿下就是这么形容他的。兄长，
那不过就是一个废物，一个连鬼都害怕的丑八怪，有什么资格做本宫的兄长？还有你以为你不傻，嫁给了那个丑八怪，有他给你撑腰了，你就敢伤害双儿？谁给你的狗胆？这人嘴巴怎么就这么贱？虽然长得还不错，但是白瞎了那一张脸。此时此刻很同情南宫印了，为救皇后而毁容，如今皇后不待见，就连自己的亲弟弟也在外人面前肆意的辱骂。这就是皇家，这就是所谓的手足之情。太子殿下，我家王爷就算是毁容了，容貌丑陋又如何？在我心里他一点都不丑。再说了，他曾经战功赫赫，即便是现在也不是别人能够比拟的。哼，相反，有些人即便是没有毁容，但这些人的心里恶毒又丑陋，连至亲手足都容不下去，连畜生都不如。畜生？哼，太子殿下，你说是不是？谢真，你敢骂本宫？太子殿下，本王妃怎么敢骂你呢？本王妃只是在打个比喻而已。哎呀，为什么您要对号入座呢？哦，难不成太子殿下您觉得自己是那种畜生不如的人？谢真，你的嘴既然这么不会说话，那就别要了，给本宫长嘴，狠狠地打烂他的嘴。太子殿下，您这好没道理，本王妃没有指名道姓的骂您，倒是您三番四次辱我夫君，当我谢真是死的吗？太子要长我的嘴，好啊，那本王妃现在就入宫，去向父皇和母后说说理去。来人，把他给本宫捉住！你这么为那个废物出头，不信你看看，本宫今天让人打烂你的嘴巴，那个废物敢不敢为你出头？本宫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后悔。抓住他！拿开你们的爪子，敢碰本王妃！你要是怕了，你就大喊3声南宫印是丑八怪，是废物，再给本宫磕几个响头，本宫今天就放过你。不可能！拿下他，掌嘴，狠狠地掌，顺便再把那个废物请来看戏。本宫就是要打他的王妃，看他怎么样。说着，护卫就要抓住谢真，扬起手就要打他的脸。眼看着那一巴掌就要落在他脸上，一股强风劲道猛烈袭来，树叶像利刃，把护卫的手掌扎了个对穿。清风砍了他的手。护卫的惨叫声连天，抱着那一只流血的残臂鬼哭狼嚎。南宫印！南宫敏气的脸都变形了。又是这一瞬，又一片树叶带着强劲的风力射向南宫敏的脑门。南宫敏脸色大变，立马闪身躲避。好险，要不是那树叶和他擦肩而过，只怕已经钉穿了他的脑门了。谁要掌本王王妃的嘴啊？南宫印，你竟敢刺杀本宫，你好大的胆子！一时间手滑，让太子殿下受惊了。你别以为本宫不知道，你就是妒忌本宫。本宫这怎么不继续说了？南宫敏神色一惊，瞬间收敛了神色。他不该这么暴躁易怒的。这个废物反正也不受母后的宠爱，他差点就坏了母后的大事了。母后说了，一旦他登上帝位，这个废物就再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母后还是最疼他的，这个废物拿什么和他比？还不进去？谢真突然没反应过来，这人的态度怎么就和早上不一样了？进去看你祖母，她不是危在旦夕吗？我这就去。谢真拔腿就往里跑，才跑了几步，他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立在阳光下的南宫印，金色的光芒从树叶的缝隙间过滤到他的黑衣上，光影辗转流离，在他的身上跳动。那一瞬间，他突然觉得他身上有了温度，不是往日那个死气沉沉、阴冷暴虐的南宫印。你进去干什么？你又不会医术，你不要在里面添乱，让开！你要是想让祖母活着，你就让开。清风，把不相干的人都给本王丢出去。
谢夫人想反驳南宫印，嘴唇动了动，一个字都没能挤出来。南宫印就是京城里的一尊活阎罗，谁敢开口呢？王爷，说，我没有出来之前，请王爷不要让任何人进来。任何人？本王给你一盏茶的时间。现在他基本上可以肯定，这个谢真肯定不是原来的谢真，他是会医术的。他现在不要任何人进去，应该是要救老夫人。但为什么见不得人，不允许其他人在场？昏迷的老夫人死气沉沉地躺在床榻上，不妙，大大的不妙。谢真集中意念，控制脑海里的芯片。药啊，快点出来啊！他只是外科医生，并不能判断老夫人到底是得的什么病，只能根据芯片出库的药来给她治疗。几秒钟过后，药出现。从芯片给的药来看，他判断老夫人应该是心肺功能的问题，他才把药给老夫人注射了。门外又响起了谢将军焦急的声音：谢真，你给我出来，让大夫进去。谢真会什么医术，在里面耽搁这么久，不是要害死人吗？谢将军，一盏茶的时间还没有到，任何人都不能进去打扰王妃。王爷，你就那么相信他吗？他是在里面瞎折腾，他根本就不会医术，你让他继续在里面，那就是在草菅人命。本王站在这里，本王便是信他。话音落下的一瞬间，谢真也在这个时候从门里拉开了房门。孽障！要是你祖母因为你而耽搁了病情，你10条命也不够赔的，我必定要亲手打死你！他这么一拉一拽，谢真吃痛不已，整个人都觉得手臂像是要断掉了。本就头昏眼花，再被这么一甩，脚下一个趔趄，就那么撞上了冰冷的木门。他绝望地闭上眼睛，心想撞到门上一定很疼。然而在这天荒地乱里，他想象之中的疼痛没有来临。在慌乱之间，他落入了一个冰冷的怀抱里。他下意识地屏住呼吸，颤巍巍地睁开眼。他的心跳顿了一下，他怎么都没想到南宫印居然会出手拉住他，他之前可是差点杀了他的，现在怎么就变了呢？大夫，快里面请，看看老夫人。里面如何？没有性命之忧。谢真伸手按了按自己的胸口，心跳太快了，他该不是得病了吧？大夫，您不要一直不说话呀，您倒是说说老夫人怎么样了？看大夫一会儿叹气一会儿惊喜，心就狂跳不已。他担心老夫人的身体是有什么重症。谢真，老夫不会放过你。谢将军，老夫人的情况已经好转，之前的救急也缓解了一下，并没生命危险。哦，那就好。谢将军陡然松了一口气，没事就好。谢夫人倒是很遗憾，居然还死不了。不过大夫，您有话尽管直说。不知道刚才是哪位神医为老夫人及时诊治了，老朽想和他交流交流。神医？一听到大夫这么说，在场的人都瞪大了眼睛，纷纷看向了院子里的谢真。神医？刚才进去给老夫人看病的人可不就是他吗？怎么就是神医了？谢真可是一个傻子，就算现在不傻了，以前可是傻子。不过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谢真出身青山村那种山沟沟里，怎么会是神医呢？老朽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和那位神医交流一下医术。老夫人的救急，老朽只能施针缓解。不知道这位神医是用的什么办法，让病情快速的稳定下来的。大夫，您会不会是看错了？或许是老夫人身体底子好，所以这一次才化险为夷。谢夫人就是不想承认谢真的优秀。医术，谢真就是土包子。谢真要是太出色，那她的无双怎么办？岂不是会被谢真压了光芒？这不是他想看到的事儿，绝对不想。夫人，您说错了。这一次老夫人的病情，若是没有那位神医在老朽来之前救治，只怕老夫人已经凶多吉少了。这么严重？真孽障！难道真的会医术？
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这怎么可能呢？派人去接回谢珍的时候，这个人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傻子，怎么就会了医术呢？将军，那位神医在哪里？兴许老夫人的旧疾只有那位神医能够根治。这又是一个重磅炸弹，炸得谢将军魂飞魄散。根治？不瞒大夫您说，这是我，大夫，在您来之前被祖母诊治的人是我。这一下轮到那白胡子大夫吃惊了，竟然是你，这么年轻的一个女娃娃，这太不可思议了。的确是我。女娃娃，不知道你的医术是跟谁学习的？大夫，不是我不想说，而是我师父不许我在外说出他的名字，否则就会将我逐出师门。我不能说。谢珍给自己想了一个师傅，他要是有一个医术高超的师傅，那么他的傻病痊愈又会医术，这一切就不难解释了。那真的是太可惜了。师傅，这个女人怕不是胡诌的吧？燕一都把她过去的事情调查得清清楚楚了，怎么会不知道她有一个师傅？她根本就没师傅，又是在胡诌。看什么？他总觉得这男人把他看得透透的，但他不信他已经知道他的来历了。穿越这种事情谁会信呢？既然王妃医术超群，老朽也不便在王妃面前班门弄斧，将军日后都可以直接请王妃看诊。你也听到大夫说的话了？什么意思？这人对自己的女儿太冷淡了，不过他也不稀罕。你祖母的身体不好，既然大夫说了你可以医治，这段时间你每天过来给你祖母看病。不过你给我听清楚了，要是你祖母有任何的不测，这笔账我都会算到你的头上，听到没有？谢将军，你这是和本王妃说话的语气吗？你忘记了君臣之道吗？本王妃是君，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命令本王妃如何做事了？你这是和你父亲说话的态度吗？你别忘了，你身上还流着谢家的血，你以为你说脱离关系就脱离关系吗？哦，那夫人还记得一句话吗？在家从父，出嫁从夫。我现在已经出嫁了，我夫君是王爷，我也不是谢家的人了。夫人这么多的女则、女妾、女德，是不是都白看了？夫君，谢珍为了刺激一下他们，故意甜甜地冲南宫一笑。谢谢你宠爱我，今天一大早就送我回门。哎，忙到现在，肚子好饿啊，我们回家去。回家，一刹那，如钢铁般坚硬寒冷的内心被回家这两个字狠狠地撞了一下。皇族之人也有家吗？怎么可能呢？七王府不是他的家，不过是一座御赐牢笼。你确定你要回荒院？王爷，我这个人喜欢清静，清静一点好。本王看你是在躲着本王，是你想要躲远一点吧？哪能啊！我这么崇拜王爷，怎么会巴不得走得越远越好？您真的误会我了。那你就回去吧，再过几天是太后的寿宴，你作为本王的王妃，到时候你也会出席。我也去。他真的不想去皇宫了，上一次差点被皇后吓死了，谁知道这一次去宫里还会不会遇见什么事情？我可以不去吗？你觉得呢？他苦着一张脸，怕是不能不去的。谢珍才回到院子里，还没有来得及歇口气。瑶光夫人，那个传说中的王府里的唯一的一个女人，瑶光夫人第一个进府，却完好无事地活到了现在。他对这个女人倒是很好奇，只是这个时候来的女人，只怕是来者不善呢。她是什么来历？瑶光夫人是太上皇身边的大宫女。原来瑶光夫人在宫里是陪着南宫印一起长大的，所以十分的照顾南宫印。南宫印病重，是瑶光夫人自愿入府冲洗的，想必也是因为这份情谊，所以她才是府里活得最久的女人。王妃，妾身近来因为府中之事而耽搁了，今天才来拜见王妃，还请王妃不要怪罪妾身。他的话里带着愧疚和惶恐，但是眉宇之间却不见一丝的惧色。本王妃怎么会怪你呢？
不过你若是觉得王府事多忙不过来，本王妃可以告诉王爷另请高明。王府事再多，妾身也是愿意为王爷分忧的。言下之意，你一个王妃连主事的资格都没有。那不好。要是你因为王府操劳而累坏了身体，那王爷会心疼的。妾身多谢王妃娘娘关怀，妾身的身体还算康健，所以还能多为王府操劳几年，这也是妾身的福气。那你就多操劳几年吧，毕竟也不是人人都能享福的，有些人天生就是劳碌命。世人以为他听不出来吗？他一来便是夹枪带棒的。瑶光夫人的脸色很快一变，刚才还好好的，突然就身子一软，跪跌在地上。谢真懵逼，这就演上了。南宫燕又不在这里，你这么演给谁看呢？王妃，妾身不知道您在说什么。您若是觉得妾身不配，那妾身现在便去求王爷，让王爷休妾身出府。等等，你越说越过分了啊！我什么时候觉得你不配了？这不是你自己觉得吗？你既然心里真的这么觉得，那留在王府里也该是很为难你的。我和王爷都心善，不想让人做一些为难的事情。这样，我现在就让人去请南宫印过来，你呢可以好好和他说个清楚。你真的以为你能得他的心吗？王妃，实话告诉你们，我和王爷才是最亲密的。他就算娶了你做王妃，但是这一辈子都不会爱上你，充其量也就算是个替代品。晴晴，这话也太伤人了。不过他没有什么感觉，因为他并不喜欢南宫印，怎么会伤心呢？他和南宫印也根本就没有圆房，那不过是南宫印放出去的假消息。你真的这么觉得吗？瑶光夫人，你身为侍妾，你这么喜欢揣测王爷的心意，我到底是不是他？我的回答不准，不如我拉着你去王爷面前，亲自帮你问问。走，我们去问个清楚。你住手！放开我！走，你就不要废话了，问个清楚，你也睡得安心是不是？要把什么问清楚？你们这是干什么？没干什么，的确是没什么，只是瑶光夫人心中有疑惑，想要问王爷，但是她又不好意思当着王爷您的面说。你住口！在南宫印面前，一向温柔体贴的瑶光夫人大惊失色。住口！住什么口？南宫燕，他想问问你，我是不是在你心里连替代品都不如？不对，他想问问你，我是不是你的？我比不过他这个侍妾。众人听到这话，脸色都是一沉。这人岂止是医术非凡，就连嘴巴也是一等一的伶俐啊！他怎么就这么敢说？不要自己的面子了吗？王妃被一个妾室羞，那不是天大的羞辱吗？要是心理脆弱的人，指不定就一条白绫吊死自己了。敢，他太敢了。谢真还真的敢说，他倒是没觉得有什么好丢人的。南宫印移动了视线，看向大气都不敢出的瑶光夫人。你知道府里的规矩吗？瑶光夫人吓得双腿一软，她砰的一声跪在地上。王爷，妾身并没有这样说呀。王妃，妾身来拜见你，您为什么要羞辱妾身呢？这些话妾身说过吗？您为什么要诬陷妾身呢？如果王妃真的这么容不下妾身，妾身求王爷休了妾身吧，让妾身回到太上皇身边。妾身知道自己不配，能够留在王爷身边这么多年，妾身已经心满意足了。她哭得凄凄惨惨的，那张明艳的脸庞也失去了光芒。这活脱脱的，她就是一个苦主，而谢真成了恶霸。传本王的命令，王妃禁足半个月。你要禁足我？谢真差点气到脸变形。你有意见？我当然有意见。你要是这么不相信我，大可以派你的人去调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偏信一个人的一面之词？你以前在军营里的时候也是这么治兵御下的吗？闭嘴！瑶光是什么身份？你又是什么身份？你心里不清楚吗？禁足半个月是给你的惩罚。南宫印一锤定音，
他决定的事情就没有人可以改变。荒院里，南宫印和东方印都进了院子里坐着。南宫印这个识人不清的渣男，他还想喝茶？没有茶，只有白开水，爱喝不喝。素心硬着头皮把白开水端上去，生怕自家暴虐的主子会一巴掌拍碎桌子。南宫印却一反常态的很淡定，气定神闲的。王妃娘娘，在下是来向你讨教医术的。医术？这个风流骚包的男人原来也会医术吗？东方，素心称呼这个男人叫做东方先生，那他就是南宫燕的大夫了。哎，真的是不公平啊，长得比一个女人都还要美，造孽呀！王妃能让在下把脉吗？你既然是来向我讨教医术，那把我的脉做什么？我的身体好着呢。他并不会中医，自然也怕这个男人看出什么。王妃想必还不知道，你在交房店里服下的药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一定的损害。虽然目前没有什么问题，但王爷担心王妃。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王妃，你真的没有感受到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吗？当然没有不舒服了。怎么可能？皇后给他喝的汤药里放了美人面。给他把脉。我的身体有没有毛病，我比你们都清楚。不，你错了。你没听过一句话吗？医者不自医。他们为什么非要这么执着的给他把脉呢？是想探究出些什么？谢真的反抗是没有用的。南宫燕，你……他想骂人，万一弱点被看出来了怎么办呢？东方镜食指一动，一根银色的丝线横空飞出，轻轻地缠绕到了谢真的手腕上。谢真震惊，这就是传说中的悬丝诊脉。东方镜的医术高超，很快就收回了丝线。你把出什么了？谢真担心死了，生怕他们看出了什么。万一脑子里的芯片被悬丝诊脉诊出来了呢？那他不就是玩完了吗？王妃的身体很健康，不过就是有些虚弱，好生养着便是。就这些？谢真瞪大眼，害他白白担心了好久。你还想怎么？没事，我就是说健康好啊，健康真好啊。废话，他都换了一个魂魄了，还能不健康吗？王妃，敢问您上次解毒的药是您研制出来的药吗？你问这个干什么？他顿时紧张，怎么扯到芯片出库的药上面去了？不知道你有药方子吗？药方我是有的，但是那些药也不是我研制的，是我师傅研制的，是门之宝，不能给任何人看。东方先生想必也知道的吧？开什么玩笑，这是现代的药，要是没有现代的专业器材，怎么能够提炼这些东西？王妃，如果您能找到您的师傅呢？好了，东方，随本王先回去。我什么？你在这里好好的反省，半个月之内不得出院。王爷，您不必如此灰心，也许王妃是胡诌的，那些药她也能研制得出，只是掩人耳目罢了。那些药绝非凡品，谢真吃了连毒素都可以清得干干净净，偏偏谢真不给药方，还扯出了一个师傅来。他是不是掩人耳目又怎么样？他不给药，连药方也不告诉王爷，您的身体就……不必如此杞人忧天。关于解美人面的药方，本王会让他心甘情愿地拿出来。药方他有的是办法。谢真被禁足，但是老夫人却在病中，还需要他的药来治疗。小混蛋，过几天就是太后的寿宴，这府里都说你医术超群，你必须得让我站起来，我要走着进宫去给太后祝寿。祖母，你也要进宫？那是，哼，老身当年可就是跟着太后去征战。老夫人和太后乃是手帕之交，还有着战友情谊。祖母若相信我的医术，那我就可以做到。太后寿宴，你作为王妃也得出席。我去不了，南宫印禁足我了。所谓何事啊？谢真本是不想说的，心里实在是气得很，他就三言两语的说了和瑶光夫人的争执。这妮子居然敢欺负到我孙女头上了！
她当初在战场上，别人可是叫她女魔头的。哎，算了，他把南宫印当个宝和我争，我还不屑呢。而且我还巴不得不去宫里，那可不是人待的地方。哼，没出息！你是王妃，你怎么能不去呢？你现在代表的不是你一个人，而是谢家以及王府。你若是不去宫宴，去的人便是瑶光夫人。你岂不是告诉所有人，你这个王妃不受王爷待见？到时候是个人都会轻看你，你的处境啊，只会比现在更艰难呐。这孙女是个出色的，就是性子太率直了。不过想来装傻这么多年，只怕也不是简单的。太后的寿宴不能马虎，你想好送什么礼了吗？这不是南宫印该思考的问题吗？我可是一穷二白的。小混蛋呐，你要想在王府里站稳脚跟，把瑶光压下去，那你就得讨太后的欢心。在王府里，你便什么都不怕了。谢珍明白得很，她也不傻的。她现在暂时是回不去现代的，她还要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既然这样，那为什么不为自己找个靠山？南宫印！门一推开，她看到里面的光景就直接愣住了。一个男人布满疤痕的后背就那么映入她的眼帘。谢珍，你好大的胆子！她没戴面具，也没戴人皮面具，要是这个时候回头，她就会发现他的真面目。天还没黑，你怎么这么早就洗澡了？谁说一定要天黑才能洗澡？也是啊，你要是喜欢，什么时候都可以洗澡。你还不退出去？是要本王让清风把你丢出去？哎呀，我不是来偷看你洗澡的，我没那个癖好，我只是想要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我们现在这样可以好好的说话吗？我问完就走，不会耽误你泡澡的。谢珍，你这是在挑战本王的耐心。不是，我就是想问问你，太后的寿宴我要是出席，我该准备什么礼物？反正脸皮都那么厚了，要是走了，说不定他就得不到答案呢。你便是问这个？是啊，不然你以为我要干什么？他就是为了礼物的事情来的，因为礼物才会撞破他洗澡，让他动怒生气。现在不得到个答案就走，他才不甘心呢。你用不着准备礼物，瑶光会打点好一切。你不喜欢入宫，本王也不会逼你。你这个问题是大可不必的。现在立刻出去。这个消息就像是一道惊雷，把谢珍劈得脑海一片空白。居然他就让瑶光夫人去了。瑶光之前在他面前故意算计他，该不会就是为了等这一天吧？喂，你有没有问过我的意见？你让我去我就去，你说不去我就不去，我不是你的王妃啊。本王就是尊重你的意见。怎么，你还有意见？这男人翻脸比翻书还快，看样子他想入宫抱皇太后的大腿这条路是行不通了。他走后，清风才慌慌张张地跑进来。王爷，刚才王妃来过了。本王已经知道了，让你守个院子，你连一个女人都拦不住。本王看你是越活越回去了。王爷，属下知错了，以后一定会。去领柳叶鞭30鞭。清风心里直喊冤，他就是肚子不舒服去拉了一下而已，这个时候都没有人敢来王爷的院子的，怎么谢珍就闯进来了呢？谢珍果然是个克星啊。往常早膳已经摆在桌子上了，今天什么都没有。王妃，厨房的人说王爷下令不许给我们这里提供吃食，奴婢无能，没能领到早膳。这不关你的事，你快起来。虽然素心是南宫印派来监视他的人，但是素心这几天也算是尽职，他不会怪的。这个男人太小气了，他是什么地方惹到了他？不会就是因为看到他洗澡了，所以故意给他惩罚，不给他饭吃？古往今来，什么事情也比不上吃饭这事儿大呀。不就是不给吃食的吗？我就不相信了，我还能被饿死？谢珍照旧去给老夫人看了病，她本来想在老夫人那里蹭顿饭，
结果这老夫人压根就没有要请他吃饭的意思。你来的这么晚，想必已经是吃过早膳了吧？那我就不请你再吃了。于是那一桌子的早膳就被下人撤了下去。谢珍和素心在一边看得眼睛都直了，这不对劲儿啊，怎么和他预想中的不一样？不应该问他吃过了吗？他再说没吃，然后就有早饭吃了，怎么就撤了早饭了？这太让人生气了。谢珍饿着肚子给老夫人上了点滴，等了2个小时才输完液。走出将军府，已经是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哎，老夫人，您是没看到小姐饿得有多惨，您怎么就不留她吃饭呢？你是老糊涂了。王爷见他的族不给饭吃，他这么傲着算什么呀？他多饿几顿就得回去和王爷说好话了。这夫妻2个人呢，就是床头打架床尾和，我劝他干什么？他趁早回去找王爷才是对的。哦，感情老夫人您是为了撮合王爷和小姐啊？这丫头心气儿高，不屑一顾，是得逼她一把。在王府里啊，就得王爷给她撑腰，否则她一个人的路太难走了一些。谢珍也万万想不到，老夫人看见她饿肚子，是为了让她回去向南宫应求和的。她要是知道了，说不定会被气饱了。谢珍和素心都没银子，连口水都喝不到。她出了将军府，直奔药铺而去。在那里卖药，必须得是药铺呀。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王妃，您不是还在禁足里吗？现在不回去吗？回去干什么？回去饿肚子吗？你傻不傻啊？别这么多废话，等着。掌柜的，快点让大夫跟我去韩王府。怎么的？是王妃的情况不好了吗？这一次不是王妃，而是世子爷。哎呦，那可怎么办呀？往日去王府问诊的大夫，今日恰好出诊去了。他去了哪儿啊？世子爷的情况不能拖延，必须要现在过去。王爷说了，世子爷有什么3长2短，济世堂的人小心肩膀上的人头。是，草民知道的。快去请大夫。哎，掌柜的，方才那王府的人请大夫过去是干什么病啊？你这小姑娘打听这些干什么？韩王府的事情不是你能掺和的，不看病就速出去，不要耽搁我们济世堂做生意。掌柜的这样的态度在谢珍的掌握之中，他也不生气。掌柜的，济世堂是要做生意，而我也是来和济世堂做生意的。你这么急着赶我走，不怕错过这一笔生意吗？我的意思是，你若告诉我那世子爷是什么病，我想济世堂也不会错过这个好机会的，是吗？你能治病？你说说吧，是什么病？我应该能治。他的脑子里可是有着一张全能芯片呢，相当于现代的百度百科。现代的药户在脑海里，还有什么病是治不好的？不，除非是癌症什么的，那就真的只能等死了。哼，你撒谎也不打草稿的吗？连绝症都敢治，你可比我们济世堂几十岁的老大夫还敢说啊！别人做不到，不代表我就做不到。你告诉我世子爷是什么病，对你也没什么损失。相反，我的药方如果针对世子爷的病有所帮助，那么对济世堂不好吗？何必要一竿子打死呢？我想掌柜的也不能拒绝这样合作双赢的机会吧。好，我就告诉你，我倒是要看看你一个姑娘家有多少能耐。他笃定谢珍在吹牛。济世堂大夫都是行医几十年的大夫，他们都对世子爷的病束手无策，他难道还有办法了？世子爷所患的病乃是风疾，他和王妃所患的病相差无几。目前王妃已经半身不遂了，言语不清，王妃只能成天躺在床上。世子爷现在的情况要好一点，不过也日渐严重，经常剧烈头晕目眩，四肢颤抖，无法行走，更有甚者会突然昏厥，人事不知啊！风疾，他脑子里灵光一闪，他记得他看过一本书，风疾是一种很复杂的疾病，应该是具有遗传性的，否则世子爷不会这样。你们济世堂谁是管事的？我要和他面谈。
他提到风疾的时候，脑子里的芯片出现了缓解风疾的药名，只是还没有出库。你们带这位姑娘去楼上，文房四宝伺候，我派人去请燕一先生。这张药方燕一看完之后，嘴角都抽了几抽。主子，这是王妃写出来的药方，让她上来。什么？你没听懂？属下这就去请王妃。有人在吗？进来。他推开门走进去，男人背对着他，留给他一个背影。莫名的，谢珍觉得这个人的感觉怎么有点熟悉呢？见鬼了！要不是知道南宫印在王府里，他都差点以为这个人是南宫印。看够了吗？那个不好意思啊。这药方是你开的？是我开的。你想和季世堂谈什么生意？是你这个刺客！这不是那天在冷泉里的重伤男人吗？那个刺客，要杀他灭口的刺客。谢珍瞬间就笑不出来了，他的手一颤，甚至想溜之大吉。这个男人可是危险人物，他的点儿怎么那么背啊？这都能撞上刺客。你的记性不错。我不想我记性这么好的，我们能不能装作没有见过？没有见过？怎么能说没有见过呢？我分明记得我们还有什么账没算。哪里有什么账？没有，绝对没有的事。他居然这么记仇，他在冷泉不是也救了他吗？他现在还记着那一针麻药枪，这男人怎么都这么小气的？是吗？绝对是这样，所以我们没有见过。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走了？他已经不去想什么谈合作的事情，这个时候还是狗命要紧。走了？你不是要同我谈生意吗？就这么走了？我忽然觉得我不适合谈生意。他说完就准备回头离开。站住！你不会是要杀人灭口吧？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做知恩图报？我可是救过你的，你现在杀我灭口，那就是忘恩负义。忘恩负义不用我教你吧？谢珍看他丝毫不去，他又搬出靠山。你杀了我对你没好处，就算我再不济，我也是七王府的王妃啊，是南宫印的人。我要是真的死在你手里，你说你触怒了他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你吗？据我所知，南宫印才不会在乎一个女人的死活。谁说的？你又不是王府的人，你知道什么？说的好像你就是南宫印一样。突然他止住了声音，若有所思地看着他。看什么？南宫印要是没有毁容，说不定比你好看呢。以后他会被狠狠地打脸，这人就是南宫印本人，哪里还存在什么比他好看？给你一个机会，说出你的合作。谢珍终于放心了，原来他没打算杀人灭口，那可能刚才都是在吓唬他的。我可以为济世堂提供治愈各种疾病的新型药方。你的要求是什么？我的要求很简单，你们济世堂用这张药方所医治的病人给的诊疗费，我要和你们55分。55分？哼，你好大的口气啊！你就出一张药方，就想所有的收益55分？你当你是什么？我们济世堂又是什么？要不是她是自己的王妃，南宫印真的想把人丢出去。28？那不是把她当成劳动力压榨吗？28分不行，我最后的底线是46。37？ 46。37。除了我们济世堂，你的药方恐怕有些药材无人能找到。相信你也是看到了这一点，你才会选择来我们济世堂。若你还是不愿意，我可以带着你的药方回去了。好，我答应你。谢珍一咬牙答应了下来。他求的是长远的合作，和济世堂合作，以后的药方还有机会。你是不是带走了我的一样东西？什么东西？我怎么不知道？他今天出来的急，没带走那玉扳指，想来也是他的，除了他还会有谁？现在他才不会给他，留在手上就相当于留个把柄。你真的不知？真的不知道？还装？他带着他的玉扳指又想作什么妖？不等他说话，房间里突然响起了咕咕咕的声音。你……南宫印听到了这肚子叫的声音，眉头一皱。你听错了。他能不能再丢人一点？
肚子都叫到这里来了。不过是真的好饿啊。怎么，你肚子饿了？你没吃饭？谢真实在是饿得慌了，她也不装了，伸手就拿一块糕点往嘴里塞。没吃饭，饿死了。哎，你要是觉得我们合作达成了，你给我送点饭吃。你不是王府的王妃吗？怎么没饭吃？别提了，做王妃太惨了，连饭都吃不饱。我要是吃得饱饭，我就不会来这儿了。为了一个女人，南宫翊连饭都不让我吃饱。话音一落，他定在他脸上的眸光倏地变得复杂。他什么时候不让他吃饭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他可没下这样的命令。看来王府里有人的手伸得太长了。谢真和济世堂的合作达成，不过南宫翊没有贸然让他去为韩王府的人诊病。那风疾已是绝症，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他不会允许谢真去趟这趟浑水。啊，南宫宝好歹是你的堂哥，你就这么拿他试毒？什么叫做试毒？与其一天天的衰败下去，等着像王妃一样中风瘫痪，还不如搏着最后一把。王爷，你变了，你现在太相信谢真了，所以才敢去造这份药。不是相信，而是本王要求证。想要求证的最好办法，那就是去做。只有做了才知道到底有没有用，一直猜测又有何用？那我先下去督促他们制药了。去问一下厨房，最近是不是没给荒院送饭？清风的脚步顿住，王爷都管这种闲事儿了。是。他说他连饭都不让他吃，这个事情他得调查一下。不为别的，他没做这样的事情，总不能背锅吧？谢真，本王想到了你要送给太后的礼物，写字吧。太后今年60大寿，你便写60种字迹不同的寿字。谢真差点昏过去，他听到了什么？写字？他的字根本就拿不出手，这要是拿到太后面前去了，怕太后说不定都不用过寿了，今年就是终结了。南宫翊，我不会写字，你还要我写寿字去贺寿，这不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吗？你不会写字？你可是将军府的大小姐，不会写字？你当我骗你？哎呀，我真的没有骗你，我不会写字，我以前可是傻的。是啊，你以前是傻的。一个傻的怎么突然就不傻了，还医术绝佳？若是说他一直在装傻，那他既然聪明，怎么不会写字呢？这不是很矛盾的事情吗？谢真，你以前装傻，现在没必要藏拙了，所以你以为本王会相信你的话吗？你在青山村的家里有一兄长顾怀生，顾怀生可是十里八乡远近闻名的书生，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你有一个这样的哥哥，你告诉本王你不会写字，还是说你要告诉本王顾怀生莫非舍不得教你写字？我都说了，我以前是个傻子，我哥哥就是再厉害，也不可能教得会一个傻子写字啊。既然你一直吃傻，那你的医术是何时学会的？谢真的身子猛然僵住。不对，他怎么回答都不对，他的问话本身就是试探，他在怀疑他的身份。所以本王相信你一定会写字的，顾怀生的妹妹总不会差到哪里去。你若是真的不会，本王亲自教你写字。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丑八怪，你来宫里干什么？出宫去，赶紧给本王出宫去！你知不知道，你这么丑，在宫里会吓死人的。小胖子，你骂谁丑八怪？你是什么东西啊？你居然敢骂本王是小胖子！这里谁最胖谁就是小胖子，还需要问吗？你好大的胆子，你敢骂我，我现在就去找父皇，让他打你的板子。你去啊，只有没本事的人才会找大人告状。你不是自称本王吗？怎么，你说不过本王妃就去告状了？哼，那你可真的不如本王妃的夫君。那小胖子气得面红脖子粗，他吓唬不过谢真，就扭头又丢南宫翊石子。丑八怪，这是你媳妇儿，你媳妇儿和你一样可恶，你还敢来宫里，快滚出去！可见小胖子平日里是欺负惯了南宫翊的。小胖子，你还敢口出狂言？这是你六哥，
你不知道什么叫做尊重吗？啊！放手啊！你这个死女人，你快放开我！大胆，还不快放开石皇子！这么闹了好一会儿，石皇子的工人总算是找来了。一看这小祖宗居然被一个女人揪着耳朵，瞬间吓得魂飞魄散。石皇子，要我放过你也可以，你现在立刻去向你六哥道歉，听到没有？什么六哥？那分明就是一个丑八怪！疼！道歉！石皇子眼见挣脱不了，就开始大吼大哭。刺客！抓刺客！我告诉你，你今天要是不向你六哥道歉，就是天王老子来了都没用。话音一落，一直旁观的南宫翊也看了过来。他一向是不在乎这些闲言碎语的。丢石子，这个小胖子曾经还做过更过分的事情，他还不至于和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计较。那些话听多了也就习惯了，他已经麻木了。只是看着他那么认真的教训老石，那么的维护他，他的嘴角不自觉地勾起，眼里的笑意很淡。这个女人没那么讨厌。不知本宫的皇儿哪里做得不好，七王妃你要这样教训他。突然一道轻柔醉人的女声响起，母妃救我！七王妃，你这么伤害本宫的皇儿，你究竟是何居心？老七，你弟弟素日来都是调皮的，他若是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你身为哥哥多担待就是。你要是和他计较，岂不是连一个孩子都不如？贵妃娘娘，此话不妥。一，臣妇未曾伤害石皇子。二，贵妃娘娘也说了，王爷身为石皇子的皇兄，既然是手足，那么王爷身为哥哥，看到弟弟做错了，怎能不教导一二？哦，石皇子行为不妥，你是说本宫和皇上教导不善了？这话谢真不敢接，他要是说是，那就是打皇上的脸；他若说不是，那先前说的一切都要推翻。你回答本宫的话，是也不是？贵妃娘娘，您误会了，臣妇的意思是，父母爱之子，因为太过爱子，所以眼里只能看到孩子好的一面，却忽略了缺点。那你倒是告诉本宫，老师有什么错，有什么缺点，又轮到你来管束？不敬兄长，有辱皇族的威严。贵妃娘娘，您知道这有什么后果吗？石皇子如此放纵行为，会让人质疑贵妃娘娘和父皇对他的教育，会让天下人质疑皇族的威严。这就扯得有点远了，但说大了，石皇子一个人骄纵跋扈，辱骂兄弟，这也会让人觉得皇族教养不严，让世人笑话皇家连皇子都教不好。这个罪名是可大可小的。贵妃娘娘还觉得我们有错吗？如果贵妃娘娘觉得臣妇有错，不该维护皇族威严，那么就请贵妃娘娘惩罚臣妇吧，臣妇甘愿受罚。好，哼，七王妃好得很，一张巧嘴让本宫都无言以对。老七啊，你不经常入宫里来，本宫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娶了一个这么能说会道的王妃。是啊，本王也觉得她是本王的福气。你还不快走，你父皇已经等了你很久了，怎么这么贪玩？你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有些人想见你父皇还见不到呢。左贵妃这话故意说给南宫翊听的。南宫翊进宫几乎都见不到文帝，这个调皮捣蛋的石皇子却可以让文帝等他，可见真的是很疼爱幺子的。你得罪了他？得罪就得罪，难不成要任人揉捏摆布？我谢真可不是好欺负的。他们没欺负你，欺辱的是我。本王去交房殿了，你去长乐殿。或许是因为他是第一个站在他面前维护他的人，他才动了一丝怜悯的心。交房殿是龙潭虎穴，他也自己去闯。谢真想拦他都来不及。无双姐姐，这就是谢家真正的小姐吗？她和你可真的不一样，她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乡野村妇。本公主一想到她居然也是皇家的人，本公主就恶心得慌。哼，那个丑八怪的王妃根本就上不得台面。
说她乡野村妇，上不得台面。十一公主，你万万不要这样说。真真的确就是谢家真正的千金，她不是什么乡野村妇。真真，公主不是故意这样说的，你不要介意好吗？如果没别的事，我还要去向太后请安，今天就不陪着你演戏了。这个女人说话这么口无遮拦，原来是公主。她是倒什么霉了？才走了一个十皇子，就来了一个11公主。这些人怎么就这么看不惯南宫印呢？哎，真真，你生气了对不对？你放手。是姐姐不好，你不要生气好不好？姐姐知道你忙着请安，但娘也来宫里了，你是不是也要去见一下娘呢？姐姐相信你不是那种人，你一定不会因为成了王妃就不屑家里的人了，对不对？啊，无双姐姐，这个女人居然这么恶心！她这样的女人嫁到了皇家，就是对我们皇家的羞辱，和那个丑八怪一样。幸好是这样恶心的女人嫁给了那个人，而不是无双姐姐你，我才不会让这样的人玷污了皇祖母的宫殿。啊，公主，您听我解释，真真不是那样的人，她只是一时间鬼迷心窍了而已。这时，回廊边的树林里突然传来有人痛哭。谁？这树林里定然有古怪，不是他猜的，而是他脑海里的芯片已经继续叮叮叮的叫个不停了。芯片会警示，是因为现在这里有人有生命危险。滚出去！让你滚！叮叮叮，芯片又开始叫个不停，强行逼迫谢真接受信息救人。他可不想再次头疼，直接就接受了。他一旦接收了芯片里的信息，药品立刻出库成功。滚！不想死就吃下去！谢真大吼。这药芯片只会出库一次，要是吐出来，他就是大罗金仙也救不了他。要说这芯片哪里不好，这里就是 bug。凭什么药只能出库一次呀？药片不出15分钟就会发挥药效，你忍一下，忍过15分钟就好了。世子爷，您在哪里啊？狗东西，弄丢了世子爷，小心太后扒了你们的皮！你们还不快去找世子爷？他们在找你。你是世子爷？你怎么会在这里？你的药是什么药？这我可不能告诉你，这可是我吃饭的家伙。你说的没错，我是他们口中的世子爷，韩王世子。韩王？他还正在愁怎么见到他，让他相信自己的医术，居然就这么巧合的在这种情况下遇见了。你认识我？夫君同我说过你。七哥？是啊。哎，不过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里啊？没人照顾你吗？姬皇嫂，我有一个要求，你今天什么都没看到，对吗？他一说这话，谢真就明白了他。据他所知，韩王妃和世子得的都是风疾，韩王妃人到中年就已经半身不遂，而他还这么年轻，病情比韩王妃还要更重一些。他是韩王府的世子，是皇族的人，必定是不愿意别人看到他发病的模样，所以他才只能一个人躲在这没人的树林里吧。这皇家的人自尊心一个比一个强。我只是一个大夫，我该治病就治病，刚才我什么都没看到。为了感谢七皇嫂，我便指点七皇嫂一下。十一心性单纯，并不是有心冒犯皇嫂你的。谢大小姐心思敏锐，十一只是无心他人。她自小就便受皇祖母宠爱，从小被皇祖母养在身侧。她说什么，皇祖母便会信什么。皇嫂不必怪罪于她，小心谢大小姐便是。你放心，我知道该找谁算账。不过你怎么就知道要小心谢无双？你难道不觉得我就是谢无双口中的那种人吗？他躲在树丛里，全部都听到了。皇嫂不必试探我。他这哪里是试探了，分明是好奇嘛。不过十一公主受皇太后宠爱是真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十一公主在皇太后那边说了什么。谢真一进长乐殿就被问罪。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
你好大的胆子，让哀家等你一个人，该当何罪？孙媳知错，要哀家免掉你的罪也可。你告诉哀家，你去了何处？胆敢让哀家等你？这叫他怎么说？他不是故意来迟的，而是为了救人。但是他答应了南宫薄不能说出去，那么就是不能说的。请皇父母恕罪，孙媳的确来迟，但事出有因，绝非不敬皇父母。为什么因？谢真后背发寒，依旧道：皇父母，孙媳不能说。哼，不能说，那你就不怕哀家给你定一个大不敬之罪吗？孙媳怕。知道怕，你还不说？太后突然笑了起来。好了，你起来吧。谢真已经做好了受罚的准备，怎么？皇父母，您不罚他了？罚？他可是今天的大功臣，谁敢罚他，便是和哀家作对。11公主更傻眼了，谢真也惊得说不出话，这惊喜来的不要太突然。上来，让皇祖母好好看看你。谢真还以为自己在做梦，慢慢的起身，一步一步的走上去。他真的不是在做梦吧？就这么轻易的逃过一劫了？不错呀，心性坚毅，为人诚信，是个好孩子，就是太瘦了一些。来人呐，把哀家宫里的人参和雪莲送到七王府去。皇父母，那可是东岐的进贡之物啊！少见多怪，老七媳妇儿身体这么弱，该好好补补。孙媳不敢受。有什么不敢受？哀家都说了，你是大功臣，理应嘉奖。可是孙媳并没有。谢真糊里糊涂的，他什么时候立功了？11，你七皇嫂第一次进宫来，你带着你七皇嫂过去，好好的认认人。是，孙女儿遵命。还不快出来！一道修长的身影缓缓地从长乐殿的内间走出来，这人正是在小树林里离开的南宫薄。你这孩子，费尽心思的让哀家试探那小妮子一番，原来是为了帮她。皇祖母，孙儿只是觉得好姑娘不能被这些流言蜚语所害。这小妮子是不错，她真的救了你吗？以前也没听说过她会医术啊，怎么就突然如此了得了？千真万确。太后叹息，喜极而泣。七王妃，皇上宣诏。治理万机的文帝在这个点儿宣召他，谢真突然有股不祥的预感。你会医术？略懂皮毛。冲着医术来的。韩王府的风疾，你知道多少？引起风疾并不只是一种病，臣媳倒是听说过的。你有办法医治？这是送命题了，他怎么可能有办法医治？这又不是在现代。回朕的话，只能缓解。你起来吧。既然你能缓解风疾之症，便多去韩王府给世子和王妃看看。臣媳只能试试。试试？你在树林里不是已经救过世子了吗？谢真身体一僵，文帝什么都知道，怎么不回话啊？回父皇，臣媳。老七媳妇儿啊，你怎么会那么巧就在那里碰到世子了？这是怀疑他故意接近世子了吗？谢真心里直打鼓。父皇，臣媳真的只是碰巧走到那里的。是老七叫你这么回话的？父皇冤枉！怎么会是王爷教臣媳这么说话的呢？臣媳下到王府之后，你哭什么？有什么便说。父皇，实不相瞒，臣媳入门1个月了，和王爷还上了圆房。王爷他对臣媳厌恶无比，说宁愿死都不会碰臣媳。既然还未圆房，怎的又传出去你们圆房的事？朕可是听皇后说过，老七在交房殿为了保你，说你是他的人了。怎么
你还不从实招来？父皇，这更是无中生有了。在消防殿，王爷会那么说，是因为母后想要儿臣和王爷和离，将晨曦的姐姐赐给王爷。可是晨曦的姐姐，她早已经和太子殿下两情相悦了。王爷是何等清高的人，自然是不愿意干这种棒打鸳鸯的事情。在他的形容之下，文帝几乎不相信那个人是自己的儿子，那个冷酷无情的鬼王。太子这次做得过分了一些。不过，既然这姻缘已经错了，那便将错就错。都还是偏心，明知道太子不是个东西，抢南宫印的未婚妻，连个屁都不放一下。南宫印是捡来的吧？世子的病，你若是没有10成10的把握，便不要强出头了。若是太后问起来，想必你也知道怎么回答。文帝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不希望南宫宝好起来。谢真好不容易才离开了御书房，但回去清凉台的时候，已经错过了午膳的时间了。他早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就在他打算要不要去御膳房拿点吃的时，他和一个人撞了一个满怀。他径直撞入那个人的怀里。好什么？怎么是你？不是本王还能是谁？那你是来找我的？本王的确是来找你的，怕你这张嘴在宫里给本王惹祸上身。他话语刻薄而冰冷，谢真却觉得格外的真实。那我告诉你，我这张嘴巴现在饿了，你是不是要给我吃点东西啊？不然我会出去乱说话的。所有的女人都像你一样没脸没皮吗？还不跟上来？去哪里？堵某人的嘴。谢真冲他的背影扬了一下拳头，他的态度让人恼火，但他心里却有些暖意。这么冷酷无情的一个人，其实也是藏着一丝柔软的吧。你为什么要在父皇面前帮本王说话？为什么帮你说话？我现在不是你的王妃吗？他身为他的王妃，说是不帮他说话，那不是才有鬼了吗？这么一句简单而直白的回答，让南宫印的心微颤。你管好你自己，本王的事情和你无关。谢真差点没吐出一口血。你不要以为你有一点本事便能在宫里搅弄风雨，这宫里不是谢府。谢真更想吐血了，他压根儿就没想过，他也没那么大的胆子。南宫印，你还是把我的嘴堵上吧。南宫印带谢真到了一处僻静的宫殿里，上人给他端来了饭菜。谢真二话也不说，一扫而空。你是饿死鬼投胎吗？你就当我是。他满口都是吃的，十分的有胃口。现在看在好吃的份上，不和他计较。我吃饭你能别盯着我吗？这样影响我胃口。不能。大爷的！在谢真吃的正起劲儿时，他突然叫了他的名字。有事吗？多谢。好死不死的，米饭全都喷到了南宫印的面具上。你想干什么？我不是故意的。你好样的！谢真想撞墙，不对，刚刚南宫印说什么来着？你刚才对我说谢谢啦？没有，我明明听到了。你听错了。我没听错，你就是对我说谢谢啦。不用谢，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就差补上一句我们是好兄弟了。某人忍无可忍。谢真，闭嘴！啊！他看到他一脸的明媚笑容，到底是什么都没说。大胆！你这是送的什么东西？展开的这一幅字早已经变得凌乱不堪，墨水都化成了一团。谢真瞳孔一缩，脸上都是震惊。这不可能，怎么会这样？他的字被人毁了。老七，这便是你们七王府送的礼物。你们把你皇祖母的寿宴当成什么了？你们简直胆大包天，该当何罪？父皇，这是我……他想说自己的贺礼被人破坏了，谁料南宫印抢先开口：父皇，此事和王妃无关。朕当然知道和王妃无关了。你一向恣意嚣张，荒诞不羁，朕没想到你疯到在你皇祖母的寿宴乱来。南宫印也不说话，就那么静静地听着文帝数落自己。他也用不着为自己辩解什么，静静地听着便好了。朕看你……文帝怒气攻心，脸色发白。
皇上，这不是纪王府所准备的礼物。那礼物是什么？来人，把礼物呈上来。宫女恭敬地把画卷展开，这不是一幅字，而是一幅画，但也不是普通的画，而是一幅观音像。皇上，王府的下人不中用，装错了寿礼，是妾身办事不周，还请皇上恕罪。他低下头，嘴角微微扬起来，这一副观音像一定会为他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话都说到这个份上，文帝也不能再追究。老七，哀家看王府的下人的确是太不中用了，连这点小事情都办不好，寿礼都能装错。瑶光到底是宫女出身，管教不好下人，那就不要再管啦。王府的事宜还是交给王妃，哀家看王妃是否镇不住。瑶光不可思议地抬起头，眼中都是愕然。老七媳妇儿，你身为王府的主母，今日办事不周的王府下人，你回去定要好好的惩戒，否则王府的威严何在？天家的威严何在？孙媳遵命，一定不会辜负皇祖母的心愿，好好打理王府。哎，这就对了。太后的目光扫过观音像，眉目还是可见喜欢的。但是这送礼的人搞这样的一出，太后眼里最是容不得沙子的。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跪下！你说什么？还需要本王妃再重复一次吗？不知道妾身做错了什么，寿礼的事情绝非妾身所为。本王妃可没说寿礼是你破坏的。瑶光，你这是不是不打自招？瑶光又是一怔，居然中计了。寿礼即便不是你破坏的，但也是你的错。你掌管王府，连寿礼这样的小事都办不好，太后当众点出你的错，你手底下的人要重重的惩罚，你也要受罚。瑶光这个人心思缜密，的确是不会留下任何的破绽的，所以他也懒得找证据了，直接就用太后点出来的罪名惩罚他。王爷，你也是这样认为的吗？妾身这么些年管理王府，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妾身……他哽咽住了，一副悲痛的说不出话的样子。皇祖母的口谕便是一旨，这便是把权力推回了谢珍的手里。谢珍很难相信南宫翊会这么相信他，对方可是瑶光呀，南宫翊是不正常的吗？本王妃自然知道你有苦劳的，所以本王妃只是夺了你的管家之权，削减你半年的用度。瑶光这一身一身的料子，估计要花王府不少钱。南宫翊又没有在朝廷里当职，每年就靠一点王爷的微薄饷银过日子。瑶光这么大摇大摆的，花的可都是王府的血汗钱呢。她可是王妃啊，她都穷得吃不上饭了，瑶光可不能这样啊。他想着，王府的银子攥住了，以后他也能分点不是？好歹现在离婚还有抚养费呢。瑶光要是把王府的银子都败光了，他怎么办？似乎是知道他的用意，南宫翊向他看来，这女人为什么这么缺银子？谢珍被他看得心虚，转移了目光。他又没做亏心事儿，怕什么呢？谢珍现在是王妃，这惩罚瑶光虽然不甘心，但也只得领了。搞定了这一件事情，谢珍担心起另外一件事情了。文帝说要他和南宫翊培养夫妻感情，这是真的还是假的？第二天，宫里来了2道旨意，一道是太后赏赐的旨意，宫里的太监把雪莲和人参都送到了王府里来。第2道旨意是文帝的，让他迁入云霄院。他昨天晚上怕什么，今天就来什么了，真的搞不懂文帝为什么又要把他和南宫翊凑在一起呢？皇帝的圣旨，南宫翊都不能违背，就别说谢珍了。王爷，您没必要这么监视我。你哪只眼睛看到本王要监视你了？难道不是吗？我们无冤无仇的，我绝对不会做任何不利于你的事情。只要你相信我，说不定我能治好你。就凭你？你这是什么意思啊？看不起女人啊？不是本王看不起你，而是东方一族乃是100年一族，他们东方一族的医术传承了100年了，东方镜对本王的毒都只能遏制。你才多少岁？东方一族传承100年了？
东方静看着油腔滑调的，没想到是医术家族的后人。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你给我讲讲。当今天下，除却四国，便是四大家族。四大家族分别以家族绝技名扬天下，传承百年。东方世家、慕容世家、百里世家、司徒世家。东方一族已经说过了，以医术名震四方。慕容世家一举流觞惊天下，曲中定生死。百里世家剑术天下无敌，一剑天下破。司徒世家一副丹青引凤而来，一副丹青可以引来凤凰？这天下根本就没有凤凰，这怎么可能？这世上没有所谓的凤凰，那无非是人们心中的想象，对美好事物的寄托。当然，这既然是家族绝技，那必定是他们想让人们看到什么便看到什么，真真假假其实不重要的吧？你有这么高的觉悟？难道你觉得我是那种肤浅的女人？不过我要是有机会游历天下，倒是想去拜访一下司徒世家。一副丹青引凤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但谢真可以肯定的是，就算那引来的东西不是凤凰，但这丹青必定是出神入化的。你想去游历天下？她倒是和一般女人不一样，不过想来也是，她一身医术虽然有些蹊跷，但定然不是一般人。南宫印倒是想调查一下她的身份，但这种事情是急不来的。我以后拜托你了。不去游历天下，我是不是傻？你要摆脱谁？他的眸子渐渐地眯起来，不露声色的危险。你听错了，什么都没有。是吗？马车本来在街道上行驶的好好的，突然马车外面传来了骚动。快躲开，马惊了！他还没反应过来，腰肢就被人扣着，他便被揽到了一个人的怀里。谢真的身体一轻，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他已经揽着他从马车里飞了出去。谢真又是激动又是震惊，天哪，轻功啊！古代真的是有轻功啊，他还以为是假的。不要乱跑！人群里传来了尖锐的叫声，谢真看过去，才发现整个街道都混乱不堪。快跑啊！快躲开啊！踩死人了！南宫一反手顺势摘下谢真头上的发簪，食指一动，发簪刺入马的脖颈，疯狂的马儿因为痛苦而仰天嘶鸣，最后马径直倒在了地上。谢真看到那些受伤的人，他的脑海里的芯片又开始叮叮叮的叫。谢真，我没事，我就是突然头有点疼，你不用担心我。谢真缓了一会儿，他也不管自己的发簪已经散了，披头散发就往受伤的人群里冲去。芯片存在于他脑海里的目的就是让他救人，他接收了芯片的命令，头也就不那么疼了。南宫印没有打扰他，只是目光一直追随着他。他注意到了他香囊里拿出来的药丸，很奇怪，那药丸是一板一板的，和这大周朝的药都不一样。他那么小的香囊里能装下这么多的药，这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属下参见齐王爷。行什么礼？去帮王妃的忙。原来这个人是齐王妃啊！齐王妃真是好人，是大罗金仙呐！哎呀，求齐王妃救命啊！哎呀！官差这么一说，现场的伤者纷纷向谢真求救了。他们是平民百姓，从来没有见过哪位皇室的王妃会灰头土脸地蹲在地上救人。谢真这个时候可没有心情听他们在说什么，一门心思地继续治疗伤者。谢真和其他的大夫合作，紧急治疗完了所有的伤者之后，已经是大中午了。谢真累得满头都是大汗，精疲力尽地跌坐在屋檐下，他毫无形象。这个时候，有百姓给他端来了一碗水，谢真想也没想，接过来就一饮而尽。他累瘫在地上，手指都不想动一下了。他闭着眼睛准备休息一会儿，有人走来了，他也不知。谢真，起来。怎么了？还有人受伤了吗？没有。那你叫我干什么？看他又睡过去了，南宫印没有继续喊他，直接就把人抱了起来。他似乎觉得有什么不一样了，但他也没有睁开眼睛，只是在他怀里找了个舒服的姿势，他继续睡过去。清风看得差点连马鞭都拿不稳了。
这真是稀罕呢，简直太稀罕了。他家王爷居然还抱着王妃，他还以为王爷要把王妃丢在大街上呢。按照南宫翊以前的性格，他也不是做不出来啊。王爷，还请您让王妃和下官一起去一趟皇宫里。王妃累了。王爷，下官没有别的意思。王妃今天参与了救治，如果不是王妃救治了这么多的伤者，只怕下官需要王妃和下官一起面圣。尹大人的耳朵是听不懂本王的话吗？本王已经说过了，王妃累了，她需要休息。至于面圣，那是你的事情，本王怎么不知道本王的王妃什么时候属于京兆府的人了？想拿捏谢真，先问问他南宫翊答不答应。王爷，清风，你还不走？是。清风一个利落的翻身，便上了马车。这里的事情他不想参与，谢真也不能参与。不管谢真做了什么，哪怕是好事，都会联想到他的身上。你们继续处理这里的事情，本官前去宫里面圣。只有去宫里请了文帝的圣旨，他才敢去那里的府里拿人。今日这匹疯马的来头不小，而且疯马的主人也不是好惹的。这匹马的主人名唤许世光，当今的皇亲国戚，乃是太师府的小公子，仗着许家的势力以及一个皇后姑姑，那在京城是横行无道。比起人人害怕的鬼王的南宫翊，许世光才不是个人。南宫翊就是知道这疯马的主人是谁，所以才不让谢真来掺和。左丞相身为文官之首，洋洋洒洒的一篇许氏罪状，让文帝为之震惊。更让文帝震惊的是，朝中有人为谢真请封，因为谢真以一人之力在现场救治了那么多的伤员，如果不是谢真，受伤的人会更多，到时候许世光的罪就更重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除了这些赏赐之外，七王妃你还想要什么？朕都可以奖赏你。回父皇，臣媳受之有愧，臣媳身为医者，做的不过是一个大夫该做的事情，所以臣媳不要任何赏赐，只求能为父皇分忧。你有这个心很好，但该赏的还是要赏。不过说来，你和老齐不是感情不睦吗？怎么会破天荒的一起出府去呢？这便是怀疑他们了。回禀父皇，臣媳回去之后痛定思痛，决心要和王爷修复关系。毕竟父皇您都下了圣旨了，让我们夫妻培养感情，我们怎么能不遵圣旨呢？是啊，朕看到你们夫妻同心了，心里的担忧也就少了。文帝纵然有些怀疑，但也不能说什么了，毕竟他是下了圣旨，让两人吃住都一块儿了。文帝失策了呀。老七，你也许久未曾入宫了，你以前可是最爱和父皇下棋的。来，今天啊，正好父皇有这个兴致，我们父子两个来对弈几局。你对左丞相写的许氏罪状有什么看法？你若是朕，你应该怎么做？父皇，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件事情并不难，就连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那么一个许家的小公子，这个问题是不是就迎刃而解了？因为许家根深叶茂，现在是许家如日中天的时候，要想让许家崩塌，就得从内里一点点的腐朽。既然说到了这里，那世光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查，朕倒要看看这其中之罪是否是真，你说如何？文帝还不忘记假惺惺地问一句南宫翊的意思，这哪里是问他，分明就是已经下了决定，现在不过是通知他一下而已。既然是父皇的意思，那么儿臣遵命便是。南宫翊知道推脱不掉，也没打算拒绝。明面上是查案，另外一层意思是要他站队，到底是要许家还是站在皇家这一边。这样的试探对他没有任何的意思，因为他没想过偏帮任何一个人。所以呢，处处试探的父皇，这又算什么父亲呢？你父皇是不是让你去查案？是又如何？这是你和本宫说话的态度吗？那母后希望儿臣用什么态度说话？好，本宫不和你计较这些。你父皇把这案子给了你，正好，你是许家的一份子，你也该知道，
世光是许家的唯一血脉，你一定也不想看着你的表弟失去性命吧？母后，你错了。南宫印是南宫印，是大周朝的七王爷，而不是许家的人。既然没有关系，那许世光是生是死，和本王又有什么关系？母后，你说是不是呢？只要你答应毁灭证据，维护世光，许家可以承认你，本宫也可以承认你。南宫印笑得更大声了，像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不必，本王不需要任何人的承认，儿臣还有案子要查，先告退了。南宫印，你给本宫站住！我是你母后，你敢不听我的话？你连你的毒都不管了吗？再过几天你的蛊毒又该发作了，你不想要缓解的药吗？不需要，曾经不曾求你，以后也不会求你。孽畜，你这个孽畜！孽畜，既然都骂他孽畜了，那他就要做一些孽畜该做的事情。谢真一听说他从交房殿里来，他立刻就紧张地窜到他面前。做什么？干什么？皇后可不是好惹的，我是担心你受伤，万一你受伤了怎么办？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娇软，就那么划过他耳边。他心里那些所有关于许皇后的阴暗情绪都一扫而空。他对上他清澈明亮的眼睛，胸口犹如遭受到了重重的一击。他不止第一次告诉他，他在担心他。你管好你自己。又是这样一句冷冰冰的话，谢真都习惯了，所以他一点都没泄气。你这人知道什么叫做关心吗？对于每个要关心你的人，你都是这样的态度吗？不需要，收起你的怜悯，不要以为自己真的就是观音菩萨了。谢真无奈至极，他哪只眼睛看到他怜悯他了？皇室里的人是不是自尊心都很严重，都这么的要强呢？掌柜的，本王记得你们这里有东海国的红玉，把你们这里最贵的红玉簪拿上来。王爷，您稍等，草民这就去拿。南宫夜，你有那么多银子吗？你疯了？本王不喜欠人东西，折损你一只银簪，还你一只红玉簪。谢真无奈的很，能不能直接给钱呢？土豪的世界，他真的是一点都不懂啊。王爷，您真有眼光，这一只红玉簪是最近才从东海国来的好货，它和一般的红玉簪不同，其玉里还带着幽香。就这个吧，过来。做什么？他心下不解，走到了他的面前。下一瞬，南宫印陡然起身，手臂一伸，指尖穿过他的发髻间。你要干什么？坐好。他亲自为他梳头发。南宫印居然给他梳头发，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你紧张什么？谢真的脸已经很红了，他故作镇静。你能不能快一点？在现代的时候，还从未有男人给他梳过头发，谁叫他就是一只万年单身狗呢？他好无奈啊。闭嘴。谢真不说话了，给钱的是大爷，他就不配开口说话。很快，南宫印就为他挽好了头发。还不错，去王府结账吧。他连价格都没问，便丢下这句话。多少银子？掌柜的笑眯眯地竖起3根手指。3000两黄金。3000两，不是白银，而是黄金。天哪！谢真心想，他现在接管了王府，南宫印的库房里根本就没有这么多黄金的，把整个王府卖了都不够吧。哎呀，南宫夜，我不要了！哎呀，太贵了！你把你卖了也不值这么多钱啊！你是想让王府的人都因为这只红玉簪去喝西北风吗？当他看到他停下脚步，他才下意识的要站定身子，免得撞了上去。谁料冲击力太大了，他一时间没有刹住。谢谢啊，我还不放手？放！他连忙松开他，浑身的血液都不住地往头顶冲去，直到耳根子都红透了。既是给你的，那就是给你的。本王说过了，不喜欢欠人人情。谢真欲哭无泪，这是这么用的吗？什么人这么嚣张，居然把这花草据为己有？曼陀罗花可是含着剧毒的，谁没事把所有的花都挖回去种植？那个人得罪不起，我们还是等等吧。这怎么可以？就算他能等得起，南宫宝能等得起吗？你告诉我，
在京城里拥有曼陀罗花的人是谁？是太师府，我们这种百姓怎么得罪得起啊？太师府？这不是皇后的母族吗？不仅是皇后的母族，还是南宫燕的外祖一族。这许家人收购走所有的曼陀罗花是要做什么呢？谢珍趁着给他检查身体的时候，询问起了许家的事儿。许家收购了所有的曼陀罗花，这事老身是知道的。那就没办法了吗？没人管吗？这对京城的药铺太不公平了。管？谁管？你把许家的人想得太简单了。你以为许家如何权势滔天？不仅是因为皇后、太师，那是因为许家还有一位奇女子，未来的准太子妃许韶光。她虽然是女子之身，但是却是大周朝的女富商，京城里的大部分生意被她垄断。宫里也不是不知道，但许韶光半年交到宫里的赋税，是朝廷3年的赋税呀。怪不得没人管跋扈的许家，连皇室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文帝不动许家，他也就想得通了。现在的太子居然有一位这么厉害的准太子妃。不对，许家的人物个个厉害，那文帝还把许世光的案子推给南宫燕，这不是摆着要南宫燕去得罪人吗？你是在担心你家王爷了？担心南宫燕？他自然是担心的。要是南宫燕倒台了，他怎么办？老夫人，不好了！何事如此惊慌？世子爷派人请王妃去给韩王妃看病。马车在哪里？速速带我去。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走！你疯了？这可是你的儿子。你走！我不想看到你。母妃，我会走的。你好好喝药好吗？谢珍很厉害的，她的医术很好，我让她来就是因为相信她可以做到。韩王妃的身躯抽动了几下，谢珍看在眼里，心里真的很难受的。文帝让他不能治，可韩王妃和南宫薄这深受病痛折磨的模样是那么的可怜，他真的于心不忍。但他能和皇权作对吗？他其实也不知道能不能治，芯片给的药都只是一些缓解的药。谢珍，我和母妃都很相信你。南宫薄看向他，眼底带着一丝恳切。你一定要尽力救我的母妃。世子爷，如果有办法我会救的，但是王妃的具体情况我还要多检查一下才能下结论。而且我希望……他欲言又止，希望南宫薄不要抱太多的希望。已经瘫痪的人在现代医学上都是没有救好的可能的。谢珍，你一定能做到的，对不对？他的眼神里有了光芒，看上去是那么的炙热，他都不敢这么相信自己。南宫薄居然这么武断的相信他，他内心一时间酸楚不已。我可以全力一试。母妃，你听到了吗？韩王妃已经安静下来了，想必是他的镇定剂起了作用。世子爷，我们出去说吧。我希望你不要抱太大的希望，我只能说我全力一试。或许我的有些药对你们是有用的，但是你们也应该明白。我明白，你方才在母妃面前应承下来，是为了宽慰母妃的心。你难道不失落吗？病人最怕的就是消极的情绪。现在的韩王妃就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对大夫失去了信心，对自己的病也绝望了。可是南宫薄和韩王妃不一样，他眼底没有欢喜悲哀，仿佛好与不好都不过如此。我自然也是想好起来的，但如果好不起来，我也接受。总之，最坏的情况也不过就是像我母妃那样，瘫痪在床上，什么也做不了，哪里也去不了，只能日渐消亡。从他小时候被查出有这种病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最坏的结果就是变成一个废人。好，你有心理准备就好。你放心，我既然答应了你，就一定会全力以赴。
主子，青菜对付不了这些人。本王已经警告过他，韩王府的事不该他管。这王爷，你真的不想管王妃的死活？严姨吃惊，这要是不想管，他还跑来干什么？不是应该回王府去吗？这是他不听话的代价。你还不让开？我们不想对你动手。休想！你找死！这一次，死士没有再客气，一波箭雨又攻向星财和谢真。王妃小姐！就是这千钧一发之际，一枚青铜所做的莲叶像漫天飞雨一般落下来。想要谁的命？是不是许家派你来的？他逼问。然而这死士来时就被喂毒药了，并没有回答他，心一横便咬断了舌头自尽了。谢真看不见他的脸，在这模模糊糊的时候，只能闻到十分浓重的血腥气。你是谁？谢真，本王允许你救人了吗？南宫印，南宫印来救他了，他不用死了。是本王，以后还听本王的话吗？说了有些事情不是你能管的，你不听，这便是教训，这便是下诏。南宫印嘴上说着训斥他的话，冷冰冰的，但是谢真这个时候也不和他计较了。话是恶毒了一点，但好歹他还是救了他。还能走吗？我要是不能走了。你伤的是胳膊，不是腿。他的言下之意便是怎么就不能走了？谢真本来还想再说什么，南宫印目光一沉，一个翻身就将他打横抱了起来，是最温暖浪漫的公主抱，心跳在那一瞬间仿佛要跳出嗓子眼儿。他真的以为南宫印要让他自己走呢。南宫印抱着他飞身而起，奔向密林之外。谢真丝毫都不敢动，什么都不敢说，静静地抱着他的脖子。夜风很冷，他的伤口那里尖锐的疼痛愈演愈烈，他全身都麻木了，但是贴着他胸膛的脸庞却是温暖的。这可是剧毒！那发黑的伤口居然在慢慢的溃烂，而且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本王要他活着，你听到了吗？这毒我只能试试，快带他去冷泉，丢进去。谢真已经昏迷，被丢进去的时候，他居然还被刺骨的泉水惊醒过来。好冷啊！谢真浸泡在冰泉里，无数次想要从水里爬起来，南宫印就把人按了进去。要想活，就给本王待着。这许家也太狠了，下的毒居然是天下制毒毒箭陀。毒箭陀是以曼陀罗花的毒素提炼出来的，这种毒要想研制出来也是十分的困难。他没想到许家这些年收购的曼陀罗花，原来是为了研制这一味毒药。毒箭陀是已经失传的毒药，传说无解。许家到底是从哪里找的能人异士，连这种失传已久的毒都能制出来？本王要听的不是这些，你只需要记住你必须救活他就够了。东方静眉头紧蹙，这毒传说1天就可以要人尸骨无存，刚才你也看到了，许家能够研制出毒药，必定也有解药。若是要我研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只怕他等不到。这些不是本王想听的理由，本王只告诉你，本王要他活着。我说南宫，你什么时候在乎一个女人的死活了？许家派人给他下毒，你应该比我更清楚许家的目的，要么你看着他死，要么你去和许家做交易。的确是这样的，今晚的一场刺杀就是许家为谢真安排的，其目的自然是为了取谢真的命。你以为本王会为了一个女人轻易走进许家的陷阱里吗？那王爷就只能看着他死了。我是没那么大的本事，在1天之内研制出解药的。他是医者，不是神仙，他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你全力一试。话落，南宫印便走出冷泉。你真的不管他的死活吗？许家就是等着你去自投罗网。许家休想拿解药来威胁本王，这一次
许家本王是动定了。这毒箭头的毒并不好解，如果南宫印不救你，你的命我是保不住了。他中的毒很强，芯片给了一些缓解的药，但他意念无法集中，召唤不出来。他难道就要这样死了吗？不，突然之间，他柔弱的身体里爆发出了强烈的求生欲望。他要活着，他必须赶紧集中意念。这时候也顾不得其他人会看到这些药，他要做的是活下去。如果他不自己救自己，他就真的只能等死了。他强忍着痛楚，继续集中意念。岸边出现第一味药，一支真药，那是解毒剂。紧接着第二味药出现，第二味药不是药，而是纱布、消毒水、手术刀。他强撑着最后的一口气，从水里站起身来，踉跄着走向岸边。他咬牙死扛着，颤抖着伸出左手去拿针筒给自己注射。一支解毒剂很快就注射完了。他还想给自己刮骨去毒，至少得把胳膊上的腐肉挖掉，但他真的没有多余的力气了。他觉得很痛，眼前模糊的景物突然就变黑了。王妃娘娘，王妃娘娘！素心的喊叫声惊动了冷泉外的侍卫，他们纷纷以为谢真是毒发了，无可救药了。有人去通知南宫印，让他来收尸。不过南宫印这个时候却是不在府里的，他们只能去请东方镜，看看谢真是不是死透了。东方镜心中一阵诧异，不应该呀，这毒不是得要1天1夜吗？这才多久？一盏茶的功夫都没有吧？东方镜来到冷泉之后，见他吐血，连忙过去把脉，只是手才刚放上去，刚刚一会儿，他震惊无比。这怎么可能？这不可能的，刚才还脉若悬丝，现在脉象居然奇迹般的好转起来了。东方镜难以置信，在谢真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谢真的医术到底有多出神入化，居然可以为自己缓解毒素？是的，可这怎么可能呢？谢真中了毒，刚才在冷泉里都是昏迷的，他居然有那么大的本事。清风，你快去请李家王爷回来，快点！看东方镜都变了脸色，他的呼吸一沉，该不是王妃不行了吧？哦，我马上就去。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此次回来，怎么不把你的王妃带上啊？太师故意提到谢真，南宫印漆黑的眸子里射出冰冷的寒光。谢真的毒不就是这老匹夫让人下的？不就是为了逼他入局吗？他有那么一丝不希望谢真死，不只是因为谢真有用，而是因为我本来就是担心你啊。是的，谢真那个女人担心他，是那么的直白。你若是敢交出你手里的证据，让吾儿受到任何的伤害。太师，本王看你是人老了，怎么反而还异想天开了？你以为本王来这里就是要同你交换谢真的解药吗？本王今日也告诉你，不管你要对谢真做什么，本王都不可能用许世光的命换她的命。一个女人而已，在本王眼里算得了什么？本王不会保她，但她若真的死了，那么本王也保证许世光会付出惨重的代价。许世光跋扈嚣张，让这许家的势力胡作非为，恶贯满盈，他害死了那么多人，他也该死。这便是本王的来意。太师，你失策了。哼，南宫印，世光也是你的表弟，你身为许家的外孙，你就这么希望许家绝后吗？你忤逆不孝，老夫绝不会放过你。你要是聪明，你就知道你该做什么选择。太师，多余的话本王就不说了，本王的意思便在这里了。本王绝对不后悔今天的选择。他也不是非救谢真不可，但如果能够让这老匹夫交出解药的话，他还是会尝试一下的。毕竟他还需要谢真的医术。但如果老匹夫要求过甚，竟是让无恶不作的许世光平安归来，那是不可能的。许世光就算不死，也要脱一层皮，否则何以安慰那些枉死的百姓的在天之灵？南宫印，老夫最后的让步便是你毁灭你手里的证据，让世光平安归来。老夫会同你的母后商量，扶持你作为新的太子。你告诉老夫，
你是要无儿的命，还是要这个太子的位置？老夫便不相信你不要谢真的命，你连太子的位置都不要。这天底下又有谁不想做太子呢？做皇帝呢？太子之位，太师你真的舍得？你和如今的太子都是许家的血脉，扶持你们任何一个人做太子，对许家来说都没有区别。怎么没有区别呢？许家想要的太子，不过是一个毫无头脑和城府的昏庸之人，只有那样的人才容易被太师你掌控。本王和南宫明可不同，太师你要的不过是一个傀儡太子，而你认为本王会心甘情愿做那个傀儡吗？听你号令。此话一出，许太师和南宫颖之间的气氛顿时便剑拔弩张起来。许太师没有先前那种轻蔑的目光看他，神色里渐渐有了慎重之色。你知道为什么你不能做太子吗？银儿，你太聪明了，你的存在绝对是许家的绊脚石。你这么睿智英武，你不甘于做一个傀儡，这便是你最大的错误。是了，许家要的只是好掌控的太子，而不是心如深渊、有着鸿鹄大志的明君。否则，许家如何挟天子令诸侯呢？南宫翊如果不是太聪明，多智近妖，那么他一定是最好的太子。所以呢，太师你觉得你给的选择成立吗？哪怕是本王动了贪念，放过了许世光，太师你也会撕毁我们的合约，绝不可能扶持本王做太子。这一点，本王比太师你更清楚。好，你既然执意如此，那你便回去吧，给你的王妃收尸。王爷，不好了，你快回去看看王妃，她……清风是一路施展轻功而来的，就怕谢真见不到南宫印的最后一面。南宫印手握锦重拳，许太师听了清风的呼唤声，大笑不止。你的王妃情况似乎比你想象之中的更严重，不过也没关系，因儿你是多么狠心的人呢，怎么会在乎区区一个女人呢？许太师倒是不急了，现在该着急的人是南宫印。走。南宫印挥袖而去。谢真，谢真白着脸躺在床上，东方静被吓了一跳，差点把针扎歪了。南宫印，你干什么？不是说他不好了吗？他所理解的不好了吗？便是谢真要死了。谁告诉你他不行了？东方先生，这不是你说的吗？哼，我可没这么说。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你不是说不在乎他的死活吗？你这么关心做什么？本王自然在乎他的死活，他若死，本王的骨不是没救了，本王是为了自己。你就继续死不承认吧。他以前可从来没有见过南宫印为谁着急，连他自己蛊毒发作，他都咬牙隐忍，毫不慌乱。他今天着急了，南宫印就是在自己骗自己。等着吧，他的毒并没有解，但是他已经没有了生命危险。此话什么意思？你这个王妃可是个奇人，在中了剧毒的情况下，她还能为自己解毒，也不知道她用了什么药，让她体内的毒性减少了大部分，所以她才没有了生命危险。她体内还剩下了一点余毒，用针引出来便好了。她自己解了毒？还是在昏迷的状况里，南宫印松了一口气，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谢真。他没事便好。我比你更惊讶，他到底是什么人？这种不可能的事情在他身上都能发生，纯粹就是阎王爷不想要他的命。过早，你继续给他施针引毒，要什么药材，王府里尽管取。南宫印，你在乎他的死活呀？你的话太多了。在乎？他什么时候会在乎一个女人的死活？他把心里那一丝沉重理解成他还有用，所以他不想失去一颗有用的棋子。宫印只放出了这一句，便离开了云霄院。不过谢真遇刺的消息却不胫而走，到处传开了。因为谢真的身份特殊，这一次遇刺，文帝也派人送来了补品，还派了宫里的太医给谢真治病。作为国母的皇后，自然也不可能不做任何的表示，也派人来慰问了她。
一时之间，皇宫到七王府的人络绎不绝，往日最冷清的七王府突然就变得很热闹。来慰问他的人很多，自然也有打听情况的，但谁是真的希望他好起来，谁只是来看笑话的，王府的人心里明白。珍珍，你放心，祖母一定不会让你无辜受伤，谁敢伤你，就是和谢家作对。祖母会让你父亲好好去调查一番，叫老身查出来了，老身一定不放过他。老夫人这话也是对着南宫印说的，她也大概可以猜到是谁对谢珍下手的。谢珍中毒都是因为南宫印，但是南宫印并不想和许家交换解药，这分明就是要看着他的孙女去死。老夫人，这一次是本王没有保护好谢珍。他这算是认错了，给老夫人一个交代。事实上，他贵为王爷，大可以不必这么做的，但是他很羡慕谢珍，谢珍至少还有这么关心他的老夫人。祖母，我想喝点水。你呀！老夫人恨铁不成钢，她何曾不知道谢珍是在转移话题，转移话题又是为了谁呢？自然是南宫印。她这个孙女该不会真的对南宫印动心了吧？那就不好了。喝水。本王来。众人都愣了一下，谢珍也惊住了，是南宫印吗？居然要喂他喝水。南宫印手扶着他的肩膀，一手接过谢满院的茶杯，茶杯递到他干裂起壳的唇边。谢珍艰难地抿了一口。老夫人很是识物地招呼众人出去，把这个空间留给他们夫妻2个人。众人都退了出去。谢珍挣扎着脱离南宫印的怀抱。别动。王爷，多谢你喂我喝水，但现在已经不必了。你在生气？生气本王没有选择救你吗？王爷说笑了，我怎么会和王爷您生气呢？换做任何一个人都会做出和王爷您一样的选择，王爷您也不需要愧疚，毕竟我们只是合作的关系而已。我侥幸活了下来，王爷放心，我们的合作依旧有效。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如果真的解了王爷你的毒，还望王爷给我自由。你要本王休了你？南宫印的声音再次低沉了几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不是你休了我，而是和离。你还要和本王和离？就因为这一次本王没有救你？谢珍气不打一处来，他凭什么这么理所当然地觉得他还在闹脾气？他知不知道，如果他不救他，他又没办法救自己的话，他立刻就会成为一具尸体。凭什么他一点歉意都没有？不是，我怎么敢和王爷你生气呢？我的命算什么？当然比不过王爷你的计划。我对于王爷而言，我们不过是各取所需，所以王爷你还是快放开我吧，我可以自己喝水。南宫印非但没有松开他，反而扣紧了一些。王爷，奴婢来伺候王妃喝药吧。不必，本王亲自喂他。谁要你喂药了？我自己喝就是。你可是王爷，我不敢高攀你，还请王爷记得我们的合作关系，不要超出界限。谢珍不顾手臂钻心一样的刺疼，憋着一口气推开他。王妃，我的天哪！起来，你是打算一直不起来了吗？你受伤太重，这里除了本王，素心可把你抱不起来。我自己爬。谢珍，你不要挑战本王的耐心，本王已经向你保证过了，下一次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感恩王爷的保证有几分可信，如果再有下次，说不定王爷你也依旧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许家人刺杀他，给他下毒，是为了对付他。他可怜地做了他们之间博弈的棋子。你不信？南宫印的耐心快要被耗尽了。这一次他知道是自己失礼，但他最终不是没事吗？其实他也并不会像告诉东方镜的那样放任他生死不管。如若不然，他去许家做什么？我觉得你这一次的行为根本没办法说信任2个字。南宫印看在眼里，陡然弯下腰，手指轻点了他的穴道。他当时就说不出来1个字了。
就只能瞪大眼睛怒视着他。怪不得本王，谁叫你太聒噪了。谢真想要破口大骂，然而穴道被点了。南宫印见他一脸的怒火，他唇边带着隐隐的笑意。你放心，这一次你受的伤不会白受的，本王会让血之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谢真被点了穴道，全身僵硬的不能动弹。喝药。他把药碗端过来，谢真死死闭着嘴巴，就是不张开。你不喝药，本王便不解开你的穴道。你这王八蛋，你太混蛋了！你在骂本王？这男人居然看得出来。那你便不要解开穴道了，喝药吧。谢真要是可以说话，都想要跳起来骂他一顿了，就是无法说话。他死死地瞪着他。你是不是真的不自己喝药？你是要本王对你来硬的吗？他居然想用嘴喂药，无耻、卑鄙、下流！谢真也怕这人真的用嘴喂药，他张开嘴巴。早些如此听话，不是便好了？谢真想揍他一顿，听你二大爷的话，也不知道是谁开的中药，苦死人了。他的五脏六腑都要被苦味折磨得翻江倒海的一般。南宫印顺手拿过一边的粽子糖，塞他的嘴里。谢真含住了粽子糖，才好过了那么一点。苏心，你照顾好王妃。大魔头啊，你忘记给我点穴了，解穴呀，死人呐！南宫印对他的暗示视而不见，反而还笑道：你伤的不是胳膊吗？怎么眼睛也伤到了吗？要让东方来给你看看眼睛吗？谢真牙齿都咬得咯咯作响，哼，该死的臭男人！南宫印就那么堂而皇之的走了，他一直都没有解开他的穴道，只是走到门口，他说了一句话：半个时辰后自然就会解开，你好好休息，晚上本王再来看你。谁要你来看我？谁稀罕你看我？你倒是把穴道给我解开呀！王妃，你冷静一点，穴道会解开的。其实你也不要怪王爷，王爷还是担心王妃的。王爷抱您回来的时候，知道您中毒了，还给东方先生下了死命令，让他一定要救你。王爷还为了您去……谢真闭上眼睛，不想理素心。这丫头就知道为南宫印这个可恶的男人说话。南宫印担心他，倒是舍得他去送死。素心见他不想听，只能无奈的闭嘴。他们还真的没见过王爷紧张一个人，为什么王妃就是不相信呢？前厅里，南宫印让人招待老夫人一行人，他临时有事先行离开。谁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瑶光出现了。王爷您放心，王妃娘娘一定会平安无事的，您不用太过担心了。你以为你很懂本王的心意？妾身不敢。不敢？本王看你狗胆包天，既然这么了解本王，那你还来云霄院做什么？知道谢真是本王的人，那就给本王离他远点。王爷，妾身……本王喜欢听话的女人，对于不听话的女人，你应该知道那是什么样的下场。凭什么？凭什么谢真可以有这么多人的爱护？这王妃的位置本来就是她的。王妃，王爷这么惦记你的身体，真是看不出来，王爷什么时候这么看重你了？是吗？这个看重你要不要？我知道你是在羞辱我。谢真心道，他可是什么都没说呀。行了，你也不用伺候我了。你要想见南宫烨，你大可以直接去找他，犯不着拿伺候我当幌子。竟叫你看出来了。谢真心想，果然是这样，记着接近他，靠近南宫印。我要是你，喜欢他就去追，藏着掖着干什么？大胆的追，总比你玩弄这些阴谋诡计好。你以为南宫印是什么人？他从小在宫里长大，他看不出你这些小心机吗？是了，这就是瑶光的小心思。他也没想到谢真会直接戳破。瑶光脸上瞬间无光，有种被戳破的心虚感。你以为你喜欢的男人别人都喜欢吗？你不喜欢王爷？他是香饽饽吗？每个人都要喜欢他。他身上怕是镀了金子，我脑子被驴踢了才会喜欢他。全天下的男人死光了，我都不会喜欢他。谢真一口气说完。谢真，你给本王再说一次。这男人怎么走路都没有声音的？他看到南宫印，竟然不知道该做出什么表情才好。瑶光幸灾乐祸，柔柔的道：王爷，
既然王妃没有，闭嘴，你出去。瑶光的脸色一白，笑容就那么僵在脸上。虽说南宫烨的语气不算很差，但是瑶光却是接受不了的。他还想借此挑拨一下他们的关系。王爷那么英明神武的男人，听到谢珍说看不上他，贬低他，他必然会动怒。如今叫他出去，也是因为发怒了吗？是不是马上就要惩罚谢珍了呢？你刚才说了什么？谁脑子被驴踢了？这个女人居然敢这么背地里说他。是我脑子被驴踢了。那又是谁说全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不是，你听错了，我说的是全天下的男人在我眼里也比不过王爷你一个人。是吗？本王怎么没看出来？本王在你心里这么好呢？东方，进来。王妃，花肉有点痛，你忍着点儿。你说什么？花肉？是啊，你的伤口那里的肉都腐烂了，必须要刮掉，否则毒素就无法彻底的清除。能不能等一会儿？好歹让他弄一支麻药，把自己给迷倒了再说呀，他怕疼。等什么？有什么好等的？东方这是为了救你的命。我不。东方，动手吧。南宫烨，你又点我的穴道。骂吧，除非你想让我把你的哑穴也点了。你好卑鄙！这是为你好。我看你是想害我。东方静也不啰嗦，谢珍这个情况必须要尽快处理，否则谢珍的手臂就别想要了。时间一点点的流逝，在东方静下第二刀的时候，你要是觉得疼，他把手腕伸到谢珍的唇边。你干什么？若是觉得疼，便咬本王的手。谢珍这个时候都想不了那么多了，他只知道咬着他的手的确是会好过一点。谢珍，他应当是很疼的。这一次的事情是他理亏，是他对不起他。他现在咬得越狠，咬得越深，他心中的愧疚才不会那么深。好了，你没什么大碍了。王妃娘娘，这毒可是天下制毒之一，就连制药的药方都失传了那么多年，解药更是不可曾有。你是怎么在几个时辰之内就为自己配出解药的呢？独门秘方，不能外传。独门秘方？那你师傅……好了，你可以出去了。我就是问问他怎么解毒的，你犯不着赶我走吧？他需要休息。好，我这就走。我知道你口是心非，明明心疼人家，却不敢说出来。滚！我是人，可是不会滚的，我只会从这里走出去。他笑得很欠扁，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房间。谢珍气得又咳嗽了起来。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还不走？走？这里是本王的云霄院啊，你打算让本王去什么地方休息？是啊，他住的可是他的地方，他还要让人家走。你倒是说说，本王该去什么地方休息？我想瑶光夫人的听雨阁是很欢迎王爷你的。听雨阁？你这么巴巴的赶本王去瑶光的听雨阁？你故意提他，你莫不是生气了？你在吃醋吗？你说我吃醋？难道你没有吃醋？我没有。他什么时候吃醋了？他哪只眼睛看到他吃醋了？既然没有，那你赶本王走做什么？我只是觉得我现在有伤在身，我的睡相也十分不好，到时候被我踹到床底下就不好了。无妨，本王睡眠浅，并不会被你踹下来。可是这床太小了，睡不下。哦，原来你在乎的是这个问题，是床小了呀？你想到哪里去了？本王并没有想，而是你在想。本王知道你说这床小。南宫烨，我没有那么想，是你在那么想，你不要污蔑我。好，是本王在那么想。放心，本王明日便让人送一架大床过来，一定会满足王妃。南宫烨，他握拳，眼睛瞪得和铜铃一样大。这该死的狗男人，是不是要气死人？至于吗？时候不早了，你好生休息吧。本王先走了，得空再来看你。谢珍听说他要走，顿时就放心了。走，快走吧，免得把他心脏病给气出来了。许家的事情，本王言出必行，必定会给你一个交代。3天之后，本王让人拿下许时光的一只手臂，那只手臂就作为给你的补偿，如何？
我知道了，你快走吧。你不满意？我没有不满意，随便你怎么做。他以为他还在生气，是想要许时光的一条命。哎呀，你不知道要尊重别人吗？本王知道这次是委屈你了，但目前许家不好动，要他一只手臂比杀了他更让他痛苦。好，我知道了，你是不是可以放开我了？这一次我们算两清了，你回去包扎你的伤口吧。南宫印蓦然听到，神色也跟着怔住，缓了一会儿，他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什么。本王的伤没事，不过是咬伤而已，在他眼里根本就不算。好吧，他都这么说了，他还能说什么？那就他自己扛着吧。许世光残害百姓，证据确凿，贬为庶民，将他流放到沙城去做苦役，修建边防。皇后知道你的蛊毒，竟是让你去护送许世光。京城到沙城，一来一回都要半个月。南宫印的蛊虫就是这2天发作了。许皇后是真的要把南宫印往绝路上逼呀！半个月没有冷泉寒气的压制，南宫印若是蛊毒发作了，那不是任人宰割了吗？把你的药丸给本王备好。你想好了，吃药不仅会压制蛊毒，也会压制你的内力。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但这一次不一样，你是要离开半个月，皇后应当知道什么，否则不会特意去求圣旨，让你去护送。说不定这就是许家准备对付你了。好一个一箭双雕之计！派他去护送，一是想在路上对付他，趁他病要他命；二便是许世光如果在路上出了什么事儿，许家便会给他安上一个不利的罪名，似乎真的是危险重重呢。本王一走至少半月才归。王府里你务必要护好谢珍，解毒的事情传了出去，许家同样不会放过的。你放心，我会做到我的承诺。谢珍，就是因为你，王爷才会对付许世光。现在许家彻底被王爷得罪了，边关路途遥远，他不会对王爷下手的。因为我，黑女还在南宫印身边伺候了这么多年，看来你是真的一点都不了解南宫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以为就算没有我，他会甘心被许家压制吗？还是你以为只要他继续窝囊下去，许家就会饶过他？你是不是在做梦？你闭嘴！分明就是因为你，你现在还想推卸责任？我推卸责任？瑶光，你别忘了你是什么身份，本王妃又是什么身份？你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训斥本王妃？哼，是啊，您是王妃，高高在上的王妃，您最好是祈祷您一直坐在这个位置上。素仙，快进来。王妃，奴婢端药去了，您还有什么吩咐吗？王爷呢？王爷在书房里和自己对弈。他还有这个兴趣爱好？这都什么时候了，南宫印还能定下心来自己和自己下棋？这份心性啊，他谢珍还真的是佩服不已。王妃是要见王爷吗？奴婢去请王爷。你别，我自己去见他。他和他现在是合作关系，他这一路凶险无比，他要是死在路上，他也得任人鱼肉。南宫印，你不说话，我进来了啊！话音才落，屋子里传来什么东西倒地的声音。谢珍心中一颤，下意识的就推开门，一进去就看到书桌边的一滩鲜血。南宫印，少南宫印那个窝囊废，你还敢来王府？这个男人不是别人，是没戴面具的南宫印。这张脸便是他本来的脸，冰冷俊美，宛若一座冰山，精雕细琢出来的，那么贵不可言。我怎么不敢来王府？南宫印拦不住我，是我的手下败将，你又能怎么样？南宫印呢？你把他怎么样了？真是个没眼光的女人，你可别告诉我你担心那个丑八怪，那不过是一个废物。你若再侮辱他，那便不是一巴掌这么简单。这个女人居然打了他一巴掌，谁叫你侮辱南宫印的？他对你不好吧？这次差点害死你，看你中毒也不救你，你这么为他说话，图什么？关你什么事？你来王府干什么？来看什么？当然是来伤南宫印的。也来的不巧，居然被他给逃了。你跟着他那个窝囊废是没有什么前程的，你不如跟我走，他能给你的我也能，他不能给你的我还是能给你。入了我济世堂，做了我的人，你想练什么药方都有。大好年华何必搭在一个病鬼身上呢？你以为你和他比起来，你有多好吗？你说什么？
我还比不过一个病鬼。你当然比不过他，在我眼里，他就是哪里都不好，但哪里都比你好。这个男人白瞎了一张俊美的脸庞，就是一个风流鬼，他才不屑这种男人。南宫印是不好，但可比这个采花贼靠谱的多呀。我警告你，不许伤害南宫印。那个病鬼还真是艳福不浅啊。好，看在你这么维护他的份上，这一次我先饶过那个病鬼。谢真没找到南宫印，以为他是受伤了，便折返出去找人。王爷，您这么玩下去，王妃迟早会知道的。知道又如何？不过，你说他是不是眼睛有问题啊？什么问题？他竟然说本王很好，竟然为了本王打人，在外人面前那么的维护本王，他就一点儿都不怕死吗？王爷，如果您真的担心王妃的安全，那不如就带王妃一起去边关。本王什么时候说担心他了？谢真找过去的时候，南宫印正捂着胸口，难受的坐在走廊下。南宫印，你是不是受伤了？他站在他的面前，眼里都是急切之色。南宫印差点演不下去，他没有受伤，那一滩血不过是蛊虫发作的原因而已。你怎么来了？你先别说话，你是不是遇刺了？无事，一不小心被那贼人伤了。我就知道是那个人，总有一天我要抓住他，好好的折磨他。你是不是要去边关？哦，明日便出发。你能带我一起去吗？带你一起去？你疯了？谢真可不能告诉他自己想跟他一起去，是因为脑海里的芯片在他受伤的时候可以救他。不能，本王不能带你去，边关路途遥远。他的意思很直白了，带上你就等同于是一个累赘，是个拖油瓶，只要长了脑子都不会带来麻烦。行，你不带我去便算了。哼，他是想救他的，他不愿意，他还凑上去干什么？他闲得慌。王爷，宫里传来了皇后的旨意，您离府之后，王妃立即入宫为皇后。你说什么？许皇后不是身体好好的吗？是，宫里的太监还没走，还等着王妃出去接旨。我不要入宫去。皇后那么恨我。我呸！错了，皇后那么恨南宫印，处处为难南宫印。南宫印去边关押送许世光，就是许皇后的主意。如果南宫印敢在路上对许世光做什么，在宫里的他，那就是一个字：惨。即使母后下旨，你是躲不过去的。啊，那我只能入宫。谢真生无可恋，要是许皇后对他动手怎么办？南宫印深深地望着他，在宫里能够护住你的人，只有长乐殿。他的父皇是不会为了一个可有可无的王妃而去得罪许家的。皇祖母最疼爱南宫宝，你若是去宫里有什么事，本王鞭长莫及。但是皇祖母会保护一切对南宫宝有用的人。谢真可以缓解风急，只要拿捏得当，太后是不会袖手旁观的。哦，那我明白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城门口，许世光被关押在囚车上。你害我儿，许家的人是不会放过你的，你这个祸害！这位是许大夫人吧？许家的教养便是如此吗？说起来，许家小公子能犯下这样不可饶恕的罪行，这不是我们王爷要害他，而是他自作孽不可活。我们王爷不过是替天行道。许大夫人，您当初要是把小公子教好了，也不至于有今天的灾祸。你把什么都怪到我们王爷头上，你当我们王爷好欺负吗？你想要为他出头，你还是先顾好你自己吧。哼，本夫人看你已经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这暗指的是皇后携他入宫这件事情。不提还好，一提起来，谢真心中也满是火气。受够了吗，爱妃？谢真的身躯一颤，难以置信地看向他。什么？他叫他爱妃？他是不是吃错药了？有什么好争辩的？下次碰到这么不会说话的人，拿你精心制作的毒药把人毒哑就是。我们王府的人做事一向不喜欢拖拖拉拉，明白吗？哑巴便不会说话，也不需要学人说话，你说是不是？南宫印轻飘飘的几句话，就让许大夫人偃旗息鼓了。不必送了，回去了。记住本王昨日告诉你的话。谢真心中莫名的一暖，她点头应下。你放心，我都会记住的。
他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一旦有问题，在宫里无法自保了，便去长乐殿寻求太后的庇护。南宫夜，你还有事？你那个路上小心。本王知道了。谢真无奈，这男人就是这个狗态度吗？是不是太冷漠了一点？他一时间不知道还要不要说什么，所以有些发愣。他在雨中没走，他自然也没有策马离开，等了好久。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没了。他蓦然回神，心口一阵发紧。既然没有，那你为何还不走？我这就走。雨水继续下着，从树叶间隙之间坠下来。南宫印不再看他，策马直行。他的身影在漫天雨幕里缓缓消失。南宫夜，你要平安回来。当南宫印押送许时光离开之后，他有些不习惯了。亲王府好像一夕之间就空了下来，就连东方镜也不知道去哪里了。消防殿，谢真一进去就双膝下跪给许皇后请安。退下吧。谢真听到这话都很震惊，许皇后就这么放过他了？然而当秦姑让他端着一盆水在后院里练习站姿的时候，谢真只觉得自己是想多了。世珍，你知道本宫为什么要召你入宫？为什么？这一切都是因为本宫的好儿子，他若对你没什么心思，本宫还懒得动你。他如今翅膀硬了，敢忤逆本宫，你要怪就怪他吧，谁叫他在乎你的死活呢？南宫印在乎我？这皇后怎么也和素心一样，眼睛都出了问题了呢？他若是真的不在乎你，对你不上心，他怎么会去太师府要解药？他去太师府要解药了？是啊，为了要解药，连太子之位都不屑一顾呢。他不敢相信许皇后说的是真的吗？南宫印他也并没有那么狠心，是不是？他也曾想过救他，而不是直接就舍弃了他。所以你是骗不过我的，本宫是动不了你，但折磨人的办法，这交房殿多的是。今日你就给本宫在这里好好的站着。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样算计他？为什么你要这样对待你的孩子？他不是你的儿子吗？许皇后的身影在雨中停顿了片刻，但她没有回头，也没有回答谢真的话。谢真第二天发了高热，因为昨天淋了太久的雨，芯片自动出库了退烧药。她可不指望皇后找太医给她看病，她自己吃了药。本来以为皇后应该会停歇几天，秦姑又来吩咐她：姬王妃，皇后娘娘让您抄写佛经10遍，3天之后奴才来取。昨天让他举盆，今天让他抄佛经，而且这佛经还这么厚，还要不要人活了？许皇后这一招真的是狠，外人还挑不出错来。吃了饭便强打起精神，坐在书案后开始抄写佛经。他高估了自己的意志力，退烧药本就有嗜睡的作用，还没写几个字呢，他又昏昏沉沉地趴在书桌上睡了过去。谢真睡得太死，就连有人从窗户那儿翻身而进，他都没有丝毫察觉。在宫里被欺负成这样了，你还睡得着？如果谢真此时醒着，一定被吓得不轻。眼前站在他身边的人，可不就是那个昨天离开京城的南宫印吗？他并没有离开京城，离开京城的是他的手下燕一。哎呀，你倒是睡得香啊！又是你！他是不是阴魂不散？这人到底有什么通天的本领？去王府也就算了，这可是皇宫呀，他怎么也能这么轻易的进来呢？我出现在这里，你见到我，你不开心吗？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连宫里你都能进来？你可别乱说，我见到你一点都不开心。别说的他们好像有什么关系似的。滚出去！你再不滚……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要喊人便喊进来，我便坐在这里。你不如喊得大声一点，把交房殿外所有的宫人都喊进来，也好让他们看看七王妃如何和一个男人私相授受的。他气得咬牙，算我怕了你了，你到底想要怎么样？找你是有一事相商。哼，没想到你也有事情要求我。上次你在王府里医治我，用的是什么药？冷泉的药我拿不出来，但是我可以救你。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我救你，作为交换的条件，我要南宫印活着回来。这一刹那，
南宫印差点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你说什么？他那么对你，你还要我救他？你难道不应该希望他死了吗？他不知道自己是用什么声音说出来这些话的，只知道这一刻他带给他的感觉是从未有过的陌生。谁告诉你我恨不得他死了？他有些时候是很讨厌，但是我并不希望他死。我觉得他很好，真的很好。在这个权谋遍布的封建王朝里，南宫印已经算是一个不错的人了。他之前也算是身不由己，但很多时候还是护过他的。接着，这是什么东西？有了那么久的水盆，这是缓解手臂酸痛的。皇后还等着你抄写佛经，你自求多福吧。你是来给我送药的？我还得靠你医治我，自然得护着你一点。你放心，南宫印不会死，他会活着回来。这几个字相当于是给谢珍吃了一剂定心丸。七王妃，11公主请您去藏书阁一见。你说谁？11公主？那个刁蛮公主请她去藏书阁。刁蛮公主又想做什么？是你。冒犯七皇嫂了，是我以11妹的名义让皇嫂过来一见的。打开看看，这些都是……这是皇嫂所抄写的那一本佛经，我已经悉数抄写出来，皇嫂可以放心的拿去交给皇后娘娘。你抄了多久？不久，1天1夜而已。1天1夜？你不睡觉的吗？皇嫂冒着生命危险救我和母亲，抄写佛经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感谢你了，但是这佛经我不能交给皇后。如果她发现是你帮我抄的，说不定到时候就不是为难我一个人了，连你也要受到连累。好，这是宫里最好的伤药，可以缓解手臂酸痛的。你抄经书之后可以用一些。谢珍一看，这怎么莫名的眼熟？怎么了？你说这药膏是宫中最好的伤药？是。那这药膏什么人会有呢？这个不太好说。这药膏虽是宫中的，但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皇祖母、皇上、皇后，有身份地位的人几乎都有。他真的是白高兴了。他本来以为自己可以探到一点那个人的身份线索，现在看来这条路根本就行不通。唯一可以断定的是那个人和宫里的人有着一些关系。怎么了？没什么，我就是随便问问。哎，你能帮我想办法弄到曼陀罗花吗？你是说你可以制造出这种药？只要你给我曼陀罗花，我就能制作出来。这件事情我会解决。你可许家……他不免想到了文帝的警告，文帝可是警告过他，不希望他治好韩王府的人。你不必管了，这事我会解决。哦，好。你对这藏书阁很熟悉吗？你想做什么？我想找一些医药宝典回去看看。虽然他学的是西医，但是中医博大精深，在古代技都不压身呢，他也不能总是依赖芯片。我知道，我带你过去。砰砰砰！南宫薄的身体撞倒了一大片的书架，眼看着书架就要倒下来砸到南宫薄。小心！他冷不防地扑上去，用身体作为肉盾，把地上的南宫薄抱住。谢珍，快爬出去啊！眼看着他承受不住书架的重量，倏然之间，一白皙修长的手掌突然就那么出现。好，南宫印，你回来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他玩味一笑，有些邪恶的低下头，薄唇吻在谢珍的额头上。我是他的人。住口！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七王妃，是皇室的人，你胆敢轻薄他？与你何关？长乐殿，带路，我送他过去。青才目瞪口呆，看看南宫印，又看看南宫薄。是的，他是。青才，带路，今天的事情不能让任何人发现，否则又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了。他对南宫薄的话嗤之以鼻，今天的事情是不可能隐瞒下去的。一想起这个女人为了救别的男人而受伤，他心中尽是无名怒火。要不是看在他受伤的份上，他都想把人丢下去。长乐殿的偏殿里，浑身是血的谢珍已经被南宫印放在床榻上。皇祖母，快请太医来。宝儿，
你是不是受伤了？谁伤的你？不是，这不是我的血，是谢真的。皇祖母，你快别问了，请太医吧。太后回了神，连忙喊人去请太医。只要不是南宫宝受伤了，那就好。等等，太后眼角余光扫过床榻边的另外一个人，他的身躯又是一震。你怎会在这里？南宫宝一惊，顿时看过去，这神秘人冲出来救谢真，已经让他很惊奇了。可是看皇祖母这模样，似乎皇祖母也认识他。可他是谁？什么人能让皇祖母脸色大变？你跟哀家出来，这里是你该来的地方吗？内殿里，太后沉着脸色屏退了宫里的所有宫人。老七，你是不是嫌你的命太长了？你最好是给哀家一个完整的解释，否则你是不是要气死哀家呀？你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想对你下手吗？太后的语气开始很凌厉，最后她双眼泛泪光了。南宫一取下面具，跪了下去。王祖母，孙儿知错，这事儿孙儿可以慢慢向您解释，但谢真她不能死。哀家是喜欢那个女娃娃，但是对哀家来说，你才是最重要的呀。太后一想到现在这么多人要对付南宫印，就心痛到不行了。她身为太后，却无法保护自己的孙子。南宫宝是一个，南宫印又是一个，什么时候皇家才能停止这种残酷的斗争？你现在立刻去上清殿，去你皇祖父那里。孙儿自会有办法脱身。你脱身？你能有什么办法？你的处境，哀家比你更清楚。没事，既然孙儿敢留下来，那必定就有万全之策。好，哀家现在是管不了你了。谢真，哀家会护着他。你现在立刻离开这里，哀家会想办法糊弄过去。当务之急是要给南宫印这个神秘人一个新的身份，否则闹到皇帝和皇后面前去了，一切就又是另外一番模样了。皇祖母，好了，你知道哀家心疼你，你就把你这条命给哀家好好的留着，哀家还等着看你站起来。孙儿告退。南宫一得了太后的承诺，便不在这里多逗留。他又戴上面具，一身黑衣，悄然隐去。谢真的情况危急，既说是11公主叫他去藏书阁的，那么太后也对外这样说，只是恰好救了在藏书阁看书的南宫宝。太后，谢王妃虽说受伤严重，但是好在没有伤及内脏，只是严重的外伤，只需要好好静养便是。当真没事？太后且放宽心。得到太医肯定的答复，太后也就放心了。谢真没有生命危险便好，如此老七也就不会担心了，宝儿更不会因此内疚。皇祖母，孙儿很羞愧。你羞愧什么？这和你无关。你放心，他救了你，哀家会好好奖赏他的。南宫宝苍白的嘴唇动了动，到底是什么都没有说出来。如果不是谢真，他这病弱残破的身体早就被压得一口气都没了。谢真为什么能豁出性命去救他呢？就在老宫女出去之后，窗外悄然翻进来一道人影，这不是别人，正是去而复返的南宫印。房间里浓重的血腥味让他心中一沉，他是马上要出宫的，可还是放心不下。他知道他是活该，但罢了。趁无人发现，一手端过一边的药丸，他把所有的药汁都悉数喝到了口中。紧接着，他弯身靠近谢真，药汁尽数渡到了他的嘴里。谢真被这一响给惊醒，他的思绪本还是模糊的，可下一瞬，唇上的异样感让他惊醒。他错愕地瞪大眼睛，他是在做梦吗？梦里竟然有人在吻他，是不是他单身太久了，居然还做起这样？这时候，苦涩的药汁强行渡到了他的口中，谢真的呼吸和心跳都被他夺走了。等到谢真反应过来，拼命的挣扎，他居然不是，他都以为自己是被书架砸傻了。既然王妃喝不进去药，
那就灌进去。意识到有人来了，男人眼底闪过一抹晦暗之色，在宫女推门进去的瞬间，他已经再次离开。离开之前还顺手带走了南宫薄抄的佛经。谢真傻了，这个男人，他居然吻她，他该不是个变态吧？睡着了偷亲她？不对，他为什么还要带走南宫薄的佛经呢？谢真脑子短路了，空白一片，唯独他唇瓣上的滚烫在提醒着他，刚才在他昏迷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宫女倒是没有怀疑什么，只是惊喜道：王妃醒来了！奴婢这就去告诉太后娘娘。宫女一阵风似的跑了。谢真风中凌乱，他是谁？他在哪儿？南宫印已经拿着太上皇的令牌，装作太上皇的暗卫离开了皇宫。就算他父皇调查到他出现在藏书阁，就凭他是皇祖父的暗卫，他父皇也不会再继续调查下去。他回到祭祀堂，顺手就用内力把佛经全部都摧毁了。南宫薄为他抄佛经，他该不会是被这佛经感动得一塌糊涂，所以舍命相救吧？入宫本是找他治蛊的，没想到倒是救了他，阴差阳错的碰到他出事，早知道啊，就不进宫了。南宫印再一次翻窗进来。你这是什么眼神啊？你说我是什么眼神？你不欢迎我？你哪只眼睛看出来我欢迎你了？你不欢迎我，我偏偏要来。在那个时候，你可没有对我这么冷淡的。你给我闭嘴！你还有脸说是谁趁人之危偷亲我？你以为我想亲你？我那是为了给你喂药。你要是因为喝不进去药死在我的面前，我找谁要债去？谁要你喂药了？这么说，你是在怪我多管闲事了？你这个女人就这么没心肝吗？我可是冒着生命危险，在书架倒塌的时候救了你，就凭我救了你，你不应该以身相许吗？有一说一，你救我不过是建立在我们合作的基础上，我给你的回报是我的药，你不要把恩情和利益混为一谈。我现在这个样子也没办法吃药，等我好起来，我答应你的东西我是不会忘的。你是不是可以走了？你这么急着赶我走，看来你是不想知道南宫印的消息了。你有他的消息了？这一刻，谢真眼底的光亮得惊人，宛若彩虹一样绚烂又夺目。你就那么想知道他的下落，那么在乎？我是他的王妃，关心他在乎他，难道不是应该的？他被问住了，也不是第一次听到他这样的回答，只是每一次他的内心都会因为这句话而震荡。你放心，虽然有几波杀手刺杀他，他只是受了一些轻伤，没有生命危险。受伤的人是天一，也不是他。啊，那就好。南宫印有什么好？你这么在乎他？他可是皇室里最不受宠的王爷，连他的父母都舍弃了他。你要是不嫁给他，说不定以后还能捞个皇后当呢。可你嫁给了他，这一辈子怕是都没有这个希望了。你为什么觉得当皇后很好呢？就算当皇帝也不见得那么得意啊。对一个人的喜欢和他的身份地位都无关，喜欢那个人只是因为那个人恰好就是他。就算他做了皇帝，我不喜欢他，还是照样看不上。你承认你喜欢他了？我只是打个比方，我怕你不懂，我解释给你听啊。解释就是掩饰。不是，你听我说。哎，不对，你是谁？我为什么要和你讨论这个问题？谢真，我告诉你我的名字，阿契。阿契，放弃的弃，怎么会有人叫这样的名字呢？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阿契。是的，他的人生就是被人放弃的，所以他叫弃。不过以后什么？没什么，你好生休养。可他才走到窗边，刚要提起内力，倏然间五脏六腑一阵剧痛。糟糕，蛊虫怎么在这个时候发作了？他来之前分明就服用过了东方给的药丸，连1刻钟都压制不了吗？但这蛊虫还有另外一个效果，那就是发作的时候会催发他心底隐藏的欲望。给他下这种蛊的人，就是希望让他变成一个废物。可他不能让这恶心的蛊虫主导自己的身体，他不要变成一具行尸走肉。他试图像以前每一次一样，用内力去压制蛊虫的发作，不过这效果是微乎其微的。好，
既然内力无法压制，他眼底陡然闪过一抹残忍的光。你疯了！他没事拿刀捅他自己做什么？他强迫自己不去看谢珍，想要快速的离开这个地方，但他太弱了，这个时候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这个时候只有撕心裂肺的痛才能让他保持清醒。你怎么了？你是不是……他突然不说话了，因为芯片又开始叫了起来。他受伤了，所以脑海里芯片识别到了，但有这么搞笑吗？芯片居然要出库镇定剂！镇定剂！他看他那么难受，立刻选择了接受。可这情况，他得过去给他打针呢，否则他要是疯下去，再给他自己几刀怎么办？谢珍真的，他这个伤残人士下床都困难，还要走过去给他打针，那不是在玩他吗？不过埋怨归埋怨，谢珍还是不能见死不救的。喂，你去哪里？他没有回头，像是躲避洪水猛兽一样往外走。回去。你不是受伤了吗？想要我治你，你就坐在那里别动。不需要。你不需要。他的手臂血流不止，可是似乎那手臂的伤口不是让他痛苦的原因。他看上去既清醒又疯狂，带着一丝冷酷的很。他也不想热脸贴冷屁股，但是芯片一直在警告他，他要是不救人，等会儿受苦的就是他了。你站住！谢珍提起呼吸，不许走！我说的是你。滚开！你以为你能救我吗？你救我几次，我也不是狼心狗肺的人。我现在就还你的恩情。你救我？好啊，那你知道怎么样才能救我吗？放手！说话就说话，动什么手啊？你不是要救我吗？谢珍，做我的女人。他的眼睛里有一丝惊恐。做他的女人？他看他是变糊涂了。他神色一敛，藏在背后的手已经悄悄准备好了针管。做你的女人？做你的女人有什么好处？南宫夜一怔，赤红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你想背叛南宫夜？他心中陡然就又生出了一股无名的怒火。背叛？谢珍竟要背叛他？谢珍可没有功夫搭理他，动作快准狠地把针管扎入他的身体里。南宫夜的身体一痛，他顿时就明白自己是中计了。这次他又给他打的什么东西？现在真的是想要再一次的掐死这个女人。这针管注入了药，对你的身体没什么伤害，它只是镇定剂，让你安静下来而已。你在这里好好蹲着，睡一觉就好了。给我解药，我必须要离开这里。他不确定他说的什么镇定剂是否能够压制他的蛊虫，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开皇宫。没有解药，你还是好好睡一觉。这药性也很快，南宫夜很快就没了力气，奄奄一息地躺在地板上。唉，他就这么睡了，手臂上的伤口还在流血，也没有包扎。要是伤口感染发烧就惨了。没办法，他最终还是败给了自己的同情心。不仅如此，刀伤下面一点好像还有伤。他弯下头细看，发现那伤有点像是牙印，但已经在溃烂了。他武功这么厉害，还能被人给咬伤了？谢珍大脑一时短路，竟是没想到南宫印被他咬过。事实上，就算他想起了，也不会觉得这个人是南宫印，因为咬伤不需要任何的处理，只要几天就能痊愈，不可能变得这么严重的。放手！他挣扎了几下，这一下他不仅没有挣脱开，反而他的身体失去了平衡，就那么扑下去。眼睛里是他放大的绝世容颜。谢珍，不要背叛我！谢珍脑子猛地炸开了。不要背叛他。南宫印在半梦半醒之间说的这话，完全是因为他忘记了自己现在是阿契，而不是南宫印。他是以南宫印的身份说出这话的，潜意识的他竟惧怕别人的背叛。你什么意思啊？他摸了摸自己的额头，那里的温度是正常的，可他的心怎么动得那么厉害？谢珍试图再次推开他，从他身上爬起来，但他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哪怕他受伤了，他都不是他对手。他挣不过他，最后也累了，索性就靠在他的身上沉沉地睡了过去。他就把他当作人肉垫子算了。等他再次醒来，不仅雨停了，还是第二天的中午了。王妃娘娘，
今天不必害怕喝药，太后娘娘命奴婢们准备了粽子糖。粽子糖？谢真惊讶，她记得上一次在王府里，南宫印就用粽子糖哄过她。是的，太后娘娘说，七王爷小时候就最爱吃粽子糖，每次喝药都要吃好几颗。七王爷的牙还坏了呢，成日哭。谢真也忍不住笑了。南宫印那么冷酷的一个男人，他实在很难想象出来牙齿坏了的模样。小时候的南宫印不也是可可爱爱的吗？谢真的心情好了一点，咬着牙喝完药，也吃了好几颗粽子糖，他的嘴巴这才不那么苦涩了。王妃娘娘，谢统领前来见您。谢真纳闷，谢统领又是谁？宫女解释了，他才知道是谢天宇，谢真的亲哥哥。既然是亲哥哥，那是不能不见的。妹妹，你的伤势如何了？还好，死不了的。妹妹，怎可如此说话？你会平安的。哥哥放心，我是说笑的而已。拿生死之事说笑，不能再有下一次。下一次，你得先保住你自身，才能施救于别人。谢天宇是知道文帝容不下南宫薄和韩王的，心想这一次自己妹妹救了南宫薄，只怕文帝不喜。哥哥怎么想起来看我了？你是我妹妹，你在宫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做哥哥的理当来看。那就多谢哥哥了。再过几天便是无双加入东宫的日子，到时候哥哥来接你去参加喜宴。既然哥哥都这么说了，那我便去吧。他还正愁没有机会参加喜宴呢，谢天宇来接他正好不过。谢无双想要爬起来做人上人，怎么也是该付出点代价的。殿下，顾怀生虽然满腹经纶，是个有才之士，但他和谢真感情极好。他若是考取了状元，日后也只会成为那个丑八怪的助力。他要是知道我们这么欺负谢真，一定会找他报仇的。你的意思是？南宫珉皱眉，谢无双眼神一狠，当然是一不做二不休。他可是你亲哥呀。殿下，在无双的心里，只有殿下才是无双的依靠。顾怀生是我亲哥哥又如何？我怎么能让他帮着丑八怪来对付殿下呢？为了殿下，亲哥哥算什么？顾怀生，你必须死啊！你的身体里不配流淌和我一样的血。婚礼的前一天晚上，谢天宇果真亲自来太后的宫里，请他回去参加谢无双的喜宴。太后没有不答应的理由，放人出宫。妹妹，明天就是我的大好日子，这是一件喜事，所以我也要送你一件礼物。他神秘地从胸前拿出了一张纸，纸张上用血写了3个大字：顾无忧。凌厉大气的字迹映入眼帘，熟悉感猛然撞在谢真的脑海里。谢无双，你对他做了什么？妹妹，你怎么了？你说的他是谁啊？谢无双，你少给本王妃装糊涂！我告诉你，如果顾怀生有什么不测，我不会放过你。妹妹，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误会我了？我只是想让我的哥哥来参加婚礼仪式，我怎么会对他做什么呢？有没有误会，我心里比你更清楚。谢无双，你最好不要挑战我的底线。谢真闭上眼睛，都是那一张带血的纸。除了顾怀生，谁还会这么称呼他为顾无忧？这顿饭我吃不下去，你们慢慢享用。你给我站住！你每次一回来，谢家便不得安生，无双都要被你欺负哭。不过是一个穷乡僻壤的穷书生，也值得你们为他吵架。他不是外人，他是我的哥哥。你们以为我回到谢家就是谢家的人了吗？在我眼里，我是顾无忧，我是顾怀生的妹妹，独一无二的妹妹。你们对我而言才是外人，谁杀他，我就……谢真受到了原主残留的情绪，所以激动之下说出了这一番话。他不想要别人看清顾怀生，哪怕是谢夫人也不能。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这不是他的情绪，而是真正的谢真。他哪怕是死了，他心中依旧无法放下顾怀生。无忧，等哥哥考取了功名，哥就带无忧去京城找你的家人。无忧，哪怕找不到你的家人也不要紧，哥会一直当你的家人。无忧，哥哥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白糖糕。哥哥最
好了。那你喜不喜欢哥哥？无忧最喜欢哥哥了。哥哥也喜欢无忧。谢珍被这该死的记忆折磨得十分的痛苦。谢珍，怎么？你这是急着去为你的哥哥收尸吗？你想要知道他在哪里，我也可以告诉你，但你求我呀。谢无双，你是什么人，我比你更清楚。就算我跪下来求你，你也不会放过他，更不会告诉我他的下落。就算你什么都知道，可你又能怎么样呢？你要不要给他收尸？你要是不需要，那我就让人把他的尸体剁碎了喂狗。谢无双，你真的不是人。你是个贱人！谢珍收好麻药枪，这是留着防身的，今天看来还是有用的。我是贱人，你是什么？你是畜生！你听好了，刚才我已经给你下毒了，很快你的手臂就会麻木到失去知觉，毒素会快速蔓延到你身体的其他部分。你要是不想少手少脚的出嫁，就把它给我交出来。我哥哥掉一根头发丝，我就会要你一条手臂。妹妹，求求你放过我吧，好不好？又开始演了吗？要不要把他们都叫来看看，你是怎么装柔弱，干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的？妹妹，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是真心的要求你原谅，你放过我吧。我嫁给太子为侧妃是皇后指婚的，你难道想谢家被皇后问罪吗？你拿皇后压我？很抱歉，今天就是皇帝来了，我也不可能放过你。放人，我最后再说一次，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为什么总是要把脏水往我身上泼呢？住手！无双是你的姐姐，你居然逼她给你下跪，你还要当众打她。她都已经说了顾怀生和她没关系，你还不肯罢休？你们都给我站住！谁敢再进一步，我要谢无双的命！既然顾怀生不在他手里，那就请太子来。为了你这点破事儿，你还要惊动太子？我已经豁出去了，去告诉太子殿下，我哥哥失踪了。他若是不把我哥哥找到送过来，谢无双就会少一只手臂。妹妹，你冷静一下，不要乱来。这样，你若是信我，我亲自去找人，带着谢家的府兵去，这样你可以放心了吗？谢天宇是个直肠子，不懂这里面的弯弯绕绕，一心只要找到顾怀生来救谢无双。谢无双恨得咬牙，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寄希望于他的杀手在谢天宇找到顾怀生之前先杀了顾怀生。谢无双千算万算都不会算的，他和南宫米花重金找的杀手居然是青铜门的，而青铜门的门主正是南宫印师爷。南宫印非但没有杀顾怀生，他还顺手救了顾怀生。这另外一波要对付顾怀生的人是许太师的人。南宫印知道他的母后也和他一样怀疑谢珍了，所以才会抓走顾怀生这个最有力的证人。要证明谢珍不是谢珍，最了解他的人只有顾怀生。你就是顾怀生？你救我，却不知道我是谁，这就是你对救命恩人的态度吗？救命恩人，阁下便是有人买来杀我的人。至于你最后收手了，那无非是你发现我活着比死了对你更有用。你都知道？自然是知道的。不知道门主想要在下为你做什么？你都能猜到我是谁，那么我要做什么，对你来说也并不难。门主既然让在下猜，那么在下便是直说了。门主改变主意救我，无非只有两种：一为利，二为恩。你我之间素不相识，没有恩，那么便只剩下利用了。门主想要在下为你所用。你为我所用？顾怀生，你还当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你能救我，不就是看到了我的价值所在吗？那么希望如你所说，你真的是个可以为本座所用的人物。科考之前，为了你的安全着想，你便在此住下。当然，你要出去找死，那也可以自行离去，本座也不是非要用你，毕竟你现在还不是个人物。顾怀生坐在灯火之中，脸色有些灰暗。他手捧着早已经冷却的茶，内心却还是激动的，犹如开水沸腾。他记得自己已经死了，他恍惚间才反应过来，他重生了，他顾怀生重生了，他回到了自己20岁这一年，所以他知道青铜门的门主要杀他又救他的原因。
既然老天爷给了他重来一次的机会，他必定要改变自己上一辈子的轨迹，让自己不再有任何的遗憾。无忧，他的无忧，这一次他一定会留下无忧，绝对不会让无忧被南宫爵逼死的。他要阻止文帝立南宫爵为太子，让南宫爵登基。谢真像是一个找不到家的孩子，他在街道上漫无目的的走着。哥哥，你一定不要有事。谢真根本就忍不住，所有的情绪都被浓重的悲伤感染了。他好像只有大声的哭出来，心里才不会那么难受。南宫燕死了吗？你哭得这么凄惨。你知道什么？你不说话，没有人会把你当成死人。他并不知道这人是南宫燕，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突然提及南宫燕，只是他心中不痛快，很不痛快。一个顾怀生，一个南宫燕，两个人就像是一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顾怀生这边始终没有下落，南宫燕那边也是如履薄冰。倏地，谢真脑海里划过一抹灵光，他疾步奔向他。谢真奔得太急，脚下一个踉跄，便径直撞向他。你这是做什么？见到我便这么激动？我再给你一味药方，你要吃什么的，我都可以给你，尽我所能。我求你一件事情。什么事？值得你拿宝贵的药方来和我交换？帮我找一个人。谁？顾怀生，我的哥哥。他顿了一下，他是觉得顾怀生是原主的哥哥，但原主残留在身体里的情绪似乎并不是这么认为的。一会儿是南宫燕，一会儿是顾怀生。如果你觉得不够，我还可以答应你的其他要求。任何要求？只要可以救顾怀生，我可以答应你的所有要求。哼，我要是不答应你呢？你要怎么样？你不是要求本座帮你找顾怀生吗？现在带你去见顾怀生。你知道我哥哥在哪里？见到了不就知道了。谢真喜极而泣，心口那股窒息的悲痛终于消失，他才得以喘息，找到了一丝歇息的机会。他之前还以为顾怀生凶多吉少了，谁料阿季给他带来了一个这么好的消息。无忧，过来，我是哥哥。谢真和脑海里的思绪做着斗争，就算是哥哥，可毕竟不是男女有别吗？这顾怀生看他的眼神根本就不像是在看一个妹妹，而像是看自己的心中挚爱。他不知道自己是否争得过身体里的思绪，很显然他是争不过的。他太小看了真正的谢真残留的思想。哥哥，谢真哽咽的叫他，他也哭了。无忧，哥哥回来了。从死去的前世重生了。哥哥，哥哥。哥哥在，哥哥会改变你的命运，哥哥一定不会。在眼睁睁地看着你殉葬，生灵涂炭又怎么样？乱臣贼子又怎么样？他都不在乎。哥哥，君是君，臣是臣。无忧看你走到今日不容易，哥哥是手握大权的当朝首辅，你要造福百姓，而不是为了无忧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做乱臣贼子，让大周生灵涂炭。无忧想要成就哥哥，而不是毁了你。王爷待无忧恩重如山，为他殉葬，无忧心甘情愿。哥哥，好好待公主。无忧生平无所愿，唯愿哥哥长命百岁，子孙满堂。每每回想起那一天，顾怀生就心痛无比。父，我的背受伤了。无忧，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受伤了，是谁伤的你？没事，那个人我自己会对付他的。哥哥，你是来京城科考的，考试才是你最重要的事。不，科考不是最重要的，在我心中，最重要的是你。话音落下，谢真的灵魂又是跟着一颤。是啊，对于顾怀生而言，顾无忧才是最重要的。要是叫顾怀生知道顾无忧已经死了，死在了谢无双的手里，顾怀生会疯的吧？不是，我没事，只是有一点痛而已，也没那么疼。他对上他炙热的眼神，不自然地转移了话题。顾怀生的眼神太灼热，就像一把烧得通红的剑，太过滚烫灼人，会灼烧自己，也会伤害试图靠近他的人。
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我知道无有你善良，但是哥哥既然来了，便不会再让任何人有伤害你的机会。你说不说，哥哥都会调查出来的。你走了这么远的路，过来坐。顾怀生牵着他的手，像小时候一样拉着他到床边坐下。谢珍感受到手指间的异样，一眼看过去，便看到了顾怀生皮开肉绽的指尖。谢珍脑海里的芯片提示他倒是不想泄露自己会医这件事情，但顾怀生既然来了，不管他说不说，顾怀生以后都是会发现的。你的手受伤了，没让大夫来看看吗？一点小伤而已，无忧不用担心。事实上大夫是来了的，只不过又被他赶走了。哥哥没事，只要可以再次看到你，和你好好说说话。哥哥想说什么？王爷对你好吗？为什么问这个问题？谢珍犯难，好不好？这个该怎么回答？说好也不好，说不好也好。还不错吧，南宫印对我还不错。是吗？顾怀生的眼神愈发的沉重，听到了让自己放心的回答，他内心并没有如释重负，反而还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酸楚。那哥哥你呢？还好吗？什么算好呢？是啊，什么是好呢？是失去他之后，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要一个人孤独的度过几十年，这叫好吗？那哥哥觉得呢？什么是好？现在这样就很好。谢珍一愣，他不敢眨眼睛，不敢呼吸，他有些不敢想他话里的深意，是他所想的那个意思吗？吓到你了，我说笑的。我的意思是，只要我们兄妹在一起就很好。这是什么？喜欢吗？我在青山村为你晒的桂花，给你买了一个香囊，哥哥为你带上。顾怀生也没问他要还是不要，喜欢还是不喜欢，仿佛笃定他不会拒绝他的所有要求。谢谢。时间不早了，你先回王府去吧。对了，带你来这里的那个人不可轻信。顾怀生知道这是南宫印，但他没打算告诉谢珍。南宫印不承认，他又何必去做那个恶人呢？他乐得在他们之间横插一刀。在这个遍布阴谋诡计的皇室里，你任何人都不要相信。至于带你来这里的那个人，虽说他救了我，但我不过是他的一枚棋子而已。要听哥哥的话。房顶上突然掉了一块瓦下来，谢珍被吓了一跳，连忙推开顾怀生。南宫印，你藏不住了。他不喜欢桂花的味道。这算不算是你们的定情信物？把东西还给我。这么在乎这香包？这是我的东西，你还给我，我再回答你。这么一个香包也值得你这么动气？他的神色冰冷起来。谢珍不知道他是为什么生气，但他觉得这香包是属于那个顾无忧的，他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好。你不要闹了行不行？这是我哥哥送给我的东西，难道我不该细心保存吗？亲兄妹之间有送香包的吗？这是你们的定情信物。哦，本座说错了，你们根本就不是亲兄妹。你把东西还给我，这是不是定情信物？我为什么要向你解释？你是我的谁？他想说，你又不是南宫印，你管那么宽做什么？南宫印无话可说，他气得攥紧了香包，最后冷冷地丢回去。哼，那你就自己回去吧，本座可不乐意送你。话说完，南宫印就施展出轻功，消失在了谢珍的视线里。自己回去就自己回去，谁怕谁？主子，真的不需要送王妃吗？你是在质疑本王的决定吗？属下不敢，只是这段时间京城里不太平。那是他活该。他就不知道求一求他，他倒是硬气得很。既然那么硬气，还怕什么？他何必上赶着呢？属下去送送王妃。属下知道王爷心中是担心王妃的。安慰要走，南宫印一个茶杯丢回去。你哪只耳朵听到本王说担心他了？主子，您就不要。死鸭子嘴硬了，都看不出来了。这茶杯没有砸到暗卫，他顿时明白了南宫印的意思，追出去保护谢珍了。暗卫是很了解南宫印的心思的，按照他家主子的身手，出手就没有打不中的，除非是他故意放水。所以说呢，主子就是口是心非的，明明就很担心王妃的。暗卫想到这儿，跑得更快了。好不容易来了一个收拾主子的人，他们还等着看戏呢。南宫印真是要被气死，他却没有阻拦。他不是担心那个女人，只是手下自作主张。对，就是这样。什么香包，还桂花的，
南宫印都想把顾怀生丢出济世堂了。顾怀生在他眼皮子底下还抱了谢珍那么久，想到这一幕，南宫印的眼睛里燃烧起了火光。他恢复了南宫印的身份之后，一定要好好收拾谢珍，那个和男人不清不楚的谢珍。许家大姑娘来了，这未来的太子妃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你看到了吗？许小姐的脸色好冷，该不会是来算账的吧？太子的脸色一僵，顿时就涨成了猪肝色。敏弟，表姐知道今日你那侧妃是你的好日子，回来的晚了一些，你不要介意。表姐。太子结巴了。谢珍瞪大了眼，这南宫米那么嚣张跋扈的人，在许韶光的面前就像是老鼠见了猫，怂了，这不正常呀。瞧你是不是高兴的傻了？你的侧妃还在花轿里等着你踢轿门呢，还踢轿门啊？也好叫表姐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天仙似的姑娘，上面替你如此难以忘怀。我太子打小就怕许韶光，如今哪怕当了太子也还是怕。怎么，敏弟还是不踢轿门吗？你若是害怕，表姐帮你踢。踢，本宫这就踢。太子稳住心神，在众人的注视之下踢了轿门。谢珍看了都心惊肉跳的，这许姑娘果然是厉害角色。敏弟，表姐特意从外地赶回来祝贺你许侧妃。怎么的，你的侧妃当真是天仙了，不能看看她的尊容吗？许小姐，这民间娶妻习俗是有规定的，新娘子的盖头要入洞房前由新郎接盖头的。如今太子不过是纳妾而已，何必遵守民间那一套习俗？既然妾便是妾，既做了妾，还想端着正室的架子吗？谢无双愤恨地握紧了拳头。她是谢家的大小姐，许韶光却揭开她的盖头，让众人欣赏她此时的容颜，这不是把她比作了青楼的烟花女子吗？也不过如此。是谁给你的胆子，把一个傻子塞到齐王府去的？哼，谢无双，你说你是不是蠢出天了？放着珍珠不要，把云木当成宝贝。10个南宫敏也比不过南宫印。谢无双，你好了，这新娘子我也看了，你们继续拜堂吧。许韶光倏地回眸，眼神精准地落到了席间的谢珍身上，他意味深长的一笑。谢珍眼皮一跳，七王妃，你身边有人吗？我能坐在这儿吗？听说七王妃医术精湛，若是有机会，我倒想请七王妃为我把把脉。许小姐谬散了，我不过是会医术而已，称不上精湛。七王妃连韩王世子都能医治，怎么到了我这里便是推三阻四了呢？许小姐，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医术不精，不敢献丑。那好吧，七王妃既然如此说了，那韩王世子缺的那一味曼陀罗花药材，想来即便是我给了七王妃你，七王妃也是束手无策的，那我便不给了吧。提到曼陀罗花，谢珍精神了。他是惦记着曼陀罗花，一旦有了这一味药材，治疗南宫薄的药方就不在话下。当然，许韶光要是放开了对药铺药材的垄断之权，他会得到更多的曼陀罗花，到那时候就是交易自由了。许小姐既然都说到这儿了，那我也就明人不说暗话。许家垄断了京城的药材，高价出售，这对于病人来说是不是有些不地道了呢？我只是一个商人，我只管赚钱，至于民生百姓，那不是我关心的问题。既然是韩王世子来做这个说客，我也不是不想给，但在商言商，七王妃若是想要，那就拿银子来买吧，1000两黄金，为你所求。1000两黄金，许韶光怎么不去抢啊？曼陀罗花根本就不值钱。是啊，若是给不出，那不如就拿你的夫君来换。谢珍更惊愕了，拿他的夫君来换，要不要脸呢？他的未婚夫可是窝囊废太子呀，这是不是哪里出错了呀？你说真的吗？你当真舍得？许韶光倒是比他更激动，不是舍得不舍得的问题，而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个方式理解？在你的眼中，南宫印值千金吗？谢珍一脸怀疑地看着许韶光，这许大姑娘做事雷厉风行的，怎么脑子有些不对劲儿呢？
南宫映毁容又中毒，连女人都不能碰，被他碰了的女人只有死路一条。许韶光觉得他值千金，你觉得不值？是不值，但是我也不换。而且许小姐，你的未婚夫可是上面那一位啊。我呢也不是小气的人，要我放开小雨泉也行，只是你没资格和我谈判。去找南宫印来，他那里有我想要的东西。3天后我在关山楼等他。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又过了个3、4天，他终于盼到了南宫印要回来的消息了。才半个月不见，王妃便要投怀送抱了吗？本王怎么不知道王妃这么思念本王啊？你怎么知道？不对啊，他是盼着他回来的，但是他怎么知道他盼着呢？难道王府里还有他的人监视他吗？你派人监视我？你可以理解成我是留了人保护你的安全，为什么一定要觉得那是监视呢？你觉得那是保护吗？成天监视我，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是合作关系，就得有最基本的信任。你这么激动，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啊？什么亏心事啊？我根本就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亏心事。我可没说是不是对不起本王的亏心事，你不打自招了。南宫印既然派人监视他了，那是不是知道他和季世堂不阿契的来往呢？你理解错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没做亏心事，也没做任何对不起你包括王府的事。和阿契来往的事情一定不能被南宫印知道，要是南宫印不允许他制药怎么办？南宫印想要掌控他，他想要的却是绝对的自由。谢真，你还真的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臣妾真的不知道王爷在说什么。南宫印暗叹，这女人居然不好骗了，不好诈了。他就是阿契，他自然知道，但是现在他是南宫印而不是阿契，他选择隐瞒阿契和他的来往是想做什么？不相信他吗？如果他不是阿契，那不是就是代表他为了另外一个神秘的男人来蒙骗他这个名正言顺的夫君？王爷请喝茶。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王爷您真的是睿智，英明神武。臣妾呢是有一件小小的事情要请王爷帮忙。多小？很小，比芝麻绿豆还小。对于王爷来说，那就是举手之劳。就算是小忙，本王凭什么要帮你？夫妇一体，王爷不帮我，我还能找谁呢？你可是我夫君啊。哦，原来王妃还知道本王是你夫君啊。那我自然是知道的。那王妃觉得夫君派人在你身边是保护你还是监视你呢？当然是保护啦，我那是口误。王爷派人保护我，这是我的福气啊。他在心里吐槽，这个一肚子坏水的狗男人。你在骂本王？谢真又是一愣，他为什么知道他在心里骂他？王爷，你怎么能这么猜测我呢？我在你心中便是那样的人吗？你学的不像。本王劝王妃你也不要学什么柔弱了，你照照镜子，你浑身上下哪里和柔弱2个字沾边呢？王爷，你误会了，其实我在你面前一直很柔弱，那是因为你值得臣妾依靠。打住，你不用再说了，本王还是喜欢更正常的你。那你是觉得我现在不正常了？你现在才知道你现在很不正常吗？他有这么明显吗？他不过是要讨好他而已。可这个男人似乎很难讨好呀，那该怎么办？要让他松口答应和许韶光见面，那不是难于登天了？王爷，我发誓，我所说的话句句都是真的。王爷在我心中是最好的夫君，所以王爷一定会答应我的一点小要求的，对不对？我发誓，如果我说谎，就让我天打五雷轰。老天爷要不要这么狠？能不能等他把事发完了？爱妃，打雷了。谢真还打算和他软磨硬泡一阵子，厅外有下人走来。启禀王爷，瑶光夫人重病多日，夫人请王爷前去见最后一面。怎么回事？南宫印的语气很平稳，没有一丝波澜。谢真则是惊得坐了起来。最后一面？这么严重？难不成王妃娘娘还以为我们夫人是装病了吗？本王妃可没这么说。不过他怎么不知道瑶光病重了？说来也是，这些天他都关着门研究自己的芯片，怎么会在乎王府里其他的事情？
瑶光已经很久没出来作妖了。请大夫看了。请了大夫，大夫说夫人这是绝命之相，还请王爷亲自去看一看，就看在我们夫人这么多年没王府。带路吧，王妃恰好会医术，本王和你一道去。王爷，臣妾可以不去吗？那本王也可以考虑不答应你的小要求了。臣妾去。谢珍瞬间就改口了，哪里能不去呢？南宫烨愿意自己松口答应下来，那才好，否则他可想不出来什么办法逼迫南宫烨答应。只是他心中不安，总觉得瑶光这并不简单。谢珍刚要踏步进去，脑海里的芯片发出警告的滴滴声，他愕然。肺结核在古代这不叫肺结核，而是痨病、肺痨。这病有传染性，在古代更是人们眼中的禁忌。古人们还把这肺痨叫做传尸痨，得了肺痨死去的人，连尸体都不能接触，必须要用火烧掉。干什么？你不能进去，他的病情非同小可。什么病？很严重？如果可以控制住的话，我有信心让这病不严重。那你现在立刻离开听雨阁，让人把听雨阁封锁起来。封锁听雨阁？那你呢？南宫翊忍不住蹙眉。我也一样，你快离开吧，有什么需求我会让人告诉你的。这主仆两人没料到来人是谢珍，都愣住了。王爷呢？夫人，奴婢这就去请王爷，你要撑这些啊！给本王妃站住！敢踏出听雨阁一步，本王妃就要王爷打断你的腿！你少在我面前逞什么威风！秦如夜，你不会不知道你得的是什么病，你还知而不报，你自己想死，你要拖着整个王府为你陪葬。你住口！不许你污蔑我们夫人！要不是你，夫人才不会得这个病，都是你！放肆！谢珍，我想要的不是王府为我陪葬，而是你死啊！从头到尾只有你。你这么做对你又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好处？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你不是那么聪明吗？你自己想啊。自然是有好处的，他根本就没想过自己会得这样的病。他和谢无双是要联手对谢珍下手的，他们的目的是要谢珍染病。他想过了，一旦谢珍被传染了痨病，宫中的人必定会下旨把谢珍赶出王府，丢到建民村去等死。他要的只是谢珍死，让谢珍没有一点生的机会。可他怎么会想到，他没让谢珍中招，倒是害了自己。得了痨病的人是他，他不甘心呐。凭什么谢珍这么好运气呢？谢珍凭什么呢？瑶光，你要是想活下去，就把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我，否则我是不会救你的。我也不是什么大善人。你少信口开河，你能治痨病，你那么能耐，想不想活在你的一念之间。你要是不相信我，那你就自己在这里等死吧，反正得痨病的人也不是我。你以为我会相信你？你会真心救我吗？出去！你给我出去！你休想把我从王府赶走！我就算死，我也要死在王府里！你不是最爱南宫烨吗？你不知道你得的痨病会传染吗？难道你希望南宫烨也染病吗？你要是死在王府，整个王府都会被你害死。瑶光，我希望你冷静一点。这个人太自私了，怪不得瑶光一直隐瞒自己得病的事儿。这要是暴露出来了，瑶光早就被送走了，还能在府里吗？我根本就不想害他，我恨的人是你。那你还叫他来看你？你这是存的什么心？要不是他有芯片提示，只怕也差点中招。我只是想要见他最后一面，我知道会传染人，我不会让他进来的。就在窗户外说会儿话，让我在最后看他一眼。我那么爱他，我怎么可能把病传染给他呢？你出去，多烧点热水。我不出去，我在这里陪着我家夫人。怎么，他还没死，你就迫不及待的要殉葬了吗？滚出去！我要陪夫人，我哪里也不去，我不会给你伤害夫人的机会。混账东西，本王妃的话你都不听了，让你出去烧水就去烧水。你要是不想他死，就按照本王妃的话去做。红衣一听到瑶光还有活的机会，眼睛瞬间就亮了起来。夫
夫人，我这就去烧水。你想干什么？那是什么东西？毒药。你不是要死了吗？早死晚死都是一个死，我这毒药可以让你死得痛快一些。打开，吃3片，保管你死得透透的。你居然还想害我！别装的那么无辜，是你小心对我下手的。本王妃只是有仇报仇，有冤报冤。谢真，我变成鬼都不会放过你。我等着。瑶光不想吃药，因为知道痨病是治不好的，所以大夫给他开了一点药，但是基本上都被他倒了。他已经心灰意冷了，拿着这毒药，他心想吃了就解脱了，不如就吃了吧。再说，如果王爷最后知道他是死在谢真给的毒药里，他还会那么相信谢真吗？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就在这里好好等死吧。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就不怕王爷知道你给我吃了毒药吗？我相信南宫印长了眼睛，他懂得评判是非黑白。谢真，你让我见到最后一面吧，算我求你了。不可能，你的病会传染，哪怕只是站在窗户外同你说话也不可以。南宫印不能因为你而出事。这根本就不是毒药，也不至于要见最后一面。他退了出去，一推开门便看到了雨幕中的南宫印。不是让你出去了吗？这地方很危险。你也知道这里很危险，本王是王府的主人，既然连你都留在了这么危险的地方，本王更不能贪生怕死，袖手旁观。而且你不是说本王是你夫君吗？既然是你夫君，那必定是不能丢下你一个人面对危险的。虽然本王不懂医术，甚至有可能成为你的拖累，但是本王的女人自有本王为她顶天立地。南宫印，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些撩人心弦的话的？你是不是都听到了我和瑶光说的话？听到了，还听到了他说他不能出事。你都听到了，知道是痨病你还不走？你知道痨病意味着什么吗？绝症，传染。知道。他突然就哑了声音，无法说出字句。谢真的眼眶发红，他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听了他的答案有些想哭。正是因为这病凶险，所以本王才不能走。你就不怕吗？那你怕吗？有点吧。既然你都说怕了，那本王便更不能走了。你别过来，千万不要靠近我，这病传染性很强。你话音没有说完，南宫印已经牢牢地攫住了他的手臂，他的手腕用力，把他拉到自己面前。他愕然，所有未曾出口的话都止于唇齿间，一切都仿佛失了声一般。本王相信你。谢真的心跳停止了一刹。我也没有必胜的把握。那你为什么留下来？你可以不管的。我是大夫。他要是都临阵逃脱了，那这些人怎么办？那我是你夫君。他留下来是因为他吗？他不知道，只知道他的面容落入他的眼里，整个人都像是在发光。院中倏然就陷入一片良久的沉默里。南宫印扣紧着他手腕的力道是很轻柔的，不像以前那么的霸道，但即便是这样很放松的力道，依旧让谢真心脏砰砰直跳。你别这么看着我。不得了，他还是习惯冷酷无情的他，突然变得这么温和，他浑身都不自在。不能看你？也不是不能看，而是南宫印，你知道吗？你的眼睛一笑起来，3000繁华都不如你，很好看。他只是觉得可惜，有着这么好看的一双眼睛，他的脸却受到了最严重的伤害。你说本王的眼睛好看，你倒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自从他毁容之后，戴上了这一张黑色的恶鬼面具，就再也无人敢直视他。一是惧他，二是怕他的脸。在他的脸没治好之前，他自己照镜子看了也会恶心想吐。真是难为谢真了，他竟然不怕。南宫印，要是我可以解决这一次的疫病，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要求？答应你什么事？说来听听。成日戴着面具不好，你犯不着因为别人而委屈自己。我能不能看看你的脸？仔仔细细的研究一下。他没说出心里话，但是隐约觉得让南宫印取下面具给他看脸，那比治好肺痨都还要艰难。你想看我的脸？你就当做是吧。他不能说自己是为了治他的脸，到时候治不好，他反而会失望。他就先骗着他吧。你为什么想看我的脸？
你不怕会做噩梦？我是大夫，什么样的病人没见过？我保证不会被吓跑。我就是想看看你的脸，毕竟我还不知道你长什么模样。是因为中毒才会毁容，那毒要是解了，脸还能恢复吗？谢珍担心的是自己能不能治病，而南宫印却有另外一个担心的问题。他只要一看到他真实的脸，就会知道阿契和他就是一个人，到时候他要怎么解释？本王答应你啊，治好痨病全身而退，本王就答应你的条件。好，我们来击掌为誓。啪的一声，两人的手掌轻轻撞击在一起。哎呀，我这脑子，我在没消毒之前你不能靠近我。现在我会牢记你的话，你等会儿我去拿点东西出来。谢珍一股脑儿地跑回另外一间偏房里，他接收芯片的意念选择了口罩、消毒水一类的东西。紧接着他拿了消毒水出去，对着南宫印的身上就喷了几下。如果没有钥匙，在他的病没好之前，你不要来这里。还有，你能否去调查一下他是怎么感染这病的？我必须要知道原因。本王会让人去调查，你等消息便是。夫人，夫人，王妃来了。瑶光还是很恍惚的，他竟没死吗？谢珍不是要毒死他吗？让他躺下去，我给他输液。你为什么要骗我？怎么？难道你希望现在自己已经变成一具尸体了吗？你在救我？不，我是在害你。先输液，输完了就吃药，药都是经过提炼的，药效很好。我已经告诉了红衣该吃多少，一颗都不能少，也不能减量，否则大罗金仙也救不了你。红衣，你在这里好好照顾他，我会多派2个人过来。谢珍走后，瑶光就立刻拔掉手上的针管，把点滴瓶砸向地上。夫人，你觉得他是来救本夫人的，还是来趁机报复我的？夫人，奴婢觉得您没必要这样怀疑王妃。王妃如果想让您死，可以不来救您，没必要再给您下毒啊！这完全就是多此一举。王妃说会连着几天都来输液，这个东西对您的病情有帮助的。您为什么要拒绝啊？你也相信他是来救本夫人的？我不会相信的。他给的药，我更不会吃。夫人，您不能这样啊！他不是不相信谢珍想救自己，而是他不想有求于谢珍。他一度认为谢珍是个没出息的土包子，连他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凭什么稳坐王妃的位置？突然有一天，自己的命都要靠自己最瞧不上的人来救。把谢珍拿来的东西都丢出去。他不求谢珍，死也不求。回到云霄院，南宫印已经不在了。王爷呢？回禀王妃，王爷让奴婢告诉王妃，他去见许大姑娘了。去了？昆山楼在哪里？王妃，您问这个做什么？他当然要问呢。许韶光和他约定的地点就是关山楼。许韶光说的是3天，恰好南宫印今天回来，可不就是第3天了吗？你快说。关山楼其实不是楼，而是京郊30里之外的一座山崖。谢珍傻眼了，还有这样的？那许韶光要南宫印去一座山上见面做什么？许家容不下南宫印，许韶光却要南宫印去关山楼单独见面，该不会是趁机对南宫印下手吧？他瞬间就觉得心惊肉跳的，转身就往外走。他不会骑马，就随意点了一个侍卫，让侍卫带他去关山楼。齐王妃，你若是识趣就止不在这里，否则就别怪我们的刀剑无眼。好，那我便在这里等着他下来。眼前这个情况，除了等，似乎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而且他愿意相信南宫印，他既然敢去单刀赴会，那么就一定是有把握的。你约本王来这里有何贵干？怎么，7年前说要娶我，如今连和我一起喝茶都不愿意了吗？年少轻狂时说的话当不得真，本王可不敢高攀许家的贵女，未来的太子妃，将来的皇后娘娘。南宫印，你一定要和我这么说话吗？你也应该知道，我想要见你一面有多难。你更清楚，我一旦答应开放药材市场，我在许家会面临什么样的责问。那我问你，你是希望我答应呢，还是希望我不答应？所以你是骗谢珍的，你不会答应把曼陀罗花药材给他。许韶光略微有些慌乱，但还是不肯承认。不是，我已经说过了，
7年前的事情是我对不起你，我对你的承诺依旧有用。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南宫翊有所求，我都会应你所求。本王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今天来见你，不是来和你叙旧的，而且我们之间也没什么旧情可以续。你愿意放开市场，那是你的事情。你倘若不愿，本王也能有其他的办法。南宫翊，谢真不配做你的王妃。你心中的大业，你的抱负，你的天下，他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他只会拖累你。我知道7年前我做错了，可是我有火。许韶光说完这一席话，便认命的闭上眼。好了，到此为止吧。7年前的事情，以后都不需要再提了，过去了，便是过去了。你相信我，你的所有抱负，你的天下，只有我才能和你并肩而战。不必了，本王觉得谢真就很好，再不济，瑶光也胜于你。短短几个字，把许韶光的骄傲击溃。她是许家尊贵的大小姐，南宫翊拿谢真和她比就罢了，如今连一个宫女她都比不过吗？好，话已至此，我无话可说了，但我会用我的行动告诉你，谢真不是可以和你并肩的人。7年前是我对不起你，你今天来赴约了，我会答应谢真的要求。我是因为你才把这个机会拱手让给谢真的。随你。你如果从这个方向走下去，他为什么要告诉他谢真在东侧的山崖入口等他呢？他走的是西边，他偏偏就不告诉他。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他也去了。王妃在山脚下，没能上得了山，许小姐的人拦住了她。我也不要怪罪王妃，王妃只是担心王爷。是为担心南宫翊怪罪谢真，忍不住为谢真说话。他却不知道南宫翊不是在怪谢真，而是想到了许韶光的欲言又止。他是知道的，但他没有透露消息，所以他没和谢真碰到。现在雨这样大，谢真该不会是个死心眼儿，一直在那里等吧？你们都跟本王去找人。他已经来不及和许韶光计较这些了，先找到谢真才是要紧的事儿。谢真，你在哪里？谢真！南宫翊使用了内力，所以声音才能传到很远的地方。谢真淋了太久的雨，又冷又饿，全身湿透。他忽然听到了有人叫他的名字，他以为自己听错了。最后，当他的声音再一次响起，奄奄一息的谢真瞬间就聚集了所有的精神。我在这里。他倒是想顺着声音去找他，可他的脚扭伤了。又过了一会儿，安静的密林里响起了窸窸窣窣的声音。你受伤了？南宫翊，你怎么才来啊？你伤到哪里了？有老鼠，我最怕老鼠了。天知道，他最怕的就是老鼠。他刚才脚受伤了，动不了，差点就被老鼠给咬了。老鼠？感情他痛哭流涕是因为这里有老鼠。他怕他受伤，他怕的居然是老鼠。现在没有老鼠了，走吧，回去了。我不，太黑了，我看不到路，你背我。南宫翊诧异，你要本王背你？这是什么女人，居然还敢对他提要求？你背我，不然我就不走了。我要不是害怕许家对你下手，赶着来救你，我也不至于迷路啊。上来吧，我背你。那个倨傲而自负的南宫翊就那么在他面前弯腰，他真的要背他？你可以松一点。我怕掉下去。那你是要掐死本王吗？那我松一点。他试探性的松了手，南宫翊这才得以呼吸。真是让人惊奇，谢真居然还有害怕的东西。哎呀，你背稳一点啊，我怕掉下去。如果你不闭嘴，我就把你丢下去。你不是认真的吧？他傻眼了，这片刻的温柔怎么就消失了呢？他怎么这么鬼畜呀？许韶光约见你，你们说的什么事啊？谢真凑近他的耳畔，嘴唇几乎要贴上他的耳朵。他已经答应你的要求。啊，他答应了？那他是不是用什么要求来逼迫你了？如果是让你很为难的事情，你千万不要答应，也不是只有他那里一条路。他的态度让他大吃一惊，他有多想要治出药，他很清楚。现在他居然告诉他，如果为难便拒绝，还从未有人如此设身处地的为他着想过。
似乎所有的例外都是背上这个叽叽喳喳的女人带给他的。谢真，啊，以后离许少光远一点。谢真发现了一丝不同寻常。许韶光把你怎么了？你好像很不愿意提起他。你用不着打听本王和他是什么关系，以前没什么关系，现在也没有。让你离他远一点，是为了你好。谢真总觉得他在欲盖弥彰，他突然有了一个猜测：南宫烨和许韶光该不会是前恋人的关系？哎，没想到南宫烨你以前也这么可怜，和所爱之人不能在一起啊！你想到哪里去了？还有我想吗？许韶光不就你前女友吗？何为前女友？就是你们曾经两情相悦，却没有在一起，分手了。她就是你的前女友啊！谁告诉你本王和他两情相悦？难道不是两情相悦？在本王眼里，那时候的谢家大小姐和许家大小姐并没有什么区别。对本王来说，不管是王妃还是侧妃，娶谁都是没有区别的。他身为皇室的人，娶谁都不是自己可以做主的，所以是谁又有什么关系？谢真只是顺口一问，南宫烨却想起了他曾经同他说过的话：一生一世一双人。谢真说，真正的爱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你很在乎这个问题吗？不过你若是乖顺，本王可以考虑只娶你一个。谁要你娶了？我以后是有忧四方的，我会同你和离的。和离？你要和本王和离？既然你要和本王和离，要划清关系，那本王为什么要背你回去？反正以后也没有关系的人，你不如自己走回去。你有没有搞错啊？你这么讨厌我，强绑在一起还有什么意思啊？谁说本王讨厌你了？世界一下子就安静了。王爷，顾怀生在府外求见。顾怀生？顾怀生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来王府？你便是顾怀生？即便是知道眼前这个人就是顾怀生，南宫烨还是要装作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自己不认识他。他千算万算都不会算到，顾怀生是重生的前世魂魄，是死而复生之人。草民正是顾怀生，参见王爷。来此有何贵干？无忧是草民的妹妹，虽说如今已经是王府的王妃，但草民不远万里来到京城，自然是要见见小妹的。你深夜来此，就是为了见王妃？来之前是这么想的，草民现在并不想见到王妃了，因为草民明白，今夜前来是见不到王妃的。你还挺有自知之明啊。那你来此，到底所为何事？王爷手下能人无数，不如去调查一下府内的瑶光夫人，想必她身上有王爷你想不到的答案。你知道什么？草民的确是知道一些消息的，这个消息关乎到王府的存亡，那便是古往今来人人谈之色变的痨病。继续说下去。草民没什么可说的，只是希望王爷提前做好准备，不要让病情蔓延，更不能让草民的妹妹染上痨病。你是如何得知的？草民有自己的办法。你当真不能说吗？也不打紧，王妃医术尚可，想必有她亲自上阵，不管是什么疑难杂症，一定都可以药到病除。不可以！他来是为了让谢真提前避开，而不是让南宫烨推着谢真去送死。顾公子，你倒是比不过王妃一介女流的眼界。她身为王府的王妃，乃是这里的女主人，救瑶光，遏制病情的发展和蔓延，就等同于是在救王府。她对这里也有自己的责任，她如何能独善其身？要是顾公子你，若是真的疼爱王妃这个妹妹便好，千万不要存着一些不该存在的心思。南宫烨字句都在暗指他的内心。顾怀生对谢真，那不是兄妹之间的亲情，而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热烈的爱。草民听不懂王爷的话，自是将无忧当作妹妹。这样就最好。本王最讨厌别人觊觎属于本王的东西，哪怕只是多看一眼都不行。你要说的话本王已经知道了，天色已晚了，本王就不让你留宿了。如此，那草民便告退了。他转头，脸上的神色就冷淡不已。南宫烨，若你胆敢让无忧受到分毫的伤害，我一定会拖着你下地狱。南宫烨，我哥哥到底哪里得罪你了？你要这样羞辱他？你发什么疯？我发疯？那是我哥哥，你凭什么不告诉我他来了？凭什么？
你已经嫁到皇室里了，是本王的王妃。顾怀生不是你的亲哥哥，你身为人父，自然是要和他保持距离的。怎么，连最基本的女德你都不知道了？那看来本王是该让人好好的教你了。你不觉得你很过分吗？他是我哥哥，我们要保持什么距离啊？你们心凉子，所以你们说话如此刻薄。谢真，出去。南宫印感人了，他并不喜欢和女人一般计较，但是谢真在挑战他底线。除非你让我出府。便是让你出府，你见到顾怀生又能如何？难不成你要为了他抛弃谢家，放弃王妃的位置，和你的好哥哥一起回到青山村去？南宫烨，你一定要这么说话吗？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和他？什么抛弃王妃的位置，和顾怀生回青山村，那不叫回，在南宫烨的眼里是私奔，私奔。别说本王不留情面，顾怀生再过半个月就要开始科考了，科考之前，本王允许你为他送考。送考？你答应让我见他了？你若是没听清，那便算了，就当做本王什么也没说过。不行，我都听到了，你答应我见他一面了。那你还问？那我就谢谢你了。少来讨好本王。这不算讨好，我只是投桃报李。那你打算怎么感谢本王？我请王爷喝酒吧。喝酒？为了表示对王爷的感谢，我亲自做一坛葡萄酒，到时候请王爷喝酒。他心里也有自己的小九九，已经打听过了，南宫印鲜少喝酒，想来也是酒量不好。既然酒量不好，他就有的是办法弄晕他。都说酒后吐真言，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问他任何问题了。南宫印眸色微变。葡萄酒？正是。你倒是什么都会。那是当然，我会的可多了，你知道的只是其中的1、2样而已。老奴见过王妃。管家不必多礼，有什么事吗？王妃娘娘，谢侧妃下了帖子，邀请王妃您明天去东宫参加赏菊会。谢无双绝对不会没事找事儿办什么赏菊会，赏菊会又是搞的什么幺蛾子呢？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怎么了？谢真还不等芯片提示他就暗道谢青秋得的该不是哮喘吧？来，把枕头抱着，腰向前倾，慢慢的平复呼吸。谢真，你还快放开他！有本宫在，你休想干坏事。谢真都懒得说话，听我的，慢慢的呼吸。本宫让你放开他！你的耳朵是不是聋了？你听懂了没有？11公主愤怒之下，顺手端起桌子上的茶杯，就那么砸向谢真。然而，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一道月白色的身影挡在了谢真的面前。是你！来人，把这个人给本宫拖下去砍了！守卫准备把顾怀生拉出去。本王妃在这里，谁敢伤她，就从本王妃的尸体上踩过去。他是你什么人？你敢这么帮他说话？难不成你想给七哥戴绿帽子？你好大的胆子！公主，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绿帽子，莫非在公主眼中，世人便只有男女之情，没有兄妹的手足之情了吗？你住口！这个男人和你到底是什么关系？你最好现在交代出来，否则本宫可就把你押进宫里了，让皇祖母治你一个不守妇道、与人私通的大罪。哦，本王妃倒是想要问公主一句，他是本王妃的兄长，到了太后面前，太后要如何判本王妃一个与人私通之罪？你胡说！你哥哥是谢天宇。怎么会是这个男人？可话一出口，11公主就后悔了。这个人该不会就是她的另外一个哥哥吧？他是你哥哥？正是本王妃的兄长。兄长初来乍到，不知京城里贵人多，若是无意冒犯了公主，公主还请见谅。今日之事到此为止。谢真打算点到为止，闹下去对他和顾怀生也没有什么好处。顾怀生还是要科考的，马上就要秋闱了。凭什么？他招惹了本公主，你要想让本宫放过他也可以，让他跪着给本宫认错道歉。公主，你确定要如此吗？你不是说你们是手足情深的兄妹吗？想必你哥哥犯错了，你身为妹妹，你也可以代为受罚呀。你要是真有这个诚意，那就代替他跪下认错。哎呀，
你不是说你们兄妹情深吗？怎么现在不说话了？既然你想要求情，那你就下跪啊！谢无双眼神不经意地扫过顾怀生，那眼神不像是一个哥哥看妹妹的眼神，而是像在看自己心爱的女人。谢无双不敢想下去，他觉得或许是他看错了。公主，草民愿意给公主下跪认错。哥，谢真想要拉住顾怀生，可他却挣脱了他的手，一步一步地走向11公主。你给本宫退下，不许再靠近本宫。公主，不是要草民下跪认错吗？何必躲呢？你走开！11公主脸色发白，顾怀生漫不经心地笑了。公主，草民有疑问不解，恳请公主解惑。11公主警惕地盯着他，笃定他的喉咙里不会说出什么好话。韩世子不知道公主的所思所想吗？顾怀生只说了这一句话，11公主的脸色血色尽失，脚下一个趔趄。你想说什么？宫女要来扶她起来，她却呵斥：不许过来！公主，您这是怎么了？草民还没下跪呢，怎么你自己倒先跌倒了呢？11公主哪里还敢惩罚他，只觉得眼前这个人像极了恶魔。瞬间，11公主的手脚都凉了个彻底，哪里还敢要顾怀生给她下跪？她甚至害怕他了，害怕一个毫无权势的平民。公主啊，草民不过是随口一说的，您千万不要放在心上。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您对韩世子的……闭嘴！你住口！不要再说了！他是不是知道什么？虽然他一直说他什么都不知道，但他分明就不是那个意思。他分明是什么都知道呀，知道他心底藏着的肮脏和禁忌。你走开，走开！11公主太怕了，一把推开他，拔腿就要往花园外跑。公主！顾怀生说了什么？11公主居然吓得跑了，这威力还挺大的。你对他说了什么？你想知道？他很怕你。他不是怕我，而是怕我所知道的消息会让他沦为耻辱，万劫不复。他的目光寒冷，什么公主，不过是皇家的耻辱。下次不要再挡在我面前了，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痴傻的顾无忧了，我可以自己保护自己了。我也希望哥哥能够护好你自身。终归他不是他想要的那个顾无忧，只是占了这个身体的一缕魂魄而已。他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着顾怀生的所有牺牲和付出，他不想欠他什么。对我来说，即便你不傻了，即便你变得聪明了，可是在我的眼中，你还是那个需要人保护的无忧。我希望你永远都不会受伤，这样我就没有机会再挡在你的面前。所以无忧，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有危险的时候，我都会挡在你的面前。生生世世，永永远远，我都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出现。谢真的身子颤了一瞬，眼眶微红，抿着嘴唇，一句话也没说。你这是要去哪？太子盛情邀请我，不能辞。你回吧，哥哥答应你。如今虽给不起你一条街的铺子作为嫁妆，最多3年。3年之后，哥哥赠无忧10里红妆，别人有的，你也要有。10里红妆？不，10里红妆都是不配的。他要给他的是这个天下最尊贵的位置，他要送他天下、山河、今生今世。为了他，做一回乱臣贼子又如何呢？总比眼睁睁地看着他殉葬南宫印好吧。谢真心里又是一暖，他没想到他才来这里，居然连谢夫人给谢无双一条街做嫁妆的事儿都知道了，可见他真的是把顾无忧放在心上的。可这话呀，听起来真的不像是一个哥哥对妹妹说的话，那字眼里藏着太多不敢言明的情愫。他即便是知道了，他也只能装作听不懂。他让素心在太子府等着顾怀生平安出来，而他则让车把式载着他去了一趟济世堂。一入济世堂，掌柜的就来告诉他一个好消息：王妃啊，我们药房已经得到了第一批的曼陀罗花药材，现在已经在加紧制作药了，要不了多久啊，这药就可以出来了。你们老板呢？我要见他。他要问问阿契关于顾怀生的事，自然是要见他的。您要见老板？老板今天
您先上去等着吧，我派人去通知老板。掌柜的一脸苦恼，自家王爷或许玩大了，到底什么时候才把身份坦白呢？这要是被王妃发现了，那是要天翻地覆的。曼陀罗花的问题都解决了，为什么他内心这么的沉重呢？叹什么气啊？怎么这么看着本座，是想本座了？你以后还是把面具戴上吧。怎么，你觉得本座不好看？好看。那为什么还要戴面具？哦，你该不会是对本座的这张脸动心了吧？你看我是那么肤浅的人吗？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他唇角勾起，本座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你喜欢南宫夜那张丑陋的脸，有趣的灵魂？我已经同你说过很多次了，南宫夜是我夫君，我不许任何人轻贱他。好吧，本座真的不知道那个人有什么好，你值得这么维护他吗？他已经平安的从边关回来了，你还叹气做什么？他平安的回来了，自然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那你还在为什么事情烦忧？你想要的药方马上就可以制成了，还有什么不满足的？药方制成了，我高兴，却也不高兴。此话何解？可是我一想到曼陀罗花是他亲自去向许韶光要来的，我心中就过意不去。谢真一番话说的真诚，听在南宫印的耳畔，却是惊起了惊涛骇浪。他以为谢真的心愿达成，他应该喜笑颜开的，他竟然想到了他。我的意思是，他是一个那么高傲的人，他和许韶光的过去已经是他心里无法磨灭的伤口，我就要他撕开了自己的伤口，去找曾经背弃他的人。哎呀，其实他可以不去的，可以不管这件事的，他去了，我就觉得心里不好受。南宫印听明白了，他的眸光暗下去，心口有一股情绪在横冲直撞。他总结出了一句话，他不高兴是因为以为这机会会使他去向许韶光求来的。你不觉得或许是你想多了？我想多了？这只是你的猜想而已，或许对于南宫印而言，这不算什么为难之事。谢真顺着他的思维想下去。做什么？他不解，微微的后退了一步。你好像很高兴，你现在心情很好吗？并没有。可他抿直的唇瓣却微微扬起了弧度，那分明便是高兴欢喜。你在高兴什么？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能告诉我是谁买凶杀顾怀生吗？秘密。谢真笑了一下，秘密。其实他不说，他也知道和谢无双脱不了关系。他还想从他这里入手找点证据，以后好弄垮谢无双呢。现在看来，只有找其他的办法了。好，你不说就算了。谢真不打算继续逼问，他知道他的嘴巴硬得很。你既然会医术，怎么没想过给南宫夜治病？你难不成就等他毒发身亡，你想改嫁？喂，你可不要胡说八道啊！我是那么心狠手辣的人吗？你不是吗？唉，我何尝不想救他呢？可是他那么骄傲的人，会在我面前示弱吗？还有啊，他根本就不相信我，自然也不会相信我的医术。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担心自己解不了他体内的毒，贸然给他希望，不是把人推入更深的绝望里吗？最后一个原因说出来，南宫印彻底愣住了。他想过很多理由，唯独没有想过，他迟迟不出手，是担心他救不了他，怕他更绝望。哎，对了，你和他有什么深仇大恨？你几次三番潜入王府，你想杀他？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我只是一个杀手，我杀他也不过是因为别人给银子要他的命。阿谢，那我给你银子，让你保护他。什么？他给他银子，让他保护自己？你想让我保护他？可以，看你开得起多少价了。他的命可是很贵的，可以买来几十支你头上的红玉簪了。谢真这个时候低着头正在思考，所以便错过了他眼底的漫天星光。倘若他看到了，一定便会对他的身份起疑心。我愿意为济世堂写一辈子的药方，把所有药方的收益都给济世堂，这算不算黄金万两？你是不是傻呢？南宫印中了毒，还不知道能活多久。你要为济世堂写一辈子的药方，用你的黄金万两，就为了让我放过他，值得吗？值得啊，为什么不值得？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不值得呢？南宫印耳边是轰隆不断的声音，那个声音盖过了他的心跳声。既然你这么维护他，那本座就答应你了。
击掌为誓，若谁违背了誓言，便不得好死。不得好死。南宫义眸色微沉，心口颤了颤。谢真，你说本王该怎么回报你呢？师兄，江湖救急啊！老爷子太狠心了，搜刮了我所有的银子，把我赶出家门了，非得逼我去科考。老爷子这不是要弄死我吗？刘少卿没有形象的嚎啕大哭。挠开你的爪子！我不，除非师兄答应帮我说话，不让我去科考，否则我就……你就一直跪在我面前。南宫义都想给他一脚。你能不能像个人啊？师兄，那你到底答应不答应我呀？反正我就是个草包，科考是不可能科考的，我根本就不是读书那块料，让我去科考，还不如让师兄你去，说不定还能一举夺魁。起来！我不起，除非你去老爷子面前为我说话，我才不要去科考。你再不起来，本王便走了。别啊，师兄！滚回去吧！你既然不想科考，师父也没办法逼你。真的啊？清风守在门外，现在围观的人已经三三两两的散去。他们早就看惯了这柳家小公子的做派，便都没有再聚集在门口凑热闹。确定没有人了，南宫义取下了脸上的面具。少卿，多日不见，你演得愈发的像了。本王差点都被你骗了过去。师兄这是在夸奖我吗？演了这么久的草包，连师兄这么睿智精明的人都骗过去了，想必其他人也不会怀疑了。为什么要主动见本王？花楼得到了一个消息，东海国的公主即将前往大周。来的是东海国的哪一位公主？东海王最宠爱的掌上明珠18公主赫连霓裳，她还未曾婚嫁，来大周是为了什么？想必不用我多说了。我觉得霓裳公主是个机会，师兄可以用尽一切办法娶公主，就等同于获得了东海王的支持。娶公主？本王看你是异想天开了。且不说本王身中剧毒，这大周朝人人都知道本王有病，活不久。东海王是疯了吗？把他最宠爱的公主嫁给本王守活寡？你若是东海王，你会这样做吗？少卿，这无异于是做梦。换作是你，你愿意吗？这些不需要你担心，你就告诉我，娶公主怎么样？不怎么样。本王在你眼里，难道是一个只能靠女人的人吗？我自然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若是用对了人，娶公主对师兄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我同师兄说一件感兴趣的事儿吧。何事？东海国王是有至宝，名叫双生骨。双生骨？双生骨是东海王室的宝贝，哪怕是性命垂危之人，一旦种下骨也可以续命。东海王这一次把这蛊虫当做了公主的嫁妆，娶公主便能得到公主的嫁妆，便有了救命的双生骨。师兄，你也知道双生骨有多难得，对你有多重要，你难道不想要这宝贝吗？不想要公主背后的支持吗？但是本王已经娶妃了，难道你还能让公主做侧妃？公主之尊自然是不可能做侧妃的，东海王也不可能让公主做侧妃。我有办法让公主在众多王爷里选择师兄，但是公主不可能为侧妃，这关乎到东海王室的面子。少卿的办法便是王妃自请降为侧妃，将王妃之位让给公主。南宫义直接就怔住了，让谢真自请降为侧妃。如果王妃通情达理，想必是不会不答应的，毕竟这是非常之事，便用非常之法，她自请降为侧妃，也博得了一个贤惠的好名声。少卿，此事不要再提。王妃善妒，本王可不敢对她说这些话。让她自请降为侧妃，只怕本王的王府要被她闹得天翻地覆。师兄，王妃再怎么善妒，可这是大事啊！没有双生骨的。好了，本王已经知道你的意思了，但是本王也把话放在这里，本王不会靠着女人走捷径，本王更不会让谢真受这份委屈。师兄，你为了一个谢真，居然不愿意娶可以帮助你的公主吗？为什么？这事和她没什么关系，本王只是不喜欢靠女人。可到底是不喜欢靠女人，还是为了谢真不愿意呢？什么时候他那个冷酷无情的师兄眼底也会了丝丝的柔情呢？师兄，你是冲着那个位置而去的，你今日为谢真拒了一个公主，等你真的坐到了那个位置上，
难道你要为了他一个人拒绝整个后宫的牵制吗？少卿，本王已经解释过了，不是为了他。师兄，你自己信吗？这一句话便把南宫印给问倒了。他自己信吗？到底是不想靠女人，还是真的只是为了一个谢真，所以不愿意答应？师兄，好好想想清楚，我先回去了。南宫印一听说他要买东西给顾怀生，他居然开始妒忌顾怀生了。他为什么要给顾怀生买东西？为什么？他是我哥哥呀，他过2天就要入考场了，我这个做妹妹的难道不要表示一下吗？他说的对，妹妹买东西给哥哥没什么，他把顾怀生当哥哥，可顾怀生心思深沉，却没把她当做妹妹。只是这个女人什么都不知道。南宫印很想拒绝她，可转念一想，谢真很少找他办事，银子他是有的，但要是为顾怀生花，他心里说不出的别扭。王爷，实在不行，不然你就当做是我借的。去账房支取吧，是我随意。他到底是纵容了他这一次？真的？他怎么有一种傍大款的感觉呢？南宫印居然说数额随意，那就是说账房有很多钱了。本王什么时候骗过你？你若再不去，本王很有可能就会改变主意。别，我马上就去。你是王爷，你还是个男人，千万不能言而无信，知道吗？哎呀！你跑那么快做什么？谢真趴在地上无力垂头，这丢人丢到外婆家了。南宫印，你还有没有良心？你就站着看我笑话？我还是不是你的结发之妻？你快点过来扶我起来啊！谁给你的胆子直呼本王的名讳？还需要别人给吗？那当然是王爷你惯的呀！快点扶我！你这么喜欢银子吗？一听本王要收回，就这么迫切的要去账房支取？那是，我本来就喜欢银子，谁不喜欢银子？谢无双有1条街作为嫁妆，我可没有。我那箱子里估计只有几百个铜板。南宫印，你有白头发了？他语气冷淡，根本就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南宫印还年轻，怎么会有白头发呢？走吧。去哪里？你就要这个模样出门吗？还不去洗手？他这才如梦初醒。这个时候他手掌心都是灰，他不好意思了。我马上就去，先走了。派人去保护他。是。清风是个话痨，现在也不敢多问了。不过问不问都不要紧了。作为他家王爷最忠心的属下，他已经十分清楚王爷的内心了。王爷就是口是心非，谁说只有女人才口是心非？他们王爷照旧如此。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就在他走过小巷口时，熟悉的滴滴声又贯穿到了脑海。里面有人吗？我是大夫。他想了想，觉得就算有受伤的人躲在这里，他还是应该说出自己的身份。这万一他要是靠过去了，里面的人反手就给他几刀，他就只能回去见阎王爷了。他可能是一个被芯片搞死的穿越女。说，你是谁派来的人？完犊子了，就知道里面的人不是好惹的。我是谁并不要紧，要紧的是公子你想活还是想死？谢真能告诉他自己是被脑子里的芯片坑来的吗？我现在就可以扭断你的脖子。我能救你，你的确可以现在就杀了我，但你的伤严重的你根本就走不出这里，我可以死，你也得死。不要想花样，否则他已经重伤，随时就要昏迷。都到了这个时候，他还不忘记威胁他。他拿出香囊里的药掰开，拿了一颗药喂到他嘴里。这是什么药？毒药，让你立刻解脱的毒药。我知道你在怀疑我，但我可以说的是，我并没有其他目的接近你。每个试图接近我的人都会如你一般说。大哥，你真的想太多了。我接近你有什么好处？你是谁我都不知道，而且你都这样了，我还能对你怎么样吗？你不知道我是谁？他的语气有些疑惑，像是他应该知道他是谁。天下这么多人，谁知道你是谁？谢真觉得他太搞笑了。你可以滚了，下一次
你要是再出现在我面前，我会杀了你。谢真求之不得，转身就走。反正芯片已经默认他救过他了，他是按照芯片来的，现在走了也怪不到他头上。王爷当真相信那个女人说的话？本王知道她是谁了。啊，王爷您知道了？这个玉扳指，本王熟悉得很。没错，这个玉扳指就是他刚才从谢真身上顺下来的。头一次回京城，就给了他一份这么大的礼物。京城果然比边关热闹许多呀。他南宫爵回来了。对于那个男人的身份，谢真是一无所知，他也不会知道自己居然惹到了一个了不得的人物。王妃娘娘，大事不好了，您快跟着老奴去看看吧。发生什么事了吗？王爷让人搬了好几坛千日醉，现在已经喝得大醉了。我们要请大夫给王爷看看，王爷把我们所有人都赶出去了，只让我们继续搬酒去。管家是知道南宫印的身体的，他体内的蛊虫让他不能喝酒，最好是滴酒不沾。说是饮酒，只会让蛊虫长得更快。他为何喝酒？在他的印象里，南宫印不是一个嗜酒的人。是许姑娘的人来过。许韶光？他来做什么？来给王妃您送礼物。给我送礼物？谢真一脸的不相信，这能是给他送礼物？分明是借着给他的由头送给南宫印的。南宫印明日就是生辰，许韶光是为了南宫印。东西呢？王爷并没有让人收下这份礼物，把许姑娘的人赶出去了，礼物自然也丢出去了。毫无疑虑的，这时候谢真心里才舒服了一点。好，我现在就去看看他。南宫印，你快下来呀！你喝醉了，你要是掉下来。南宫印一口一口地灌着自己喝酒，他对谢真的叫喊声充耳不闻。快拿木梯子来，或者把我送上去。他实际上是一个很怕高的人，屋顶他是爬不上去的，要么梯子，要么别人轻功带他。王妃，这男女……哎呀，都这个时候了，本王妃恕你无罪。你要是不带我上去，难道你想看着王爷醉酒从上面摔下来？属下不敢。那就送我上去。侍卫想了想，一脸犹豫的模样。最终，他带着谢真上了屋顶。既然那么害怕，为什么要上来？怕，自然是怕的。但你在这里啊。话音落入南宫印的耳畔，天地万物一瞬间消失无踪，所有的声音都沉寂消失。他耳边有烟花在不断的炸开，他害怕，但他还是上来了。他的理由是他还在这里，所以即便是害怕，他也要来。做什么？南宫印，有什么事情说出来就好，不要一个人扛着。你看，你都有白头发了，就算你觉得说出来也是无济于事，但有个人可以为你分担，我觉得你应该会好过一些。所以你不要觉得你是一个人。谢真告诉他，他从来就不是一个人，可为什么他却觉得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一个人呢？你这么看着我，你是不相信我说的话吗？我说没有。没有什么？本王没有不相信你。相信我就好。所以你既然相信我，那就不要一个人喝酒了吧。这是什么？这是给你抓的药，熬了喝了，再用药渣熬水洗头发，会缓解白头发的生长。有白头发又怎么样？没白头发又怎么样？有白头发就证明你太操劳了，你应该好好的休息。本王不喜喝药。他目光又是一暗，那里面潜藏着有太多不能和外人道的情绪。可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啊，不喝药病怎么会好呢？你是大夫，难道你也觉得所有的病喝药都能好吗？他语气里带着几分自嘲，几分悲观。他从来就不是悲观的人，但体内的蛊虫日渐发作，他竟然开始对自己的未来很不确定了。喝药或许治愈不了病，但是不喝药，病一定不会好，只会更严重。哎，说起来，许韶光那边来过了，你没说他送的生辰礼物吗？生辰礼物？你怎么知道那是生辰礼物？完了，谢真瞬间就傻眼了。是啊，他怎么知道那是他的生辰礼物？他总不可能告诉他自己为了调查他去查了他的生辰吧？这事儿我一打听就知道，这算不得是什么秘密啊！而且啊，你不要转移话题啊！许韶光送你礼物，你为什么要丢了呢？谢真，
到底是谁在转移话题？你心里不明白吗？本王可没说那是本王的生辰礼物，怎么偏偏就你知道？这很重要吗？我怎么知道的？这真的那么重要吗？不重要。南宫翊的眸子再次暗下来，唇边的笑意带着冷漠。许少光的礼物，你是想我收呢，还是将我丢出去呢？怎么我倒是觉得你很希望我收下他的礼物？你这么问我是什么意思啊？那是他送给你的礼物，你想收就收，不想收就不收，为什么来问我这么古怪的问题？你说的对，这是本王自己的事。既然如此，那本王便让人去找回来收下吧。谢真听到这话陡然起身，手里药包都想砸他。南宫烨，他太没良心了。这么大声干什么？我的耳朵还没聋呢。你自己在这喝吧，走了。他现在不想和他说话了。他没良心呢，是真的没良心。他就是随口说说而已，他居然还想着收了许韶光的礼物。狗男人！我让你走了吗？那你还想怎么样？你说我想怎么样？谢真的呼吸一颤。你想怎么样？我怎么知道？谢真，你有话就说。他心里有些害怕。南宫翊突然变得正经，该不是想说什么？我很想知道你是哪里来的山精鬼怪。你真的是碎的不轻了。我是人，怎么可能是山精鬼怪？你若真的是山精鬼怪，你便如何？那本王就真的放心了。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我是活生生的人，怎么会是鬼怪呢？而且啊，你不怕鬼怪吗？鬼怪而已，有什么可怕的？我见过的东西可比鬼怪惊悚多了。是人心，是人性。一句天生不祥，天煞孤星，他的父母就放弃了他，这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悲的事儿吗？就在谢真要张口解释的时候，他突然弯腰低头，他亲了他，他居然亲了他，谢真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就在谢真心跳如狂的时候，他却像是被他烫到了一样，快速地松开了他。你夜深了，我让人给你拿梯子来。他丢下这一句话，便逃也似的离开了。这就走了？他就这么走了？亲他的人是他，不是他呀。他作为一个男人，怎么可以像一个女人一样害羞？该害羞的人不是应该是他吗？谢真摸了一把自己的脸，脸很烫。南宫翊应该是真的亲他了，可他为什么呀？翌日，谢真顶着2个黑眼圈出门，他没忘记正事儿，今天是南宫翊的生日，中元节。过节日之前，他先做了一件事情，让素心把南宫翊的药熬了。王妃，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啊？你要对王爷好，是该自己去表现啊，该让王爷知道啊。我没有想要对他好。素心心道，没有想对他好，那这药是熬给谁的？那这药又是为谁抓的？见过王妃。哎，你们世子那里有消息了吗？正在调查之中，很快就有消息了。那你来？世子派手下来是为了王妃的事。王妃不好了吗？谢真愕然，他怎么把王妃这事儿给忘记了？虽说药马上就制成了，但是王妃病重的厉害，王妃能否等得到还犹未可知。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那走吧。站住！韩王妃最厌恶皇室之人，即便是谢真去了，韩王妃也不会让她看病。韩王妃讨厌皇室的人，怪不得上次在韩王妃的住处那里，南宫薄不敢叫她皇嫂，只能叫她谢真。王爷，世子自有办法，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王爷应该不会见死不救的吧？去便是，我和你走这一趟。谢真，我是大夫呀，能救人我不能见死不救啊。可以，你要去，本王陪你。实在是不用。真的不用？需要的，需要的。那便走吧。谢真和南宫翊一起出门，很快就到了韩王妃的住处。韩王妃的病，你有几成把握？那要看我制出来的药药效怎么样。本王如果告诉你，本王不希望她活着呢。你说什么？韩王妃只是一介妇人，南宫翊为什么要？谢真，很多人他活着并没有错，但是你知道吗？有些人错就错在挡了别人的路。
他不想要韩王妃好起来，是因为他挡路了。可是韩王妃对他又有什么利用价值呢？如果我说我做不到呢？你应该知道，你说的话对于一个大夫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学医术，成为大夫，所学所想是为了救人性命，而不是为了害人。本王当然知道你是一个大夫，但是谢真，你要明白一个问题，普天之下只有本王可以护住你。本王若一败涂地，本王若身死，你还能安安心心的做你的大夫吗？虽然不知道你本来的名字是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会变成谢真，但本王想要告诉你，你不会以为你在这具身体里待久了，你就真的成他了吧？他什么都知道，他的眼睛仿佛可以洞悉一切。想要救死扶伤，想要悬壶济世，你要先自己活下去才能实现。你能够相信的人只有本王，因为只有本王知道你是谁，而且本王愿意接受你。你什么时候知道的？一开始便知道谢真是真的傻，从谢府花园里见你的那一次，本王便知道你不是他了。谢真猛吸收一口冷气，他居然这么早就知道。那你想怎么样？把我当成怪物杀掉吗？还是捅出我的身份？本王什么时候说要杀你了？本王不会杀你，本王更不会允许任何人伤你。那你……本王选择开诚布公的同你说话，是因为看你瞒得太辛苦了。既然知道了你的身份，本王也只是想告诉你，不必怕，就算你的秘密暴露，本王的人，本王自然会护着。所以，你不要怕。不必怕，不要怕。杀人如麻的鬼王说这么多话，拆穿他的身份。他所谓只是一件事，那就是让他不要怕。为什么？你说这么多，就是为了让我不要怕吗？没有为什么，本王只是为了让你安心。你就不想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谁？谢真顿了一会儿，觉得自己也没有隐瞒下去的必要了。你说对了，我不是谢真，我是从另外一个世界而来的叶真。我不是什么山精妖怪，我也是人，只是我所处的地方和你们这里不一样。你可以叫我叶子。在现代的时候，他的同事都叫他叶子。本王不想叫你叶子，便勉为其难的叫你真真吧。都可以，你高兴就好。坦白了自己的身份之后，谢真心中很畅快，仿佛悬在心头的大石消失了，他整个人都如释重负的轻松。韩王妃的事情以后再说，今天我先去看看。他打马虎眼，就算知道他是为了自己，但他也不能这么草率的做下决定。本王没有骗你，本王若死，到时候……好端端的说什么死？你担心本王？你不是也说了吗？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现在我把自己的秘密都告诉你了，我自然希望你好好的。你好，我才能好。南宫燕，你真的不怕我是鬼魂吗？我要是画本子里的妖精，你可就死定了。所以你是借尸还魂？算是吧。你在你的那个世界怎么死的？是人下手的吗？你放心，我们那个世界很太平，不会像你们这里这样动不动就杀人。我们那里啊是个法治社会，杀人是要坐牢的。坐牢？说出来你可能要笑我，我是个医生，也就是你们这里的大夫，因为过劳而死，也就是俗称的累死的。累死的？可不吗？好了，话不多说了，我们先进去吧。有机会我同你说说我原先的那个世界。好。他觉得能够听他多说说那个世界也挺好的，多了解那个世界就相当于多了解他一分。伯父不日就要抵达京城了，你们可以合家团圆了。团圆？七哥，你觉得此次父王回京，我们一家人真的可以团圆吗？伯父镇守边疆这么多年，劳苦功高，父皇和伯父手足情深，必定不忍心你们一家再次分离。说到底，他父皇忌讳的只是韩王拥兵100万，深得民心。说是韩王交出兵权，也就相安无事了。问题就在于韩王信不过他父皇，不愿意交出兵权。七哥，你认为天家有血缘亲情吗？所谓的权力，真的可以蒙蔽一个人的本心吗？为了权力，连骨肉血亲都可以不顾了吗？
这你不该问本王。七哥，这个问题真的要问你。七哥，你心中不会觉得不平吗？不管是端王还是六王，即便你做的比他们还要出色，黄伯父依旧视你为心头大患。你知道何为天子吗？他是九五之尊，掌握生杀大权，心中即便有不平也要平。雷霆雨露皆是君恩。七哥，真的很可惜。可惜什么？东海国的公主过几天就要抵达边关了，她来京城是和亲的，在众多王爷里挑选夫君的。所以呢？南宫义并没有太大的反应。柳少卿早就把消息传了过来，他早就知道了。七哥，你一定想不到，六王爷也在这个人选之列，他回来了。南宫觉，杜贵妃的儿子。杜贵妃跳城楼寻死，连累当年还是孩童的南宫觉被驱逐出京城。众人都以为文帝遗忘了那个罪人之子，却不料这一次公主和亲，竟也把那位不受待见的王爷召回来了。回来便回来了吧。七哥，你就一点也不担心吗？无什么可担心的。谁会最容不下南宫觉呢？左贵妃，她的母后，就看谁先沉不住气了。她没必要先脏了自己的手。皇祖母疼你爱你，这局你便不要入，或许能够独善其身。可我是韩王府的一份子，伯父就快回京了，你不必如此忧心。还有事吗？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还是希望那个位置是七哥你来做。先走了。其实他想要的不是那个位置，他想要是证明自己。他对抗的不是那些人，而是命运。南宫义去院子外等谢珍。今天可是你的生辰，我们去庆祝一下。有什么好庆祝的？这么多年不是一个人过来的吗？生辰对他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话不是这么说的，过生辰就是要庆祝的呀，不然不是太冷清了吗？你想怎么庆祝？自然是大吃一顿，再请你放烟花好了。本王看你是找借口，想要本王请你大吃一顿吧。其实南宫义很想告诉他，今天不行，因为他昨夜喝了那么多酒，体内的蛊虫似乎又有，他也摸不准什么时候就会发作。他今天最好还是留在王府里最安全。但也不知道是怎么了，看他笑容灿烂，他眼中尽是他的笑容，他无法拒绝他的好意。你不是很怕本王吗？以前是怕自己的身份暴露，怕自己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是我现在不害怕了。南宫燕，你相信吗？我并不是愿意一直待在他身体里的，可是我没有选择的机会。不管是顾怀生还是谢老夫人，他们每个人对我好，都是因为我是谢珍。可如果哪一天他们知道了我不是谢珍，只是霸占谢珍身体的鬼魂，他们又会如何看我？他们只怕恨不得把我除之而后快。他们要的是谢珍，而不是叶珍。这个秘密一直藏在他的心里，让他无法放松自己，随时随地都紧绷着心弦。叶珍，有本王在一日，便无人敢动你。本王不管你是叶珍还是谢珍，你本王护定了。今天是你的生辰，本来是我要哄你高兴的，谁知道还要你来安慰我。好了，不说这个了，不过还是要谢谢你。你想回去？可是我已经回不去了。南宫义的脊背微微的出汗，他听到他说他想回去时，他心里居然会有一丝害怕，心头涌上的是陌生怪异的感觉，放不开又抓不住的空荡荡，有些恐慌。他竟然不舍得他离开，所以他竟然有些庆幸他说他回不去了。他居然有些高兴，他突然觉得自己这样的想法很卑劣。或许老天爷都在惩罚他的自私。这个时候蛊虫发作了，蛊虫竟在这个时候发作了，他愈发觉得不祥。你怎么了？不舒服吗？他伸手要摸他的额头，南宫义一把打掉他的手，动作之利落。他体内的蛊虫发作的时候，会无限的放大他内心。他不知道他的一举一动对他来说是什么样的蛊惑，但是他知道，他绝不能让他靠近自己。别管我。你怎么了？你到底怎么了？他这个情况太不对劲儿了。
但他脑海里的芯片又没有提示，根本就给不出药呀。他要是不说，他也无计可施。祸不单行，这个时候，原本风平浪静的河面有水花飞溅而起，无数个黑衣人持剑从河水上飞了上来，凌空而来，他们的剑光直指南宫印的方向。杀！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快跑！若是平时，对付这些人自然是不在话下。只是今天他的情况不对，既然要对付这些人，还要压制蛊毒，他的战斗力便大打折扣了。更别提他的身后还有一个谢真。这些黑衣人仿佛知道他想后撤，便都默契地从四面八方袭来，把他的去路围得死死的。王爷，七王爷今晚是打定主意，不会找出青铜门的人了。这种情况下，他都要保护他的王妃，可见本王的七弟是个多情种。南宫觉像是发现了什么好玩的事儿，慢慢的移动箭头，对准了谢真的额头。隋阳，本王和你打个赌。赌什么？本王这一支箭射过去，谢真不会死。王爷，这怎么可能呢？七王妃是不会武功的，她怎么能够在您手底下逃过剑杀的？他们说话间的功夫，桥边的南宫印已经渐渐落败。谢真见他受伤了，心脏都要跳出嗓子眼儿了。也是同一时间，一道利剑破空的声音传来。谢真！话音落下的那一瞬间，有人一把抱住了他。这支剑本该是扎在他的身上的，现在却是在他的身上。为什么？为什么？本王说过要护你，本王言出必行。谢真心神震撼，嘴唇更是不停的轻颤。这时候还有黑衣人持剑攻来，他们似乎就是为了要南宫印的命，誓不罢休。南宫印闭上眼睛，又再一次的睁开，血红的眼睛里布满杀气，他周身突然荡开一道磅礴的内力。南宫印趁着最后的机会，衣袖翻飞间，一片金色的叶子从他的手指间飞出去，金叶子射的方向便是南宫觉所在的方向。他丝毫不慌张，再次放出一支利剑，利剑便扎穿了那一片金叶子，随即掉落在了地上。撤吧，本王今晚也不算一无所获。南宫印很在乎他的王妃，那个叫谢真的女人。成王者怎么能有软肋呢？黑衣人撤退了，也是这个时候，王府的护卫赶来了。快追！不必了，王爷，不追了？今晚遇袭这么大的事情，竟然不追了？本王应该知道他是谁了。那支箭是从酒楼那边射来的，如此远的射程却能百发百中。他知道是那个人回来了，南宫觉。谢真，你给我离他远远的，不许再招惹他，听到了没有？凭什么？凭什么？你还问我凭什么？要不是为了护你，他至于这样吗？你要是有良心，你就不该再继续拖累他。没有你，他只会活得好好的。为帝者要成大事者，绝对不可以有任何的软肋。经过这一次的花灯会刺杀，别说幕后之人，就连他都看到了南宫印的软肋。我知道这一次是我不好，但是你凭什么又觉得我只会拖累他？这一次他能救我，下一次我也能为他抵挡风雨。我会用我的行动向你证明，我不是什么累赘，更不是拖累。我是南宫印值得相信且依靠的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就觉得只要我离他远远的，他就不会受伤。想要对付他的人，不管我在不在，都会不择手段的对付他。你只会把罪责怪到我的头上。你以为我就很愿意南宫印受伤吗？我宁愿受伤的人是我。哼，你倒是伶牙俐齿。不过谢真，你知道不知道，他那一剑虽然没有要他的命，但你知道对于他来说这伤有多严重？对旁人来说只需要半个月的功夫就可以痊愈，对他来说伤口会恶化，拖延数月之久。就算你的医术高明，也架不过一具千疮百孔的身体。你那些药，整个苍云大陆当今几国从未出现过。你到底是谁？你的药又是哪里来的？东方镜消失这么久，原来是为了回去调查他的。我不知道你这么问是什么意思。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没见过的并不是就没有。
我除了是谢真，我还能是谁？我便料到你不会承认，你不承认也没关系，总有一天我会找到证据。东方静都开始怀疑他了，那么其他人呢？对不起。有什么可对不起的？要不是为了我，你不会受这么严重的伤。东方静只是担心本王，他说的话你不要放在心上。他骂得很对，就是我拖累了你。但是南宫燕，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你以命相救，以后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不会丢下你的。说了护你，就是会护你，不需要你做什么，这也不是交易。我知道。可见他脑海里的芯片也不是万能的，他还是必须要靠自己，例如建造一座无菌的手术室，重操旧业。你对少卿提出来的计策有什么想法？娶公主？他要你娶公主，得公主的双生骨续命，再把东海国的兵权揽入怀中。那你是如何想的？我还能怎么想？这娶不娶公主不重要，如果不找到解骨的方法，你先把双生骨得到，也多了一个机会。至于公主，我还真的不希望你娶。你以为你父皇会看着你娶吗？而且这兵权也不是那么好得的，到时候你要是真的成了东海国的驸马，只会引火烧身。文帝第一个就容不下他。不愧是东方，看问题一针见血。少卿始终不如你想的长远，收获越大，风险越大。现在这个局势，我们不适合强出风头。再说了，谢真并没有犯错，你要是为了公主而休她，只会让人心寒。即便你以后登基了，这也会成为你身上的一个污点。本王身上的污点还少了吗？那不一样，时候不早了，你还要入宫去赴宴，一切小心。文帝明知他受伤，也还是逼他进宫。他去便是。妹妹，姐姐前2天听说你和七王爷在中元节遇刺，姐姐这颗心呢，一直是为你悬着呢。现在看到你没事，姐姐终于放心了。谢真心想，估计他恨不得自己死，还会担心他。这用脚趾头想也是不能相信的，信他个鬼啊！本来我是想去看望妹妹你的，可是啊，殿下说我才有孕，担心我奔波，所以便没能去看妹妹。妹妹，你可不要生气啊！有孕？谢无双有孕了？还这么快？恭喜啊！他觉得谢无双有些蠢，有孕这种事儿为什么要闹得人尽皆知？而且谢无双只是一个侧妃，太子妃是未来的许韶光，谢无双要是生下了长子，那不是会威胁到许家的地位？许家会放任这种事情发生吗？谢无双肚子里的孩子能不能生得下来，还有待商榷。七哥，你难道不为本宫和无双高兴吗？你和七王妃成婚这么久了，怎么还是没有好消息传出来呀？太子明知道他是中蛊的原因，连女人都不能碰。七哥，你身体该不是有什么问题吧？要是有问题，你得早一点让太医看看。哦不，七王妃不就是大夫吗？也不知道七王妃能不能治你不行这种病。谢真捏紧了拳头，这太子简直让他想撕了他的狗嘴。你们在说什么？谁不行？谢真神色大变，他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在小巷子里救的那个人就是一双这样的绿眼睛。这京城里不知道是刮的什么风，居然把六哥你吹回来了。太子这一句六哥，本王可不敢当。这一位才是你的亲哥哥，本王可没有又丑又缺。南宫爵究竟是不是小巷子里的那个男人？如果是，那么他现在说的这些话真的让他觉得恶心。他不该救这么一个人，芯片就算要惩罚他，他都不该救他的。救了他，不是让他来羞辱南宫印的。走吧，不要耽搁了。七弟，这位家人不知是祭地你的什么人，本王不知道是不是何处见过他，觉得他很是眼熟呢。南宫印眸光锐利，定格在南宫爵的脸上。眼熟？六哥是吗？我是王爷的王妃，弟媳见过六哥。你就是谢真？谢真乃王爷的王妃，还请六哥自重。本王一向散漫惯了，在沙场也是如此，弟媳不要见怪。可本王看你倒是很眼熟，不知道本王是不是在京城见过你呢？南宫印的气息更冷了，眼底都凝结成了一层浓重的寒霜。谢真的心在颤抖。
南宫爵一定是故意的，绝对是。什么时候不好提，偏偏要在这个时候提起来？那天的巷子是你吗？本王还想着登门拜谢呢。六哥认错了，那人不是我。本王也觉得不可能是地心你，如果要是你的话，本王就直接把你丢失的东西还给你了。东西？谢真是猛的，他有什么东西落在南宫爵的手里吗？这么看着本王做什么？难道弟媳多看本王几眼，你就觉得本王眼熟了？好了，不说了，王爷我们先走吧。在南宫爵看来，谢真这是落荒而逃的。也不知道是哪位姑娘掉的玉扳指，本王真不知道去哪里找人把东西还回去。玉扳指这3个字飘入了谢真的耳朵里，他以为是听错了，他也没当回事，只是像躲避洪水猛兽的推着南宫印快走。谢真推着南宫印到了无人的地方，他在路上已经想了很多了。即便是南宫印什么都不问，但是他不想欺骗他，他应该坦诚，他不想2个人的关系又回到以前一样。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南宫爷，你不要多想，你听我解释。你怎么不问问本王想说什么？没有人催促你，你这么着急做什么？不是，我知道没有人催我，可我不解释的话，你不就误会了吗？你很怕本王误会？那当然啊，你可是南宫印啊，凶起来鬼都怕的人。你说吧，你想要解释什么？其实南宫爵说的那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我。我不敢承认，我就是怕你生气。我和他确实在小巷子里见过，我阴差阳错的救了他。说完，他便快速的低下头，都不敢看南宫印的眼神，害怕从他的眼里看到对自己的失望和冷漠。谢真，你抬头看着我。怎么了？你不用这么紧张，我想告诉你的是，我相信你。你说什么？我相信你。你说你相信我？你不怀疑我吗？南宫印之前可是一个那么多疑的人呐，南宫爵在他们面前意有所指的说了那么多，他都做好了他误会他的准备。说了会相信你，就会相信你，所以谢真，你不需要对我解释什么，我相信你。没想到你真的……你不要急，若你想说，可以慢慢说。他不是一个会冲动易怒的人，以前或许会，但自从遇见谢真之后，他的耐心变得越来越好了。你有那么害怕吗？既然开始不敢说，那为什么现在敢说了？不敢说是怕你误会，怕你生气。现在敢说是怕你相信了他的话，会不再相信我。南宫爵的话是想离间我们的感情。这脱口而出的感情2个字，叫南宫印毫无预兆的一怔。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想离间我们的关系。感情？他们之间有感情吗？用关系来形容，是不是更贴切呢？更合适呢？南宫印犹如被泼了一盆冷水，唇边的笑意僵住。你生气了？没有，没有，他分明就是生气了。你有什么东西掉了？谢真一经提醒，猛地去摸自己的袖带，里面空空如也。玉扳指，阿七的玉扳指掉了，那么贵重的东西，阿七也没问他要回，他居然给人弄丢了。怎么了？我可能真的掉了一个东西在他手里。什么东西？我爹娘留给我的东西。这该死的借口啊！那个玉扳指。南宫一时话，想笑但又笑不出来。他又一次成了他爹了。他并不想做他的爹。我想拿回玉扳指。这事你不要管，交给本王。六王爷和七王爷在外面打起来了。南宫爵和南宫印打起来了？那2个不都是伤者吗？怎么还能在宫里动手了？老七，你是个爱美人的多情种，以前是许韶光，现在是谢真，还有一个瑶光死心塌地的守着你。老七，你的桃花运还挺多的。南宫爵，我不管你要做什么，只要你敢动谢真，我让你有来无回。你想多了，我如何会伤害一个女人呢？你知道的，我就是最喜欢美人的，怎么舍得美人受伤呢？我疼她还来不及呢。南宫爵，这是动怒了吗？老七，不是我说你，谁都知道你碰不得女人，那不如我这个做哥哥来为你享受，你说如何呢？南宫印忍无可忍，掌心运起内力，穿透了夜风，狠狠地击在南宫爵的身上。谁来告诉朕，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儿臣给父皇请安。
南宫夜，你哪里受伤了？没事。那音调听上去和平常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一点儿都没有。但就是因为没有，这才显得可怕。此时此刻，所有人都不敢上前，包括许韶光。但谢真来了，他就是来了。其实他是一个很怕死的人。来人，传大夫给六王爷看伤，把六王爷抬到偏殿去休息。老七啊，朕知道你因为身体的原因性格大变，可你居然对自己的兄弟手足动手，还伤了人，朕对你很失望啊！你们是手足，你们应当兄弟情深，绝不可刀剑相向。你就在这里跪着，等到接风宴散了之后，来朕的御书房。父皇，您……他是要为南宫印辩解的，但话还没说完，南宫印就阻止了他。他其实也受伤了，并不是只有南宫爵一个人受伤了，但他为什么不说？这分明就是不公平的。父皇，儿臣这伤势也没什么要紧的，儿臣只是和七弟无意切磋而已。您不要惩罚七弟，也不必为儿臣请太医。七王妃可不就是大夫吗？让他给儿臣把脉便好了。你也给朕住嘴！你以为朕不惩罚你吗？等你伤好了，一顿板子你跑不了。谢真，本王看你有几分本事，若是哪一日七弟不要你了，你倒是可以来投奔本王呢。你放心，永远都不会有那一天。南宫爵不再说什么，让侍卫抬着担架离开了。你为什么要和南宫爵打架？他百思不得其解，他不像是那么冲动的人呐。没有为什么。你身上还有伤，你为什么不能向父皇诉说原因呢？说了，或许父皇就不会惩罚你了。你太不了解他了。好了，这事不需要你管，你进去吧，外面风大。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担心风大？你怎么不想想你自己？你在担心我？你现在才看出来？难道我很像是在看笑话的模样吗？我和你不一样，从小便在战场上，你能吃饿受苦。你怎么就知道我做不到呢？我也能。当初你母后，你不在京城的时候，我还在消防店取水盆呢。你这是在告状吗？你可以当作是的。想要我为你撑腰？那可是你母后。本王没有把她当做母后，下次本王为你撑腰。你居然要为我这个来历不明的人撑腰？南宫燕，你说我是在做梦吗？还是你没睡醒？你是糊涂了吗？谁说你来历不明了？你是本王的王妃，你是谢真，本王承认你，永远都会承认你。谁敢拆穿他的身份？他南宫印要的人，谁敢说他来历不明？就算他只是一缕来历不明的魂魄，对他而言，他也和这里所有的人不一样，和那些活生生的人不一样。你永远都是本王的王妃。南宫燕，谢谢你愿意这么相信我，但是你放心，如果真的有事情泄露的那一天，我会一个人扛下所有的事，我绝不会拖累你的。就算我回去了，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你。本王可不是要你永远记得本王，本王要你永远留在这里，永远在我身边。谢真整个人都怔住，呆滞地看着他。留在这里？他怎么可能留在这里呢？如果有机会回去，他应该还是会离开的。南宫燕，真的，就算我回去了，你也不要难过，你不要觉得自己是一个人，我会想你的，叶真会永远记得你的。南宫印却是捕捉到了另外一个信息，他还是想走，可他如何走？他还要离开这里？如果你回不去了呢？回不去就再说吧，就算回不去了，留在这里也没那么差劲，这里不还有你吗？他觉得就算留在这里也不是那么不好。那么他可不可以理解成，他或许有那么一些愿意为他留在这里呢？救命啊！打死人了！他是个惯犯了，经常在这一带偷吃的。谢真心下了然，原来是这老头子偷包子被打。偷东西本来就是错，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他也觉得活该挨打，但见这些人下手太狠了，他担心闹出人命。这几位小哥适可而止吧，当心闹出人命。他偷吃了你多少包子？我替他给银子了，你们也不要再打他了。姑娘，你不要替他给银子，你不要看他可怜，他手脚不干净，就是要受惩罚的。你今天帮了他，他以后还是要来偷包子的。小哥，我替他给银子便是，你们不要打了。
好，今天有你为这老不死的说话，我们饶了他。银子你倒不必给了，反正我们也教训了他。几位小哥又凶狠地瞪了抱头的老头子一眼，气势汹汹地走了。老人家，即便是生活困难，也不可偷人东西，做欺民否盗之辈。你的儿女呢？我老头子无儿无女。这样，你以后要是吃不饱肚子，就来亲王府的后门，我每天让人送你一些吃的。老头子听到他说这话，身体抖得更厉害了。你是不是受伤了？我带你去医馆。好心人呐，老头子我现在就要饿死了。老头子我不去医馆，你带我去吃饭吧。吃饭？那走吧。他也不是什么大善人，就是觉得他可怜了些。刚好他有银票，吃点饭应该花不了多少钱。然而谢珍这个想法很快就被打破了，因为老头子点名要去满堂红。满堂红那可是韩王府的产业，京城里最大最好的酒楼。老头子倒是比谢珍这个年轻人跑得还要快，还不等谢珍坐过去，他就开始点菜了，连菜单都不用看，噼里啪啦的说了一大堆的菜名。红烧狮子头，佛手金卷儿，羊皮肚丝，四喜丸子，招牌烤乳猪，鸳鸯。谢珍听得一脸呆滞，这老头子怎么那么熟悉这里的菜？倒是比他还像经常来这里消费的人。老头，你别太过分了。他现在才意识到自己被耍了。哟，本王和七弟妹还真是心有灵犀啊！本王昨晚才梦到了七弟妹，这不，现在就碰到了七弟妹了，缘分啊！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六王爷，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不过是一个梦而已，本王只是实话实说，弟妹用不着这么紧张。不知道的还以为本王对弟妹你做了什么呢。你不要再演了，说吧，你有什么条件才能把我的东西还给我？本王不是在清凉台说过了吗？本王受伤了，需要弟妹你好好为本王诊治一下。你像是有伤？弟妹你要本王解开衣服给你看看吗？你是不知道啊，本王那个好七弟给本王的一掌，本王现在心口还痛呢。你睁着眼睛说瞎话，如果不是你先出言侮辱，他是不会动手的，你活该。好好，那就算本王活该吧。弟妹这样的家人说什么都是对的。别用你的眼睛看着我，小心我挖了你的眼睛。原来弟妹你还是个小辣椒啊。哼，够了，你不知道什么叫做弟妹吗？你口味挺重啊。你是谁？哼，老头子是谁和你有什么关系？拿了别人的东西就要还给别人，不听话的孩子是要受到惩罚的。哼，弟妹，和来历不明的人吃饭，你也不怕被人卖了？你不觉得你管得太多了吗？好啊，既然弟妹你如此厌恶本王，那本王就不惹你厌烦了。先走一步。你拿了人家什么东西啊？老头子劝你一句，还是还给他，否则这债你就还不尽了。少在本王面前装神弄鬼的。哼。前世债，今生还啊。南宫觉已经走远了，所以并没有听到。谢珍倒是听到了，她全身一震。你说什么？看在你请我吃饭又请我喝酒，为我解围的份上，老头子有6个字送给你：既来之，则安之。既来之，则安之。老头子难道知道他的底细？他忽然抬起头，看向对面的老头子。可是这个时候，眼前哪里还有老头子的人影呀？既来之，则安之。如果他是高人，那么他一眼能够看透他的来历，他一定还知道更多的事情。他忽然激动起来，忽然觉得有了回家的希望。顾公子才高八斗，
在科考里一鸣惊人，今日的殿试，都长里已经拿他下注了，赌他会一举得魁。唉，王嫂，你若是担心顾公子，不如去找七哥。你也觉得不对劲？除了南宫印，只怕没人愿意去掺和顾怀生这些事儿里。顾怀生现在就是一个烫手的山芋，谁敢接呢？皇嫂，再多的话我也不能继续说了。你也知道韩王府不管朝堂之事的，现如今就算真的有人要对付顾公子，你也只能回去找七哥，请他出手，才是当务之急。蒙公宝不再多说什么，谢真心里头直打鼓，总不会真的要出事吧？七王妃要去哪里？去找南宫印。你对南宫印做了什么？也没怎么，就是给他一些教训罢了。就是不知道他毒发的时候，拖着沉重的病体，能和本王的人过几招呢？他在哪里？你故意来找我，你想要我做什么？你直说。不错嘛，你居然知道了，本王是故意来找你的。所以你想要怎么样？你直说，你说啊！做个选择题吧，如何？弟妹，你也应该知道，世上没有两全其美的好事，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在你眼里，究竟是南宫印的命重要，还是宫里那位才华横溢、惊才绝艳的顾公子呢？顾怀生和南宫印，你要谁的命？国师驾临！这个时候，国师居然回来了。国师安好。马车外还有何人？还有我。七王妃是对老头子我有意见吗？国师，你多虑了。谢真说了违心的话，他当然对他有意见，只凭借算卦就轻易决定了南宫印的一生，何其不公，何其让人愤怒。老夫喜欢说真话的人，王妃，你若是说真话，老夫解你目前的难题。不必了，本王妃不信天命，只相信人定胜天。七王妃，你不信天命，那老夫和你打赌，老夫可以为七王爷卜一卦。你若是想求他的吉凶，那便跟上车驾。南宫觉瞳孔狠狠的一缩，顿时看向马车的方向。说是真的被他补出来什么，那南宫印不是又死里逃生了？谢真在犹豫，因为他不相信里面的人可是国师，他会有那么好心吗？但同时，如果他说的是真的，他也很心动。又有什么条件？你真的愿意为他算一卦？你先告诉老夫，你是否相信天命？我如果说我还是不相信呢？就算相信天命，但他还是相信可以逆天改命，总不能算命的说自己一事无成，那就真的不去努力了吧？很好，有七王妃的气势了。老夫可以为你卜卦，但老夫在这之前想问你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如果老夫为你卜卦的条件是要求你永远留在这里，你应允吗？你说什么？南宫印说过了，不能相信任何人。万一这国师只是来诈他的呢？他不是就不打自招了吗？他不能相信。你是谢真，但你已经不是从前的谢真。丫头，你的命运发生了变化。他不能说得太直白，他和南宫印的命是连在一起的，已经解不开了。南宫印和他的命运互相成就，彼此依靠。去吧，七王爷在南边，沿着南方菩提寺找去吧。你说的是真的？不管老夫说的是不是真的，你现在只能去求证，求证之后才能证明老夫说的是不是真的。老夫相信你宁愿相信我，也不会相信六王爷。南宫印，前世落的那个结果是有人修正了那个数，改了南宫印的命。他如今还在这里，意义就是为了把南宫印的命数修回到正确的数上。他暂时还不能暴露自己，不能和南宫印过多接触，只有这样才能保住南宫印不能打草惊蛇。他会揪出背后那个借天改命的人。
说到底，也是他前世一时大意，竟然南宫印和帝位失之交臂，让南宫印的命被人改了。因为前世南宫印这帝王星的命数一变，整个天下大乱。这一世，他务必更加的小心谨慎，修正所有人的命运，让每个人都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结局。如果你说的是真的，就当我谢真欠你一个人情。谢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拔腿就往宫外跑。他一边跑一边回答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你是谁？想知道我是谁？他笑了一声，声音和女人一样。南宫印这一刻都不知道他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了。有人来了，今天就先放过你，我们很快会再见的。今日是给你的见面礼。看到他胸口狰狞的剑伤，他的眼眶发红得很厉害。你要撑住，我马上去救你。南宫印，我还没有告诉你，其实我有一点喜欢你。你救我那么多次，这一次我也可以救你的。哪怕是和阎罗王抢人，他也要把他抢回来。谢真现在这个已经算是很冷静了。以往他救别人，那些人在他心目中都没有这么重要。但是这个时候看到已经昏迷的南宫印，他一颗心都要被捏碎了。不过幸运的是，他做好了这些急救措施之后，南宫印的生命体征已经开始慢慢稳定了。南宫印，你坚持住，清风应该很快就会找到我们的，你一定要撑住。辛苦你了，不要哭了。你让我哭一会儿。他真的很害怕呀，从医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害怕抢救不了自己在乎的人。他现在总算可以明白那些守在手术室外的家属的感受了。在他昏迷不醒的那一刻，他既是家属，也是医生。他是那么的害怕，害怕他再也醒不过来了。我们怎么办？你的伤必须要找地方缝合，但是我担心消毒不到位会造成细菌感染，到时候会造成其他严重的后果。谢真像无头苍蝇一样。这个时候，南宫印才看到了周围散落一地的药物，这些东西都是很陌生的包装纸。你有什么想问的吗？这个情况必定是躲不过去了，但他庆幸有芯片给药呀，不然他只怕是凶多吉少。要是没有芯片，他真的没那个自信把人抢救回来。不过南宫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脱离生命危险。你有什么想说的吗？你要是没什么想说的，那本王也没什么好问的。他给了他台阶下，他早就接受了他的来历。至于这些奇怪的东西，他也全部接受。南宫印，你是不是喜欢我呀？南宫印的手僵住，就那么停在他的脸上。哎呀，真是情深意切呀！本王都不好意思做那个拆散鸳鸯的恶人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想干什么？杀了他呀！本王的目的还不够清楚吗？你趁人之危，你算什么男人？趁人之危又怎么样？你若是想要活命就让开，否则本王连你一起杀。放开他！你冲本王来！七弟，受这么严重的伤，你还有勇气站起来，你的骨气我真的不能小觑。你要如何？我是个疼惜美人的人，最会怜香惜玉了。你若自裁在我面前，我自然就放了我的好弟妹了。我会好好的疼爱她，至少你无法给她的，我都会给她。你还没碰过她吧？放心，你死了之后，我会为你尽责的。你大可以放心的去死。话音一落，南宫绝就一用力，把谢真的手腕狠狠地扭断。放开他！他早知道南宫印受伤严重，根本就连剑都拿不起来了，要不然手怎么会抖呢？南宫印，你不要管我。就算南宫印自裁，南宫印死了之后，等待他的又是什么结果呢？这个恶魔一样的南宫绝还不是会羞辱的。所以谢真接受了芯片的麻药枪。七弟，你要是再不动手，我就折断他的另外一只手，挑断他的脚筋。你不要听他威胁，
不过是一只手而已。然而他话音一落，南宫爵就又故意捏他被折断的那只手，痛苦如排山倒海一般袭来。谢珍已经发不出声音，他眼神一狠，趁着这个时候，左手掏出了麻药枪，他快准狠地对准了他的胸膛，一枪就打了出去。你这个女人，你还真的是不怕死。他的身体就好似轻飘飘的落叶，往身后的断崖下摔去。他就那么坠向了断崖。他想，这一次或许真的可以回去了吧，最好是回去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断崖之上却有一道红色身影不顾一切地扑下来。他是不是疯子？他也跳下来了。他为什么？南宫翊已经是强弩之末，可他的身体硬是生出了力量，让他冲向了断崖。谢珍绝不能死。你放手，放手！你不怕死吗？那你呢？你不是也不怕死吗？他没有问他为什么要扑下来，或许他已经得到了答案了。在这半空中吊着绝不是长久之计，他应该都支撑不到清风来，他们还是会摔下去的。南宫翊，谢谢你，我来这个世界这么久了，你虽然一开始利用我，甚至还想杀了我，我那时候很讨厌你，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谢谢你后来对我这么好，不在乎我的来历，愿意无条件的相信我，保护我。不许，本王让你不许说了，闭嘴！你救了我那么多次，你也护了我那么多次，这一次我想护你。他一边说话，口中一边流血。南宫爵那一掌也让他很痛，与其这么痛苦的活着，他更宁愿跳下去，给南宫翊一个生机。叶真，谁要你护本王了？本王说的话你听到了没？不许松手！你不要再吼他们说你不好。叶真觉得南宫翊很好，所以你那么好，我有点喜欢你，我不想让你死。南宫翊，好好活着。叶真，回来，我让你回来！南宫翊痛苦的大喊，声音响彻云霄。他刚想松开手，也让自己掉下去的时候，这凝固的空气里传来了清风的呼喊声：“王爷，不要松手，坚持住，属下马上带您上去。”去下面找谢珍，找他，本王没事。王爷，您先上去，我们马上就去找王妃。谢珍掉下去了，那只怕是凶多吉少。不，本王要自己去找他，就算只是一具尸体，他也要找到他。王爷，那就别怪属下无礼了。这个时候放南宫翊下去，那才是要命。你那么好，我有点喜欢你，我不想让你死。您坚持住，我们马上回王府。放本王下去，本王要去找他，本王要告诉他，是喜欢啊，喜欢他啊。清风几乎觉得自己听错了，王爷疯了。虽说他这个外人觉得王爷是对谢珍动了感情的，但也不至于谢珍掉下去了，王爷就发疯了吧？王爷，您冷静一下，放我下去。王爷，王妃是为了救您才这么做的，她为了您连死都不怕，就是想要您活着。您看您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下去了又能做什么呢？王妃要是知道你不好好治伤，她也会生气的。你不懂。南宫翊眉头紧蹙，痛心疾首的道：“清风不是他。”我们走。清风，你连本王的话都不听了。要是换做往日的他，早就自己下去了。可现在他已经溃不成军，说话的速度都很慢，如何还能站起来？这一次，属下不能听王爷的。本王让你放下。南宫翊，你要是再挣扎，不好好休息，我就把你的女人真的丢下去，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这声音，软轿里刚才还处于崩溃边缘的南宫翊突然就安静下来了。你说什么？东方
方怀里的人是谢真。我说你只是受到外伤，怎么你脑子也不好用了？谢真没死，你犯不着为他要死要活的。我接住他了。一瞬间啊，南宫翊满是悲戚的双眸里再次燃烧起了明亮的星光，他又瞬间活了过来。南宫翊忽然就笑了，他像疯了一样痴狂大笑。清风和东方静都莫名其妙地对视了一眼，难不成真的疯了？无人知道，南宫翊这是激动的，这是欢喜。这一刻，东方静的出现让他从绝望的深渊里回来了，他有了和上天对抗的勇气。天煞孤星，不是，至少谢真还能好好的。谢真还活着，你就高兴成这样了？你不懂。他不懂，他也不需要懂。不过看到南宫翊这个样子，他觉得谢真还是活着好一点。至少他觉得现在的南宫翊才是一个人，才有斗志。刚才那个南宫翊只是一具行尸走肉罢了。都说公主如何受东海王的宠爱，若是真的爱女儿，哪里舍得？是啊，要是我有女儿，我才舍不得。王妃您就放心吧，若您和王爷有了小郡主，凭王爷的本事，也不可能让小郡主远嫁的。王爷，您一定要记得喝药，因为王妃还指望着和你生孩子呢。你疯了？生孩子？生什么孩子？南宫翊的耳根子都红了。这都是苏欣说的，苏欣还说王妃想要生个女儿呢。王妃说她若是有女儿，才舍不得女儿远嫁。你自然得好好喝药，养好身体，才能早日和王妃生孩子呀。谢真想要和她生孩子，最好是个女儿。谢真催你生孩子了，看来你得多多努力了。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难不成你觉得我说的不对？谢真都想要和你生孩子了，你难道不该多多努力吗？南宫你也有今天呀。滚远一点。你还让我滚？要不是我为你接住了谢真，现在你还会是这么意气风发的吗？你对谢真的救命之恩，本王记在心上。你若有所求，赴汤蹈火，刀山火海，在所不惜。我只是说笑而已，并不需要你做什么。我在你的身上投入了我全部的心血，我连东方家族未来的命运都压了上去。我不需要你给我什么报答，我只希望谢真活着，我能看到那个更好的南宫翊，而不是一具行尸走肉。你是明白的吧？放心，我不会阻拦你和谢真，让你欢喜的事已经那么少，我也不忍心让你连这最后的欢喜也失去。多谢，谢真，的确是我这么多年心中唯一的一点欢喜。当谢真为了他放手掉下悬崖的时候，他就已经融入到了他的灵魂里。他在乎他，很在乎。听到了吗，谢真？我都帮你试探到这个份上了，你还躲着？南宫翊可是好不容易承认了，你是他这么多年来心里唯一的一点欢喜啊！你还不进来，还要偷听到什么时候啊？你说什么？谢真在门外，所以他说的话，谢真都全部听到了。他几乎是挣扎着，快速地把一边的面具戴在了脸上。东方静这厮一定是故意的，明知道他还没有对他坦白另外一个身份，他故意引来谢真，就是要谢真看到他的脸，拆穿他的身份吗？东方静什么时候这么无聊了，居然来看热闹？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可以睁开眼睛了。是什么？是木簪？不是，这是南宫翊给叶真的聘礼。聘礼？你也知道，如今齐王府的形势如履薄冰，前有狼后有虎，可是将娶你入府，没有给你任何的聘礼，也没有大婚。但我今日送你木簪，是真心实意的，要与叶真结发为夫妻，不是谢真，而是叶真。只一根木簪你就想娶我，这聘礼是不是太少了？不够，一根木簪当然不够，但是我还想告诉你，你想要的一生一世只许一人，我可以。你可以？南宫翊以前不是觉得他这样的愿望是做梦吗？这古代的男人还是凤子龙孙，自然个个都是要三妻四妾的。他承认了，他之前在犹豫，也有三妻四妾的这个考虑，但是现在南宫翊亲口告诉了他，他一生一世只许一人。
如果他都这样许诺了，那么他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我现在一无所有，唯一能给的便是这一份真心。南宫印不太擅长说这些话，但是为了让谢珍答应留在他身边，为了回应谢珍，他把自己能给的都给了。他可以要这江山，也可以不要这江山。帝王至尊那不是他想要的，他只是想要证明给他的父皇看，不祥之人天煞孤星，哪怕被天遗弃，他南宫印也有能力和本事爬上去。他命由他，不由天。看在你还算诚心的份上，叶真答应你了。他不知道是否能回去，如果回不去了，那么陪着南宫印，看着他一步一步的达到顶峰，那么这种感觉似乎也是不错的。可他的心才开始释然，转瞬又笼罩上了一抹沉重。可如果有朝一日可以回去了呢？他又要舍下他吗？他想他是做不到的。谢谢你，谢谢你愿意留在我身边。在他的父母都视他为洪水猛兽，生怕他带来厄运的时候，叶真不惧，他还有那么大的勇气拥抱他。你不要这么说，你对我也算舍命相护了。我是人，我如何感受不到呢2天前的子夜，你在何处？南宫觉的眼皮一跳，在何处？他那个时候当然是在劫杀南宫印，趁南宫印病发要他命。那叶虽儿身体不适，早早就在医馆歇下了，周围侍卫都可证明。太上皇冷笑：你父皇很疼你，疼到是非不分，可以看着骨肉相残。老六，姑看在你是你父皇最疼爱的孩子的份上，我这一次就放过你，你的人头暂且寄存在你的头上。若你还不知错，回头是岸，那么你的命姑随时会要了。你最好给姑记得清楚，姑不想手刃自己的孙子，但你不要以为姑会和你的父皇一样容忍你搅浑皇室。你要是聪明，就参加完了宫宴，滚回你的沙城去，做你的封地之主。否则，太上皇也不想把话说得这么绝。老六和老七都是他的孙子，这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他的后代。他不能像皇帝一样毫无底线地偏袒自己中意的那个人，否则他不就和皇帝一样了吗？你和你母妃真的一点也不一样。是啊，正是因为我和我母妃不一样，我母妃要是像我一般，那么就不会被逼得跳楼自裁了。我母妃会变成冤魂厉鬼，向你们每一个人索命。放肆！孽障！在皇祖父面前岂有你大放厥词的份儿？来人，把这个孽障给朕拖下去，大打30大板！父皇，老六不懂事，触怒了您，惹您生气，您不要和他一般计较，他的风言风语您也不要放在心上。今日朕就好好的教训他，为父皇您解气。太上皇闻声，苍老的手依旧拢在袖子里，并不接文帝这一杯茶。父皇就消消气吧。皇帝果真宠他，我大半夜的召见他，皇帝竟也赶过来了。怎么，皇帝是觉得姑要对自己的孙子做什么吗？朕没有这个意思，朕只是担心他放肆轻狂惯了，会气坏父皇您的身体，所以前来阻止这一切。时间不早了，不要就寝了。朕马上就带老六离开这里，父皇您好生休息。太上皇没有看他，自顾自地起身走向了内殿。赫连公主入京，大周京城热闹了好几天。为公主举办的接风宴，赫连公主点名告诉文帝，她要所有王爷都参加国宴以及她的招亲会。这一下，哪怕娶亲了的王爷也开始担心了，怕这彪悍的赫连公主真的看上了自己。大周的奴婢就这么没有规矩，还敢直视本宫，该当何罪？谢珍直接就傻眼了。奴婢，她就是穿的简单了一点，但她和宫女也还是有区别的吧？公主的眼睛若是不好，王妃会一点医术，可以为公主看看眼睛。你就是那个丑王爷！赫连霓裳又口出狂言。王爷，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在这么重大隆重的场合，居然有狗叫啊！狗？
七王妃是疯了吗？居然敢说这个18公主是狗！大胆！你放肆！你居然敢说本宫是狗！哦，公主啊，原来你就是公主啊！本王妃可没有骂你啊，在这里的各位都可以为本王妃声明清白。公主，你可不要上赶着对号入座，这样可不好。那你的意思是本宫冤枉你了？本王妃可没这么说。公主要是觉得本王妃侮辱了你是狗，那就请你拿出证据来，我刚才是否指名道姓？否则我还要告你陷害。本宫从东海国而来，是来和亲的。你羞辱本宫，是不是想要破坏东海国和大周的邦交关系啊？你是何居心？本王倒想问问公主，你要做什么？公主既然知道自己是来和亲的，以此维系两国邦交，那么你就该收敛自己的脾性。毕竟我大周的男儿可不愿意娶一位凶悍如狼的女子为妻子。丑八怪，你什么意思啊？公主是不是不会说人话？我夫君有名字，你若是不会说人话，我可以教你，千万不要像一条狗一样到处乱叫，不然我们大周还会以为堂堂公主殿下连最基本的礼仪涵养都不知。百里，给本宫掌他的嘴！你没听到我说的话吗？听到了。你不动手，本宫自己来。巴掌没有落在谢真的身上。你想干什么？放开本宫！本王说的还不够明白吗？你算什么东西，动本王的人？话音一落，南宫翊眼神一冷，他手中骤然用力，赫连霓裳发出更大的惨叫声。让他给本王离七王妃远一点，否则再有下一次，本王扭断的就是他的脖子。你们应该听说过本王的名声，本王什么都干得出来，所以离本王的人远一点。众人骇然，扭断公主的脖子，怕是普天之下只有这不怕死的鬼王敢做出这事儿。七王妃，儿臣在。赫连公主远道而来，她突发恶疾导致身体不适，你是女大夫，前去给赫连公主探病，务必要让公主药到病除，来参加宴会。这完全不是让他去看病的，是让他去把赫连霓裳抓过来的。请你让开，我不想和你有任何关系。本王不想让。你到底想做什么？本王已经说了，并不想做什么。他说的是实话，故意亲近谢真，只是想试探一下他身上还有多少秘密。杜先生告诉他，谢真不是等闲之辈，谢真一身都是青云紫气，是天大的福星，他遇事都会逢凶化吉。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你要是再不让开，我就……喊人是吗？你喊呀！你说要是外人看到本王和你躲在这里，他们是会认为是本王强迫你呢，还是你不知羞耻的勾引本王呢？他又不蠢，自然知道是不能胡乱喊的。你不要再胡搅蛮缠了，我和你势不两立，你到底想做什么？你直说便是。为了那个废物南宫翊，你可以不怕死的激怒本王。到底那个废物有什么好的？你连死都不怕，都要维护他。南宫翊是我夫君，辱他就是辱我，他不是废物。你心思险恶，趁人之危，你才是真正的废物。你打本王！他也扬起了手。谢真以为他要还手打自己，他已经做好了被打巴掌的准备，谁知道他并没有打他，而是一把捏紧了他的下巴。谢真吃痛，现在知道疼了。刚才打本王的时候怎么没见你疼呢？放开我！哼，这一巴掌本王怎么也得记着讨一点利息回来。你觉得本王看上去像是什么善男信女吗？打你又怎么样？就冲你在道崖上做的事，就冲你几次三番的要杀南宫翊，我还想杀了你呢。王爷，国宴马上开始了。徐颖的声音传来。今天就先放过你，不过本王想要的女人就没有得不到的。若你不是南宫翊在乎的女人，本王还不屑陪你玩呢。既然南宫翊在乎他，为了他连命都可以不要，那他就对他更感兴趣了。南宫爵就是个疯子，还对他感兴趣，简直就是魔鬼。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公主说吧，哪里不舒服？本宫哪里不舒服？本宫看到你就不舒服。只要你跪在本宫的面前，给本宫磕几个响头，和你一起去国宴。你要我给你下跪？怎么，你听不懂吗？哼，公主不用忍耐了，
本王妃也知道你得的是什么病了。妄想症是病，得治。我看南宫印不该扭断你的手腕，而是该打破你的脑袋。本宫听说你们很恩爱，那行，本宫觉得也不用比什么招亲会了。本宫这就去告诉大周的皇上，本宫就要嫁给南宫印，本宫要让南宫印休了你，把齐王妃的位置让给本宫。毕竟本宫就是喜欢用情专一的男人，你说怎么样？谢珍，你跪不跪？这赫连霓裳还真够绝的，不是要人家跪，就是要抢别人丈夫，好得很。好，我跪便是。谢珍忽然就变了一个脸色，她一头撞向了耀武扬威的赫连霓裳。谢珍，你给本宫滚开！你敢袭击本宫！公主，你冷静一点！哎呀，快来人呐！公主发病了，快把公主制住！谢珍带来的工人已经前仆后继地涌过来，帮他把疯狂挣扎的赫连霓裳死死地压住。都给本宫滚开！你们这些不长眼的东西，谁敢碰本宫？公主的病要等一会儿才能缓解，你们务必把公主治牢了。有银针吗？取银针来，我来为公主施针，让公主平静下来。本宫没病，谁敢取针？哦，公主没病，那公主为何不去参加宴会？难道是在装病？谢珍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就把赫连霓裳逼入了死局。要么承认是在装病，今天乖乖的去国宴。公主，你想好了吗？你到底是有病还是没病？我这针可是扎下来了。你就是在设计我。设计你又怎么样？看来你现在是清醒了，是要我继续给你治病，还是跟我去参加宴会？你要是不去，那我就只能让人把你捆起来，一针针的往你身上扎，好好为你治病。本宫去。皇上还真的是有先见之明啊！齐王妃果然不负众望。谁都看不出来，赫连霓裳是被谢珍揍了一顿。你当真不愿意老妻娶任何女人？父皇，您的意思是？朕的意思是想把许韶光赐给老妻做侧妃。把许韶光赐给南宫印做侧妃？上次文帝不是说不吗？为什么又突然？儿臣不愿和别的女人分享夫君，儿臣请父皇收回成命。朕意已决，若你容不下许韶光这一个侧妃，朕只能下旨让老妻休了你。许家他马上就要动定了，许韶光是有用的，既然有用，那就要留下来。他为了自己的小命着想，应该答应的。但是谢珍不想，他有些喜欢南宫印，所以并不想自己的爱情牺牲在皇权之下。你不愿意？谢珍，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老妻是皇室的血脉，你居然告诉朕你不要和别的女人分享你的夫君。老妻从来就不是你一个人的夫君。儿臣还是那句话，请父皇收回成命。不管是许韶光还是别的女人，儿臣都不想和他们分享。那你是要朕下旨让老妻休了你？儿臣不愿，即便是父皇下旨让王爷休了儿臣，儿臣也还是不愿意。谢珍，朕看你是不知死活。传朕旨意，齐王妃忤逆不孝，无视天威，遣送回谢府，让谢将军、谢夫人好生教养。没有朕的旨意，齐王妃不许再回齐王府。皇祖父，您知道什么？孤什么都不知道，你也不许去找你父皇。皇祖父，那我去找谢珍。为了一个女人，你的心变乱了？他被父皇问罪，我不可能什么都不做。我是他夫君，我应该站在他面前和他并肩。孤知道你重情，你在乎他，那你府中的瑶光呢？他就该死。你若是想解除你王妃的危机，让他回到齐王府，你就不要去找你父皇。皇祖父的意思是？南宫印何等聪明的人，他经太上皇一提点，才想起瑶光的病还没好，瑶光得的是让人闻风丧胆的肺痨。谢珍只要有这个本事可以遏制，那么他父皇一定会下旨把谢珍放回齐王府。虽说让谢珍出面会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府里不是还有一个东方镜在吗？只是要是瑶光得肺痨这事儿传出去，到时候齐王府的处境会更艰难。你怎么进来的？自然是翻墙进来的。你的伤？他伤得那么严重，他居然翻墙进来。你真的没事？
那你来这里，谢真想到了文帝说的赐婚，文帝把她赶回娘家，分明是为了让他们不再见面，那他私自前来，你不该来的。你不用担心，不管我来或不来，他对我的看法始终不会轻易改变。既然无法改变，那我为何要委屈你呢？很快我会来接你回去的，明日我便派苏欣过来照顾你，你安生待着。谢府任何人只要击到你头上，你便给我还回去。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不管我在谢府闹出什么风浪，我夫君都会为我撑腰呢？你说呢？他感受到一股未知的危险，刚要说话，他便冷不防地低下头，便堵住了他所有的话。南宫翊这不是第一次亲他，但以前的每一次都没有这样让他心动，是喜欢呢。你快放开我！你不喜欢？没有。既然喜欢，为什么要？这是谢府。哦，回王府就可以继续了。天，他该说些什么？为什么他要一脸暧昧又好笑的表情？进去睡觉吧。你不回去吗？回去？我的王妃在这里，我难道不应该留在这里陪你吗？不用了，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的。你的伤还没好，这里的环境不利于你养伤。我的王妃在哪里，我便在哪里。夫唱夫随，某人不是最怕老鼠了吗？我若是走了……话还没说完，谢真的身体比他的思想更快做出回应。不要，你不要走。既然这么害怕，为什么要拒绝我留下来？我当然想让你留下来了，但是这一次父皇动了肝火，我也不会妥协。他惩罚我一个人就够了，我不想因为我而恶化你们之间的关系。不管有你没你，他都憎恨我。你的妥协并不会让我的处境好过，你不需要如此。我真的就想不明白，你这么好，为什么他们一个两个就和睁眼瞎一样？睁眼瞎？他敢这么说他的父皇？谢真这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他捂住嘴巴。可恶！躺下睡觉。你不会真的不回去了吧？虽然我挺想你在这里陪我，但是既然是想，那遵从本心，何必在乎那么多？谢真竟无法反驳，他说的何尝不对呢？想就遵从本心，怎么连他都变得口不对心起来了呢？不要乱动。我没想乱动，昨晚是你爬过来的。谢真囧了，他知道自己睡觉有乱滚的习惯，尤其喜欢抱被子。那个天亮了，你还不回去吗？怕什么？你莫非还怕有不长眼的来捉奸啊？谢真脸更红，不断的发烫。谢真那个小贱人，不把大伯父放在眼里就算了，连祖母都不放在眼里了吗？这是谢如兰的声音。有人来了，你快走吧，你在这里被人看到了不好。谢真不是怕谢如兰，是怕传到文帝的耳朵里，到时候他们两个的日子就更艰难了。若是不走呢？你开玩笑的吧？谢真就差把文帝的威胁说出来了。你什么时候见我说过假话？自己可以应付。本王有那么见不得人吗？让他们看到了更好。南宫烨，你不要乱来，你快走！哎呀，放开我！还有你害怕的事情。谢真吐血，他害怕的事情多了去了，他是为了他着想好不好？僵持之间，房屋的大门已经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谢真，祖母让你去见他，这一大早的你还赖在床上，你真以为那个丑八怪王爷护得住你？你给我们谢家丢人，小心大伯父把你扫地出门！好大的口气！谢如兰站在原地，瞳孔里肉眼可见的惊惧。南宫烨怎么会来谢府？王爷恕罪，臣女滚出去！臣女是来请。谢如兰壮着胆子说话，南宫烨斜眼看过去，那双狭长丹凤眼里只剩下连绵不断的冷意。等他反应过来之后，谢如兰连滚带爬的往外跑。你把人吓跑了？谢家人都这么对你的，目无尊卑。本王明日就让素心和清风来王府陪你，你在谢府住一段时间，很快便可以回姬王府来。你不要去父皇面前。放心，我只是要他下旨亲自请你回去而已。不可能吧？怎么不可能？放心，今日受的委屈，来日都会还回去的。你现在是不是该回去了？回去了，有些事情还需要部署。你的伤还没好，回府之后记得让东方信给你好好检查一下。要不是我在谢府，不好明面违背父皇的旨意，我一定不许你胡来。什么叫做胡来啊？你说呢？我先走了。好。
南宫也没有用轻功，而是大摇大摆地走出房门。谢真一直盯着他的背影，人还没走呢，他居然有些舍不得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不好了，公主坠马了！快去请太医！请什么太医？请齐王妃。南宫爵抱着受伤的赫连霓裳就进去了一间帐篷里。赫连霓裳的腿应该是断了，南宫爵可不是真心要救他，他要救的人是谢真。只有赫连霓裳受伤了，谢真才会名正言顺的过来治伤。谢真的芯片已经出药了，但是根本就轮不到他给赫连霓裳治伤。滚出去！本宫不让你看病，给本宫滚！谁知道你是不是要害我？本宫不想看到你啊！有骨气呀，人家不要让他看伤，他是有多贱才会凑上去。谢真转身扭头就走。你要去哪里？你有事？你不给他看伤吗？他怕我谋害他，我还留得清闲呢。你个蠢货！谢真一怔，他骂谁蠢货？赫连霓裳？不必管他，你去。许太师到。许太师带着许韶光等人走来，气势凛然。齐王妃怎么不进去给公主看病啊？话是在问谢真，许太师的眼神却是在谢真和南宫爵之间来来回回。这两个人，他们的关系倒是让人觉得奇怪。本王妃医术不精，有宫里的首席太医在此，我怎么敢在太医面前班门弄斧？是吗？齐王妃的医术可是传遍了整个京城，在百姓的心里，齐王妃你可是活菩萨在世啊！齐王妃怎么能如此妄自菲薄呢？不过是谣传而已，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太师您说是不是？所言甚是。那齐王妃便去给公主治伤吧，也好让老夫看看齐王妃到底有没有妄自菲薄。来人呐，请齐王妃进去。齐王妃，请。六王爷，皇上请你去一见，还是莫要在这里耽搁了。南宫爵根本不相信文帝要见自己。公主未曾婚嫁，王爷你一个外男，在公主帐篷前逗留太久，似乎不太好，传出去会有损公主的名声。六王爷，还是先行离去吧。皇上下令了，此次公主坠马的事情，交由老夫亲自调查处理。南宫爵就算是明知道其中有鬼，为了现在暂时不和许太师起冲突，他也只能收起所有的不满而离开。但是他要是走了，谢真不就……本宫怀疑本宫坠马是谢真所为，这就是这位齐王妃和齐王爷谋害本宫的罪证。这玉扳指，那可不就是阿契的那一块吗？这玉扳指怎么会在你这里？这块玉扳指的确就是阿契的，但是在小巷子里救南宫爵的时候掉了，就此落到了南宫爵的手里，所以玉扳指一直在南宫爵那里。他明白了，是南宫爵。公主，这玉扳指是我的，和王爷没有关系。说破天，他就算认识，就算承认这玉扳指是他的，顶多是找他一个人的麻烦而已，怎么也扯不到南宫印的身上去吧？这玉扳指是你的？是我的。谢真睁眼说瞎话，反正阿契的身份神秘，谁也找不到他，他认下来又怎么样？物证在此，齐王妃不必再为齐王爷顶罪了。是你还是他，老夫会调查出一个所以然的。不过齐王妃口口声声这玉扳指是你的，是何人给你的？我爹给我的。哼，简直是一派胡言。齐王妃，你不要再死不承认了，这玉扳指怎么可能是你爹的？老夫要是没记错的话，这玉扳指是齐王爷南宫印所持之物，这玉扳指的里面刻有一个印字。你说笑的吧？怎么可能呢？这玉扳指怎么可能是南宫印的？这也不是阿契的吗？哼，老夫骗你做什么？这玉扳指里面刻的字是他的名讳，大周皇朝每一位出生的皇子都有这个玉扳指。玉扳指的成色虽然不同，但里面刻的字是他们身份的象征。不，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如果这玉扳指真的是南宫印的，那是不是就证明阿契和南宫印分明就是同一个人？阿契是南宫印，南宫印也就是阿契。
想到这里时，谢真的呼吸都停止了。这个消息对谢真来说是那么的震惊，难以接受。他什么都不告诉他，他连自己是穿越而来的这种秘密都告诉了他。他以为他们之间是没有秘密的，他们就是彼此呀。没想到他骗了他，但是他以阿七的身份对他好，那也是真的。真也是他，骗也是他，恨也是他，好也是他。南宫印，他真的太让他失望了。齐王妃，铁证如山，你不要以为你装疯卖傻，本宫就会饶过你，本宫不会放过你的。本王在此，本王的王妃，谁敢动？七王爷，你有什么想要解释的吗？公主坠马是不是你所为？玉扳指是南宫印的，但是却是由南宫爵故意落在马场的，为的就是给众人一个对付南宫印的机会。这玉扳指是王爷送给本王妃的，和王爷没有任何关系。本王妃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脱离王爷。谢真，不许胡说。他有办法脱身，他不需要谢真顶罪，而且这本来也就是南宫爵所为。王爷不必再说了，事到如今，我已经说了，一人做事一人当。既然都被你们发现了，那我也就承认了，的确是我让公主坠马的。你不会武功，你有什么本事？很简单的，我提前给你的马下药就行了。他不是不知道承认了这个罪名会对自己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些原本要扎在南宫印身上的明枪暗箭，现在都只能竹篮打水一场空。不管是阿契还是南宫印，他们曾经保护过他，今天就算他们不是同一个人，他也会这么做的。因为玉扳指丢失本来就是他的错，他不能让南宫印平白无故的吃了这个哑巴亏。好，七王妃既然已经承认，那便先让人把七王妃押回大理寺去受审吧。七王爷是否心疼王妃了？若是男人，可不该叫女人为自己受苦顶罪呀。但是这个时候还有心担心本王的王妃，有时间的话，不如担心你自身。哦，不知道七王爷所说何事啊？许太师心中的第一个想法，那就是南宫印莫非知道了些什么？他在猎场外文帝的回京之路设伏之事，一旦文帝出事，青铜门就会被揪出拉来。那么栽赃嫁祸之下，南宫印自然就是弑父的凶手。太师如此精明睿智，难道会不知道吗？太师可千万不要以为这猎场如今便是你的天下。本王若是太师，一定会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否则会招来杀身之祸。太师，我们设伏在猎场外的那些人，被七王爷发现了。哼，是不是皇后那个逆女？是不是皇后？太师，您消消气啊！现在应该怎么办啊？心腹急得满头大汗，计划马上要开始，却被皇后走漏给了南宫印。事已至此，传令下去，设伏的刺客全部散去。王妃娘娘，皇后说她不能亲自来送你上路，这些酒菜算是她的一点心意。皇后娘娘还说，她相信王妃是个聪明人，王妃娘娘应该也不想自己活着，却拖累了七王爷。哼，我为什么要上路？我夫君都没放弃我，我凭什么叫自尽？他要是真的想做好这个娘，真的为了南宫印好，他就不该和许家人一起来欺压设计自己的儿子。滚吧，这些酒菜我不吃，皇后的懿旨我不接。这恐怕由不得王妃娘娘，动手吧，你们亲自伺候王妃喝酒。宫女说完，那两个侍卫渐渐逼近了谢真。住手！参见七王爷。王爷，这都是皇后。本王让你滚，你是听不懂吗？奴婢告退。宫女不敢和南宫印硬碰硬，连滚带爬的往外跑。可有伤到？七王爷。你叫我什么？七王爷。不该叫你七王爷吗？那我要好好想一想，我是不是应该叫你阿契？我可以解释。解释？你是以南宫印的身份解释，还是以阿契的身份解释？我和他是同一个人。真是不容易啊！现在居然能听到你亲口承认你们就是一个人。南宫印，你一会儿是南宫印，一会儿变成另外一个人，你就这么戏弄我？你是不是觉得我很笨，觉得我很好骗？我就像是唱戏的角儿，你看的应该很开心吧？我没这样想过。好，如果这件事情没有泄露你的身份，你打算什么时候才和我坦白？还是说你从来就没想告诉我？我本来打算回京城就告诉你的。
南宫印毫不含糊地承认了。谢真闻言低垂着眉眼，心中憋着的那股郁结之气好似消散了许多。好，那我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你说吧。他不想再这么针锋相对，他也不想怀疑他，因为呀，他说就算他是妖魔鬼怪，他也要护他。这份情谊让他怎么相信他对他没有动心呢？我没想过欺骗你，就算是一开始没打算和你坦白，但我也打算把阿七的事情告诉你的。谢真，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此事我错了，你不要生气了。好好说话，我没有原谅你，你不要动手动脚的。还有，南宫夜，你的认错是不是太没有诚意了？就一句我错了，你就想让我翻篇了吗？你当我谢真这么好欺负的吗？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好，你说我的认错没有诚意，那你觉得怎么才算有诚意？只要你说，任何事情我都可以为你办到。任何事都可以办到？当然，摘星星摘月亮这样的事情办不到。你放开我！叶真，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能不能不要再生气了？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以后任何事绝不会再隐瞒你一分一毫。你打我骂我吧，我知道你心中很失望，不过我想要告诉你的是，不管我是南宫夜还是阿七，自从对你动心之后，我便从来没想过要伤害你。我对你的好都是真的，你可不可以不要生气，不要再把我推开，好吗？好，这次我就原谅你，但是你是不是还有一件事情应该向我坦白？何事？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毁容？你杀气的时候我见过你的脸，分明是好的。如果脸是坏的，那芯片早就提醒了，但是没有，那他的脸没有毁。我的脸之前的确是毁了，但是东方镜用了谁知道我的脸因为治火骨的时候竟然阴差阳错的好了起来。你刚才不是问我你要怎么认错才算有诚意？从今以后坦诚相待。好，娘子说了算。他真的想不明白，既然他的脸好了，他为什么还要一直戴着面具？莫非是别人惦记他的美色？你可以不戴面具的，你长这么好看，你出去都是犯罪啊！男人要长这么好看做什么？长得好看让人开心啊！谢真的要流口水了。秀色可餐这4个字是真的，他也是第一次体会到呀。现在还生气吗？那我要是告诉你，我觉得我还是生气呢，我还是……他大有继续玩笑的意思，然而下一刻，一股大力握住他的胳膊。还生气吗？阿晨。我不生气了，你快放开我！你别忘了，这里是在牢房，拿开你的手。谢真简直是怕了他了，狗男人，撩起人来这么要人命的呀！皇后为什么突然要赐酒给我？而且还说是为了你，你出现把他们赶走了，皇后那里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这个我会去处理。那我要出大理寺的话，是不是很难呢？许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可怜霓裳那里也不好收场啊。放心，过不了几天我会让你出去，但是在这之前，要先委屈你在这里待几天。我受点委屈也没什么，我只是不希望他们冲着你来。不会的，你放心，你好好的照顾你自己便好。好，你说了算。他如果真的那么尊重朕的意见，就不该插手立储的事，朕说立谁便要立谁。皇上，但是您不要忘记了，您曾经答应过太上皇会立七王爷为储君，而且许家不是正式信了那卦象吗？所以才转而扶持了太子。那卦象是用来蒙蔽许家人的，蒙蔽天下人的。但是皇上您应该很清楚，太上皇那样做是担心外戚专权，七王爷真的是帝王之相。文帝和逍遥子的对话悉数都传到了偏殿里。什么叫做国师批老七的卦象是假的？什么天煞孤星，什么不祥之人都是假的吗？他恨了自己的儿子20多年了，冷落了他这么多年，就是因为他是天煞孤星，他是不祥之人。错了，一切都错了。你骗我，你从头到尾都在骗我，你就是要报复我，你要我恨死我自己的亲骨肉，你要我亲手杀了他，你要我恨他，你要我和他母子反目成仇。给朕出去！
谁准许你进来的？谁让你偷听朕的谈话？本宫不需要偷听，本宫是大周的皇后，是母仪天下的皇后。本宫和皇上一样，都享有这无上的尊荣。皇上，你别忘记了，要不是本宫，要不是许家，今天坐在这个龙椅上的人不是你，而是韩王。皇后，你是不是真的以为朕不敢废了你？你是不是当腻了这个皇后？你以为朕不敢废了你吗？我当然知道皇上你想废了我也早就知道你早就想废了我，把这个位置给你最爱的女人，哪怕她成了一具尸骨。你给朕住嘴！她就算早已经过去，也依旧是朕心里最爱的女人，你连她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是，你要是真的爱她，你就不会让她嫁你做妾了。全天下最蠢的女人就是杜贵妃了，她会被你的甜言蜜语骗得失去了本心，骗得团团转。但是臣妾不会，臣妾知道，皇上和世上的男儿都一样，不能相信。好，皇后，既然你不屑，那朕就应你所求。来人，传朕旨意，皇后得情无状，蔑视天威，即日起迁入冷宫辞过。许皇后触怒皇帝迁入冷宫的消息不胫而走。这个消息比谢真伤害赫连霓裳更让人震惊，在京城里炸开了锅。南宫翊暂时还不知道，他偷偷一人潜伏进去了皇宫。百里，是不是你窗户没关好？好冷啊！百里，公主，本王劝你不要喊，否则遭殃的便是公主了。是你？你想干什么？本王今日前来这里，只是有一个交易想要和你做一做。本宫就告诉你吧，你想要本宫放过你的王妃，绝无可能。你们夫妻两人联手迫害本宫，本宫不会咽下这口气的。赫连公主挺有骨气的，倒是和真正的赫连霓裳不同呢。大胆！你在胡说什么？本王在说什么？公主你心里很清楚，假的就是假的。还是你以为你穿上了这一身皮，你就真的成了赫连霓裳了？如果本王没有猜错的话，你不是赫连霓裳，但你也的确是东海王室的公主，只不过你不是18公主，你只不过是东海王室里一个无名无分的冷宫公主而已。比起叫你赫连霓裳，你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阿奴。你就算知道我叫阿奴又怎么样？你以为别人会相信你吗？我是东海使团送来的公主，那我就是真正的赫连霓裳。你们大周也只说了要求娶东海的公主，我也是。你就不要往你自己脸上贴金了。你和能征善战的赫连霓裳可不能相提并论，她是女中豪杰，也是女英雄，你算什么？你一个冷宫无名无分的公主，连东海王都不承认你的存在，你还想顶替他来大周联姻和亲？你们东海王室的胆子倒是大。你怎么知道我的身份的？本王怎么知道的不重要，也不要紧，要紧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本王的王妃并没有伤害你，你若是不想本王拆穿你的身份，你最好是去本王的父皇面前，找个理由让他将王妃放出大理寺。不可能，我不可能放过他，这就是你们夫妻两个人的诡计。你们还想让我吃了这个哑巴亏？做梦！本王想你还是看不清形势，不管是谁让你来顶替赫连霓裳来大周和亲的，一旦你的身份被揭穿，大周若是问罪，东海王室只会把你推出来顶罪，说这是你一个人所为。你若是识相，本王会对你阿奴的身份闭口不提，甚至会让这个秘密烂在肚子里。但是你如果执意和王妃作对，那就不要怪本王对你无情了。最迟明晚，本王要听到七王妃出大理寺的消息。阿奴脸色变了变，倒是还是点头应下。快点去禀报大人，发生命案了，护城河里发现了一具女尸。京城的治安不是很好吗？这个奴婢也不清楚。走，进去看热闹，反正这里离护城河也不远。谢珍本来是去看热闹的，但是万万没想到，到了现场以后，他看到躺在地上的女尸，还没看到脸，就差点呕了出来。这令牌，这不是七王府的令牌吗？七王府，女尸上有七王府的令牌。谢珍忍住内心的惊恐，朝女尸看了过去，看到那张惨白浮肿的脸，谢珍的脑子顿时炸开。红衣，这女尸居然是红衣！红衣死了，红衣怎么就死了？红衣是瑶光的人，瑶光得了肺痨，也就是俗称的肺结核，他不是在王府养病吗？瑶光的婢女怎么会死在护城河里？那瑶光呢？
红衣死在护城河里，瑶光……谢真突然就不敢想下去了。瑶光的肺痨虽然有他给的药控制着，但这1个月来他的事情很多，还没有来得及给瑶光复诊。谢真现在都管不了这么多了，他和清风他们一起回了王府。听雨楼外当初是留了人看守他们的，这里相当于是封锁了起来的。他就更想不明白了，虽然是封锁了的，那红衣是怎么出去的，还死在了护城河里？是。瑶光苍老而消瘦的面容映入了谢真的视线。瑶光现在这样，脸色灰青，眼窝深陷，嘴唇毫无血色，宛若女鬼。你怎么会弄成这样？如你所见，你没吃我的药？吃了你给的药，怎么带你下地狱呢？你就这么讨厌我，连你自己的命都不要了？你现在能怎么对付我？要死的人是你。不，你会和我一起死的。要不是不能靠近他，谢真真的想冲过去扇他几巴掌。这个女人图什么呀？为什么不吃药？就为了把自己弄死吗？你就是个疯子！瑶光这么一意孤行，死了算了，他也不想救了。送去建民村，死就死吧，和他有什么关系？他吃多了，要救一个寻死的人。谢真，我得了肺痨，我活不了，我会被送去建民村。你不是医术精湛吗？你不是百姓口中的活菩萨吗？一起去建民村等死吧！他就不信谢真能有那么的厉害，可以把建民村里的那些绝症都治好。他好妒忌谢真呐，王妃的位置就算不是他的，也不能是谢真的呀。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参见父皇。齐王妃，你可知错？儿臣告诉朕，你是不是真的有本事治疗肺痨？不知父皇从何处听说。谢真心脏一紧，他不用想也知道是瑶光摆了他一道。瑶光的心机好深呐，故意要皇帝知道他可以治肺痨，这不就是把他往绝路上推吗？你不用管朕从哪里听说的，你若是有办法治疗肺痨，朕把太医院的人调给你，听你调配。朕要看到你的本事，希望你不要让朕失望。之前南宫义那么隐瞒，就是不想要文帝知道他会这些。现在文帝不仅知道了，还要把太医院的人给他，这不是为了帮他，只是为了学他的办法，说的比唱的都要好听。谢真带着太医院的人在建民村外找了一处农家庭院住了下来，这里就充当他们临时的医馆。谢真要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改了建民村的名字。贱民？什么叫贱民？他们只是一些得了传染病的病人，什么时候是贱民了？就因为这些传染病在古代无人医治，他们就该在这里过得生不如死吗？治病的办法有，缺少的是药。毕竟现在病人这么多，芯片给的药只够瑶光一个人用的。他当然不想救瑶光，但是瑶光是目前最好的选择。瑶光现在心底已经开始后悔了，早知道就该在王府里接受谢真的治疗。这个建民村里到处都是贱奴，他来到了这里才知道王府是多么好的一个地方。瑶光这一次很配合，兴许心底也是怕死的，居然都没有挣扎。我会感染肺痨，是因为谢无双害我。什么？我妒忌王爷偏爱你，原本你的一切，包括王妃之位都是我的，可是王爷把这一切都给了你，我无怨无悔的陪在他身边这么多年，连命都可以不要，他还是不要我。你要是想拉着南宫一起死，你为什么不下毒？这不是更快吗？更利落吗？为什么要让自己染病？东方在他的身边，我下的毒瞒不过东方，也瞒不过王爷。我只是想啊，如果我和他都得了这要人命的传染病，你们都怕了他，就没有人可以分开我和他了，我们会死在一起，再也没有人可以分开我们。瑶光居然是想传染给南宫印，这也太可恨了。肺痨可是绝症呀，瑶光居然就想这么拖着南宫印去死。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你应该庆幸南宫印没事，否则我不会放过你。哎呀，
谁呀？有没有公德心啊？下来，看我不揍你！到底是哪个神经病，把垃圾到处丢？是我。是你？居然是你！没错，这个人就是他上次在菜市场碰到的那个糟老头。他看透了他的身份，他还坑了他好多的银子。奴婢见过国师。你说什么？国师？一时之间，谢真竟然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既然是国师，有这么高的身份，那为什么还要骗他的钱呢？至于穷到这个份上吗？怎么，你觉得我不像国师吗？不像。国师不应该是你这样的。你这么臭，你是不是都不洗澡啊？我真的怀疑你怎么做了皇上面前的红人。肤浅？你们那个时代的人都这么肤浅吗？我脏又怎么样？连你们皇帝都能忍得，你还忍不得了？我的本事在那里，他能怎么样？逍遥子其实最喜欢的就是这样的装扮，这才叫活得自由自在呀，这才叫痛快呀。他在宫里穿干净了衣衫，仪容整洁，装高深莫测。按照谢真他们现代人的说法，那就叫装13呢。哎，老头子，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你知道我是哪里的人？你到底还知道多少？你那丫头不是都告诉你了吗？我是国师啊，你还想知道什么？我知道你是国师，我想知道的是你知道关于我那个世界的多少。我也没知道什么，我只是知道你在你那个世界是荣城第一人民医院的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你叫叶真，你爸爸已经死了，只有一个妈妈，你并没有兄弟姐妹，你还没结婚，是过劳猝死的。你都知道这么多，那你知道我能不能回去？你有办法吗？他的妈妈辛辛苦苦的把他养大，他还没有来得及回报妈妈，妈妈现在一定很想他。哎，回去做什么呀？这里不好吗？你不是和南宫烨的感情很好吗？我的世界有我的妈妈，有我的血缘之心。就算我喜欢南宫烨，但是我也不可能为了他放弃我的妈妈。老头子也不便多说，到了你该回去的时候，你自然就回去了。既来之，则安之，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既来之，则安之，说的轻巧，我好几次都差点死了。我本来就不是这里的人。叶医生，你就没想过你为什么会来这里吗？我怎么知道？他要是知道那天过劳死会穿越到这里来，他绝对不会成工作狂的。你与其问我，还不如讨好你脑子里的芯片，说不定你救的人够多了，你就可以回去了。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有办法解决肺痨绝症。芯片虽然是他向上级要求给的，但是很多东西他也不知道，医术这不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只要能制造出来药，问题是不大。但现在的问题就是，有些药现代的技术才能制造出来，古代制造不出来。制不出来药，肺痨在这里依旧会是绝症。就算你治好了瑶光，但是还有其他的肺痨病人。对，就是这个道理。谢真只有一个，芯片也只有一个，他只要把药治出来了，一切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那要是让你回……谢真，逍遥子面色一垮，早不来晚不来，这个时候来，是不是和他作对呢？姬王妃啊，我还有事，我先走一步。你要是有事找我，你就去菩提寺找我。国师，你急什么？王爷还有事吗？本王不才，有一事请教国师。国师果然是神通广大，本王找了你这么久，都遍寻不获，不知道今天这里吹的是什么风，怎么让国师找了过来？难道国师觉得本王的王妃身上有什么特别之处吗？王爷，你这话我就听不懂了。你的王妃她有什么特别之处？你不是比我更清楚吗？你怎么还来问我了？国师，你真的不知道吗？真的不知道？你不信，你问问你的王妃。国师真的没说什么，我没事。王爷不必动气，让国师走吧。真的没事？真没事。秦王爷，还是你的王妃明白事理。我又不是吃人的老虎，你为什么就这么怕我会伤害你的王妃呢？王爷是不是太过小心了？国师还不走吗？是听不懂王妃说的话吗？
好，算我多事。王妃，你千万不要忘了菩提寺，记得来找我，我等你。要不是说这话的是国师，南宫印都会吃醋了。等什么等？谢真是他的王妃。贫道当然知道叶医生你不是来喝茶，你不会还真的算到我今天会来吧？自然是算到了。叶医生是为了费劳而来。老头子，你到底是什么身份？你为什么会知道？你不要管贫道是怎么知道的，你忘记了贫道会卜卦吗？好，你既然通晓古今，那你能不能有办法送我回现代？抗结核的有些药是西药，这个时代根本就治不出来。叶医生，虽然你是医生，但是你不要忘记了，历史不可能被改变的。你的意思是根本就治不出来？不是治不出来，而是不能由你治出来。所以呢？你只有在不改变历史的情况治出一些药。叶医生，据我所知，在你那个时代，你的专业也只是外科医生啊，和制药这方面并不相同。老头，你想告诉我什么？叶医生聪慧，贫道要你帮一个忙，事成之后，贫道可以尽力一试，送你回你的时代。你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事？南宫印是帝王之命，如果你可以治好他，我就送你回现代，这算是我们的交易。如果你治好他之后，你确定要走，你在这个时代就必须死去。所以你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不能救我的时候，我只能在这里救他。这难度系数真的太大了。他是外科医生，如果是其他的伤，他还会有办法，但是毒，他无计可施啊。南宫印他不是中毒，而是蛊虫。你知道蛊虫吗？蛊虫是个活物，在他体内不断的游走，只要找到蛊虫的位置，把蛊虫拿出来，他就算是安全了。当然了，对于这个时代的人来说，这是手术，是他们从未曾接触过的领域，没有哪个大夫敢像你一样拿起手术刀给他做手术了，所以能够救他的人只有你。不是毒，是蛊。谢真内心突然又有一点希望了。不是，南宫印既然是帝王之命，你为什么又在皇上面前说他命中带煞，克父母手足呢？这都是皇室的斗争了，叶医生也不用管。你要是想早一点回去，那就早一点给南宫印做手术吧。谢真把和逍遥紫檀的事情都隐瞒了下来，他没有告诉南宫印，他治好他就要回现代了。他不知道，要是说了出来，他会不会就不让他治了？但是他希望他变得更好。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说你要把他的身体划开，是我疯了还是你疯了？对，就是你说的那样，但是我可以保证，这是救他的一个办法。你荒谬！我从不知道还有这样的救人办法。你说要把他的身体划开，找到蛊虫的所在，再把蛊虫取出来，你这不是异想天开吗？身体失血过多怎么办？万一你找不到蛊虫怎么办？我不答应你的办法，你想都不要想。你相不相信是你的事，现在我只是通知你，我和你一样，都希望南宫印好好的。你要继续翻阅古籍找办法，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我给安安做手术的时候，你不是也看到了吗？他不是也没有任何的危险吗？你知道什么？安安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孩子，他充其量就算是一个试验品。可是南宫印不是，他的身上承载我所有的心血，我绝不能允许他有任何的闪失。你到底明白不明白？我能答应你的是，我比任何人都不想要他出事。如果真的有任何问题，我可以一力承担，我可以为他殉葬，把我的命赔给他。谁要你的命？别说是安安了，就算是你的命也没有南宫印的重要。他嘴上这么说，但是心里的抵触和排斥却减少了很多。我知道你想救他，我也知道你是为了他好，但你的决定太突然了。明天就要开始手术，这根本就没有给我一点准备的时间。如果不是明天就要开始手术，那你们打算隐瞒我到什么时候？一开始就想告诉你的，但左右一想，如果提前告诉你，说不定你会从中阻拦。与其如此，还不如最后再告诉你。他呢？王爷怎么说？难道他就心甘情愿地把命交给你，让你在他的身上胡来吗？我相信他，不管是什么事，他都会相信谢真。成，你们恩爱无双，我就是坏人了。你真的是这么想的？真的愿意让他给你做手术？你知道如果一旦失败意味着什么吗？一旦失败了，我都救不了你，
而且谢真有多少的把握？他敢这么赌吗？他到底有没有把你的命当成命？就算所有人质疑他的医术，但我不想质疑他。如果是没有把握的事，你认为他愿意拿我的性命去赌吗？你忘记了，他和南宫爵私下里也有往来，他们是什么关系？他告诉你了吗？还是你压根就没问呢？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但我就是相信他。他不是那样的人，断崖之上，你不是亲眼所见吗？为什么此时会对他有所怀疑？东方静也顿了一下，谢真那一次的举动的确让他震撼。谢真那个时候一身是血，要不是他在半空中接住了他，他早就不在人世了。所以他大概可以理解南宫印了，为什么会这么相信一个女人。有了，在哪里？在此处。真的在胸腔？如果在胸腔，那么这场手术的成功率只有30%不到；如果是在脑袋内，那就只剩下了10%。但最致命的还是脑袋。就在这里，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南宫印都被麻药麻住了，更别说他体内的蛊虫了。这个时候，蛊虫也不会游走。准备手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哪怕只有10%，他也要为南宫印搏一把。更何况是30%，他要相信自己，他一定可以的。他是优秀的外科医生，他不能让自己最喜欢的人死在自己的手术刀下，那比杀了他还要让人绝望痛苦。帐篷里的手术在进行到最重要的时候，帐篷外防守的清风等人却发现了一些异样。老两，山下有一队人马正在强攻。千防万防，没想到这关键的时候，居然还是有人。清风很快布置好，留了一部分在山顶上做最后的防守，其他人都和他一起去山下支援。雪山只有这一个上山口，必须要拦截住那些人。要是让他们来到了这里，只怕不堪设想。擦汗。东方静赶紧去擦汗，眼神扫过血肉淋漓的伤口。他真的不得不佩服谢真，居然可以冷静的在这里翻找这么久。时间1分1秒的过去，谢真都快失去了耐心的时候，他突然在南宫印打开的胸腔里发现了蛊虫的存在。找到了。东方，叶子。蛊虫在血肉最深处，怪不得他之前找不到，因为到处都是血，如果不是他找的细致，就差点找不到这蛊虫了。这是不是就代表南宫印没危险了？东方静忽然就松了一口气，原来折磨了南宫印这么久的东西，居然就是这一条小蛊虫。蛊虫是找到了，但是并不代表他就脱离危险了。手术的条件这么不好，南宫印还要缝合伤口，而且这是一场大手术，如果术后感染，那就更糟糕了。谢真准备把蛊虫烧死。不要动，把东西给我。东方静早就准备好了东西，他虽然不擅长蛊，但是也想研究一下这蛊虫。然而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帐篷外又响起了厮杀声，还有一阵诡异的琴声。谢真没听过这琴声，只觉得诡异，弹奏的人正是杜九野。他就是要南宫印和谢真都去死，本是冲着谢真来的，没想到居然误打误撞碰到谢真在给南宫印做手术，真是能耐啊！谢真到底是何方神圣，居然还会手术？我去拦住他们。谢真，你务必要给我专心的救他，他要是有事，我不会放过你。杜九野的琴音已经更近了，在他的琴音的控制之下，整个雪山顶上四处都充斥着冰刃相接的声音。你是谁？你让我小看了你，没想到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取出南宫印身体里的蛊虫。齐王妃，我先送你上路，如何？就在谢真以为自己就要这样死去的时候，放开他！少主，你知道他是谁吗？你为什么要救他？他活着只会耽误你的千秋大业。南宫爵居然是这个黑衣人的少主。杜先生，本王的千秋大业能被一个女人耽误吗？你也太高看谢真，你当她是什么女人？对本王来说，这世上没有任何女人值得本王将就。在本王的眼里，只有有用的女人和没用的女人。少主，今天您不让在下杀了谢真，有朝一日您必定会后悔。希望您真的记得您说的话，谢真对您只是有用之人，否则他会把您害死的。陆九也自知今天是没有办法取走谢真的命了。少主，快动手杀了南宫印！这个世上南宫印才是你最大的敌人，他若除了，你会高枕无忧。
南宫爵会对谢真心软，但不代表也会放过南宫印。南宫爵，我知道我不是你的对手，但你若想杀南宫印，那就从我的尸体上踩过去。谢真，本王是不是对你太过纵容了？所以你以为你要如何，本王就能依着你如何吗？南宫爵的心底有一股怒气横冲直撞，那是什么？是妒忌吗？妒忌谢真再一次的为了南宫印豁出性命。王爷，不要和这个女人废话了，我现在就动手杀了南宫印。他被反弹回来的红光击中，脸色猛地一变。术，谢真的体内居然有术的加持，怪不得他看不透谢真的命运。师兄，师弟，贫道已经告诉过你了，你冥顽不灵，必受天谴。幸好这姑娘不畏生死，否则就算她体内有术的加持，今日南宫印也难逃一劫。今日死结已化开，虽说南宫印面色苍白，病态无力，可是他眉宇之间的黑色气韵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祥云紫气，那是帝王之气。原来他的死结居然在谢真的身上，果真天道有情啊！你的身体不行啊，你这样的胳膊腿经得住南宫印的宠爱吗？逍遥子这个老不正经的，说到这个荤段子，还故意对谢真眨眨眼。你怎么这么无耻？对，就是无耻，太无耻了。南宫印以前没碰他，是因为身体里有蛊虫的原因，现在蛊虫已经从他的身体里离开了，只要术后没有感染，等着伤口慢慢的恢复，南宫印的身体行房是绝对没问题的。可是他要走了，贫道答应你的，绝不会反悔。现在你还是多在这里留一段时间吧，术后防护只有你最懂。难道你放心在他最虚弱的时候告诉他你要走了，再把他气出个好歹来？好，我会按照你说的去办的。只是多留一段时间，看着他一点点的好起来，他才能真正了无牵挂的离开。这怎么可能劳烦你？你救了南宫印，那你就是我的恩人，端饭而已，有什么受不起的？他算是脱离危险了吧？只是说没有那么严重的生命危险了，但危险还是有的。手术后最容易的感染期是3到5天，所以现在危险期并没有过去，我们依旧一刻都不能松懈。等会儿我教你怎么护理。好。谢真和东方静他们互相交替配合，给南宫印护理。这整整的5天里，他们谁都不敢放心。南宫印，我在，哭什么？我不是没事了吗？我知道，可我也害怕这只是我的一场梦，所以我想确认一下。傻不傻？你就当我有点傻了。没关系的，即便是傻的，我也不会放开你。你不要不生性。哎，那个出现的神秘人是谁？逍遥子叫他师弟，南宫爵和道家也认识，而且关系匪浅。南宫爵，他知道杜九野本是要对谢真下手的，是南宫爵出现救了谢真。南宫爵为什么要救谢真？如果消息没有错的话，南宫爵和杜九野可是一条线上的人。难道南宫爵真的喜欢谢真？怎么了？阿珍，那个神秘人不是谁？他是杜九野，是许太师手下的心腹。许太师那么精明的人，许太师可是玩弄权术的正客，他居然把南宫爵的人当成了自己的心腹。许太师真是阴沟里翻船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南宫印的伤口还没有完全复原呢，他忽然有了一个疯狂的想法，就算自己要走，那是不是应该勇敢地走出第一步？他和南宫印虽然感情已经到了一定的地步了，但是他们之间还有最后一件事情没有完成，那件事情没有完成，他们就不算是真正的夫妻。有个好东西送给你。什么？东方静从怀里掏出了一本书册，他的嘴角带着不怀好意的笑容，把书丢给了谢真。回去好好看看，有助于你们夫妻感情增进。谢真稀里糊涂地打开书册，才翻看第1页，他的脸又快速地烧了起来。天哪，东方静比他还要开放吗？不对啊，他该纠结的不应该是另外一个问题吗？
东方静是什么时候知道他有这种心思的？也太感谢我了，这个东西啊，南宫印可没看过的，所以呢，你得多学多学。谢真的脸再次爆红，他攥紧了手里的书册，心乱如麻，恨不得直接给东方静丢回去。这厮真的是太不要脸了。谢真咳嗽一声，很快就从震惊里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好的，既然这是你的一份心意，那我就去之不恭了。谢真心里偷笑，他在现代虽然是母胎单身狗，但是现代有的东西比古代的更好玩呢。这次轮到东方静傻眼了，他没想到谢真这么敢说，这么敢想，还这么敢做呀。哎，南宫印啊，你得小心你的腰啊。第二天，还没等谢真把研究一个透彻，京城又传来了消息，文帝亲派顾怀生来青州找谢真，让谢真立刻从青州启程前往沙城。原来是沙城发生了令人闻风丧胆的鼠疫，沙城已经被封起来了，鼠疫已经蔓延了沙城一座城。顾怀生其实也不愿意谢真去沙城拼命的，但这是文帝的命令。我的那个好父皇，倒是真的要物尽其用啊。说是派谢真去治疗鼠疫，但他也知道太医院的太医根本就不敢去，就算去了也不一定会有有效的方法。他分明就是让谢真去送死的。谢真若是治好了鼠疫，沙城会起战乱，谢真不是一样身陷危险里吗？伏尸遍野，老鼠成群，谢真最怕的就是老鼠，但他又不得不来解决这一场鼠疫。还没入沙城，一只老鼠从谢真的裙边窜过，他脸色顿时发白。南宫爵使出手里的银针，杀死了老鼠。你这么怕，还来这里干什么？老六，这是七王妃，你不得无礼。三哥，因为这一声三哥让我很是欢喜啊。老七已经给我来过信了，我已经安排了人为你们接风洗尘，先好好的休息一下，我们边吃边聊。三哥，这个女人对谁都笑眯眯的，偏偏对她这个救命恩人，每次都是横眉冷对的。等会吃了饭，我就马上去见这里的大夫们，他们最了解这里的情况，要严格保护这里的水源，千万不能让水源受到污染，到时会发生大问题的。放心，我之前已经安排了士兵了。那就好。不过三哥，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说，鼠疫的传染性很强，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做3件事。第一点，那就是要控制传染源，灭鼠、灭藻，监测和控制鼠间鼠疫。鼠疫本来最开始就是在鼠间传播的，所以当务之急是要灭鼠、焚烧。第二点，那就是要切断传染源，已经感染的病人和疑似感染的病例必须要严格隔离起来。然后是呼吸道感染，因为病人呼吸道分泌物带有大量的病菌，可以在人和人之间用飞沫的形式进行传播，并可造成人间鼠疫的大流行。我会按照你的吩咐去做的，但你一定要千万小心。夜深，他才和大夫们商谈了，便一个人走回自己的帐篷。怎么，看到本王很奇怪吗？谢真，你真的不怕死吗？这些人和你又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去救他们？你很清楚，只要你说不愿意，南宫印就是和父皇作对，也不可能让你涉险。所以本王很想知道，你这么义无反顾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可我是大夫，从我踏上这条路的时候，救死扶伤就是我的天职。哪怕牺牲自己，也义无反顾吗？我觉得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问三哥，他一直都在征战沙场，你该问问他，是不是为了守护大周，为了守护百姓，所以他也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本王才不想做他那样的君子，天下人关本王屁事，本王只要自己守护的人，自己在乎的人。不过谢真，你为什么叫他三哥？为什么叫本王名字？距离太过亲密，谢真很不习惯和南宫印之外的异性这么接近，可他的手才扬起，便被他准确无误地捉住。这个问题我可以不回答吗？叫端王三哥是因为尊重端王，他呢，他们之间好像是仇人吧？不行，必须回答，否则我就会把你是借尸还魂的事昭告天下。我不是什么正人君子，最好是乖乖地回答我的问题，否则我可是随时都会想要毁灭你的。谢真倒吸了一口冷气。怎么，这就害怕了吗？你要知道你的命在我的手里，你是不是应该端正一下你的态度，讨好一下我？你要是叫本王一声六哥，不好意思，我们关系不到位，
我们也不熟，我叫不出口。不熟？本王都差点看到你换衣服了，你还是觉得不够熟吗？你不叫本王六哥，那本王就叫你阿珍了。阿珍？他造的什么孽呀？要被南宫爵这样的病娇缠上？你冷静一点，我们真的不熟。你要是想和我熟一点，你可以叫我谢珍。叫什么阿珍？他有一种被恶魔盯上的恐怖感。这是什么仇什么怨？本王给了你选择，别说本王太残暴了，本王可是2选1了哟，你自己选的呢。随便你，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叫猪都可以。阿珍，阿珍，他答应了，真好。我又不聋，我听到了，你别叫了。我谢谢你，阿珍。先锋侍卫，本王让末将来抢王妃，王妃去哪儿了？王妃不是在帐篷里吗？王妃不在吗？那我去找找。谢珍没敢发出声音，他和南宫爵之间即便是没什么，也说不清楚。谢珍二话不说，快速地伸出手，就那么用手掌把他的嘴唇严严实实地捂住。南宫毅却当场愣住，他不可思议地低头，眼前是他一脸紧张的模样，而他的唇瓣紧紧地抿住，连呼吸都忘记了。谢珍趁着他失神的片刻，一把推开了他，转过身就快速地走了出去。南宫爵则在黑暗里站立了很久，直到再也看不到谢珍的身影，他才慢慢地回过神。他不是不通人事，相反，他的女人多如过江之鲫。平日里，那些女人需要使尽浑身解数的才能让他心动。可是刚才谢珍什么都没做，只是手指间的药香，只是一个眼神。谢珍是不是给他下了什么毒药？真是奇怪，这河水边谷寒冷，怎么他家王爷在里面泡澡？王爷，这天气还很冷，泡什么冷水澡啊？小心冻坏了身体。而且现在军营里大夫紧缺，您要是生病了，大夫们都忙不过来的。藩王找谢珍什么事？总不会让他去送死吧？王爷，您现在3句话不离弃王妃，属下觉得你胡说八道。本王什么时候3句话不离谢珍呢？随眼无奈闭嘴。得，王爷这是打定主意自欺欺人了是吧？明日谢珍要带着一些大夫和机卫进城，你也挑一些人选，提前入城，在城里蹲点儿。可是你不需要问那么多的为什么，按照本王的话去做就可以了。谢珍的安危很重要，他是大夫，若是这次的鼠疫是敌国的手段在里面，谢珍说不定会受到波及。在他没有治好鼠疫以前，他是不能出任何的意外的。你这么看本王干什么？你该不会和那些愚蠢的女人一样，看上本王的脸了吧？王爷，你又说这么没着调的话。本王说的是认真的，城里也有不少本王的线人，但安排人蹲点保护谢珍的事，莫要让王府的玄机知道了。属下知道，不会让玄机大人知道的。翌日一大早，谢珍就和端王分给他的人一起入沙城了。这一座城几乎是一座死城，家家户户的门都紧闭着，街道上还有一些没有来得及拖走的尸体。你是谁？你来这里做什么？这里不是你这个弱女子该来的地方，快走吧。我虽说是女子，但我也是一名大夫，我并不是来自游玩的，而是有要事在身。小娘子，你说你是大夫，我劝你还是不要再来这里了，小心搭上你自己的命。大人，小女子并不是胡说八道，莫问问切的确是必须的，但是小女子这样打扮不过是为了防护，以免被感染，所以小女子也想劝大人以及大人身后李仲姐姐，在焚烧尸体的时候，但凡是需要直接接触尸体，都必须要戴上手套。你们虽说戴了面巾，但是感染鼠疫不只是呼吸，还有血液感染。你是哪里来的人？你是质疑玄机大人的诊断吗？玄机大人说了，只要戴好面纱，我们是肯定不会被传染的。你还想妖言惑众吗？玄机大人是谁？切，你们真的是不识好歹，我们主子是为了救你们的命。清风可不想惯着他们，愚蠢的人。他是知道谢珍的医术有多厉害的，所以他觉得这些人真的是活该，居然质疑谢珍了。这位姑娘，你不了解鼠疫就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你不过是一知半解，怎么能在这里大放厥词？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把这些尸体抬走，迅速的拿去焚烧。是。住手！我乃奉皇命而来是鼠疫，尔等人必须按照我说的去做。现在立刻戴上手套，再焚烧尸体。你说你是朝廷派来的人，可有什么证明身份的东西？七王妃。亲卫恭敬的道。听到他们称呼谢珍为七王妃，护卫队的人一个个的眼睛都看直了。七王妃？难道就是那一位写出肺痨药方的七王妃？杨将军，传我的命令，无论城中任何人都不能擅自接近尸体，尸体的找寻焚烧
都必须由杨将军手下的人去做。属下遵命。重症的病人也有很多，谢真从早上一直看诊到傍晚，他已经累得不行了，精疲力尽了。就在这危机时刻，一只手及时地拉住了他的手腕。南宫觉低头，目不转睛地看着安安静静地睡着的谢真。臭女人，那些人和你没什么关系，你都可以好言相对。本王几次三番的救你于危难之间，你却对本王吹胡子瞪眼睛的。本王是不是上辈子欠了你的东西？你要是可以一直这么温顺就好了。像只小白兔，本王想要把你圈养起来。睡着的谢真自然是没办法回答他的话。难道本王真的是上辈子欠了你的？本王是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居然遇见你这个折磨人的臭女人？忽然门口吹来一阵风，紧闭的房门倏然被一把剑贯穿。南宫觉感受到了杀气，用双手接住了锋利清寒的利刃。你们是谁的？六王爷，我们不想对您动手，我们只是冲着七王妃来的，还请六王爷行个方便。如果本王不答应呢？黑衣人正是许世光派来的人，本想趁着谢真病要谢真命，但是没想到这个时候谢真的房间里居然会有人。杀手，有人要杀他，还不快跑！谢真离开之后，南宫觉却缓缓地笑了起来。你们必须死了，留着你们这些喽啰，本王受够了。很快门外进来一人跪下。王爷。随影面不改色，他是一直跟着王爷的，自然也知道这些死士根本就是蝼蚁一般的存在，王爷都没有出全力的，所以也用不出来帮忙。你赐本王一剑。王爷，您说什么？你没有听错，快点动手。南宫觉想到了一个好玩的东西，他不可能平白无故的为谢真出力，他总得从谢真那里收回一点利息的吧。孙颖，本王觉得心真的有点疼了。王爷何苦呢？南宫觉，是谢真吗？臭女人也会抱他吗？她的怀抱很柔软，也好香啊。麻烦将军帮我把六王爷带回房间里，我要立刻给他治疗。谢真等人把他放下，就立刻开始救治，还好没有伤到动脉。他接收了芯片的药物，独自一个人在房间里为他处理伤口。谢真给他处理好的伤口已经是入夜了，谢真早就很累了，整个人都趴在他的床边，睡得格外的沉。南宫觉陷入了昏迷里。他怎么样了？回皇上，谢姑娘已经绝食3日了，滴水未沾。南宫言，你等我，我一定会来找你的。谢真，你不要挑战朕的耐心，如果你执意践踏朕的真心，朕只会让你。另外一个他愤怒的低吼。谢真双眼通红，眼神锐利如刀。真心？南宫觉，你这样的人也会有真心吗？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就算你把我囚禁在这宫里一生一世，我也不会喜欢你，我更不会委身于你。在我心里，你永远也无法和南宫烨相提并论。我生生世世都爱他，就算他死了，我也爱他。朕知道，你只是想激怒朕。放心，你对朕有救命之恩，朕不会杀你。你也知道我对你有救命之恩，那我今日就要你还回我的救命之恩。南宫觉，不被爱的人是可怜的，但强行得到的也是会有报应的。我阴了你，我要你他殉葬，从此以后，我们的恩情一笔勾销。你说什么？你宁愿给他殉葬，也不愿意留在宫里，哪怕是皇后这个尊贵的位置，也留不住你吗？南宫觉，我在乎的从来不是皇后之位，我喜欢的只是南宫烨。一女不是二夫，下旨吧，让我去皇陵陪她吧，否则你得到的也只是我的一具尸体。南宫觉被他耗尽了耐心，被谢真激怒之后，他一道圣旨让谢真殉葬，但是他骗了谢真，他并没有让谢真的尸体一直留在南宫烨的皇陵里。这是原来只是一场梦吗？